走进商城内部，无论是团了券来消费的学生，还是跟着过来凑热闹的都市路人，此时全都是满脸惊讶的表情。说实话，自从年初的改革迅猛开始之后，万众商城的客流就像是被截断了一样，戛然而止。年轻的都市白领已经渐渐开始接触并迷恋起网购，到实体店消费的趋势渐渐下滑，而中老年顾客则因为买不到心满意足的东西，渐渐也不来了。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万众只用了4个月就做到了。当然了，社会上对于万众商城的变化也有着不少的猜测。好好一个商城，怎么说不卖货就不卖货了呢？有人说，这个位于临川市中心的老牌商场，因为现金流周转不过来，已经开始断手断脚、苟延残喘了。还有人说，万众其实早就已经被卖掉了，背后的老板根本不懂怎么经营。甚至有人说，老板在过完年的第2天就带着小姨子卷款跑路，目前的万众只剩下了一个空壳。总之，所有人都觉得万众商城就像是江青的大厦，距离倒闭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做生意就是这样的，虽然大家的最终目的都是赚钱，但名誉和信用却是比钱更重要的无形资产。当流言蜚语不断，仅剩的那点涓涓客流也会消失。但就在今天，当学生作为消费主力出现，拉动商圈的客流形成一个循环之后，改革后的万众终于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线当中。于是，惊讶的情绪开始迅速发酵。这些来凑热闹的客人也许不会消费，出来的时候仍旧两手空空，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会记住万众现在的新面貌，回去之后四下传播。哎，你们知道吗？万众现在变成的样子了。老公，咱们去万众商场逛逛吧，他们都说不用出门，吃喝玩乐全能搞定。哎呀，先去中心街逛一圈，再去华兴路吃火锅，太绕了，是不是？直接去万众商场。你不会还没逛过现在的万众吧？流言这东西传播速度很快，要不了太久，新生万众就会被大部分的人所熟知。当然了，随着万众华丽蜕变的流言传播，拼团到店的名字也会借风滑翔一波。你赢2次，我赢2次，这都不算双赢。直到灯火阑珊的今夜，当流量聚集于此，江琴苦心计划的小半年的双赢才算真正落地。叶经理，咱们3楼的火锅店满了，好多人都在门口排队。月竹看着乌泱泱的人群有点懵。拼团的套餐券不是按照店内实际的接客数量进行销售的吗？服务员抿了一下嘴。是这样没错，但来的客人也不全是学生，还有凑热闹跟进来的，他们花钱吃饭，咱们也不能不招待啊。那这样，你先让他们排号，我去找一下何总。好的，岳经理。月竹脚步匆匆地进入了电梯，表情时而兴奋，时而紧张。在改革开始之后，面对不断减少的客流，他的内心其实一直都很压抑，很担忧。万一改革把自己改死了怎么办？万一改革之后的商城没办法吸引顾客怎么办？但所有的担忧都在今夜烟消云散，转而变成了一种新时代迎来的兴奋感。他之前就是商城销售的业务负责人，知道客流的引导有多困难，可今夜的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让人有些猝不及防。就好像江琴随手扔了个烟头，恰好落在了棉花堆里，渺小的火星子一瞬间就开始疯狂燃烧，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滔滔火海。就在此时，电梯到达顶楼，月竹迈步来到何义军的办公室，伸手敲响了门板。请进。何总，美食城的客流满了，现在还有很多客人正在持续不断的进入。何义军的眼睛微微睁大。啊，
拼团到店的线上营销已经有效果了。何止有效果呀，都已经超过了3层门店的实际接客量了。月竹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哎，你先别慌，我记得手册上好像说过这种情况。你等我查查啊。何义军打开江琴的那份精编手册，然后眯着眼睛凑近屏幕看了许久。哎，找到了，你去准备一些零食、水果和茶水给那些等桌的客人，再给小孩准备一些小玩具，然后把我们印刷好的宣传彩页发给他们看。月竹张张嘴，有些愕然。他们还没花钱呢，万一吃饱就走了怎么办？这江总的手册上就是这么写的，咱们照办就行了。哎，对了，把咱们底商美甲店的那几个员工叫过来，给等桌的客人做个基础款的指甲，不收费的那种。我明白了，何总。月竹虽然满头雾水，但还是一出门就打电话召集人手，吩咐一批人去仓库拿新做好的宣传彩册，吩咐另一部分人去负1层的超市拿零食和水果。10几分钟后，一排排的零食和鲜切的小型果盘被推到了3层。等桌的客人睁大眼睛，我他妈连钱都没花，先吃水果零食，喝茶，这真的可以吗？随后宣传彩页也被发到了客人们的手里。渐渐的，互不认识的众人连话题都开始渐渐统一了起来。哎呦，原来商城里面还有个游戏城啊！哎呀，2层原来是卖这些东西的，种类还挺丰富的嘛。宝宝照看区就是儿童乐园啊！哎，这还挺不错的。哎，小姐，这个彩页我能带走吗？拿回去给我同事看看。月竹满脸微笑的点点头，然后像是忽然捕捉到了什么，眼神逐渐开始发怔。原来江琴让他们给没消费的客人送零食水果，其实是在他们吃喝说笑的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关于人心的营销。老话说，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这些客人很可能会因为这几块西瓜和几袋小零食而成为万众商城的水军，不断地向着身边人进行有效宣传。1传10，10传100，百传千。是自家的这些宣传彩页印制的挺精美，但要是拿到街上去发放，路人很可能看都不看就扔掉了。可这些吃了你的喝了你的潜在客人却实实在在的看完了其中的内容。就算客人们不把彩页拿走，只是跟身边的人说一句，我上次在万众商城吃火锅等不到桌，人家直接给我水果零食吃，还给我泡茶做美甲。后来你猜怎么着？我呀1分钱没花，饱了。就这么一句话，万众商城后面的客流绝对少不了。可是这是江琴在寒假做出来的手册呀，那时候的万众才刚确定好改革方向，连从哪里下手都没搞清楚，不是吗？做生意的人习惯多想几步，这个我是知道的，但多想几百步几千步，这也太吓人了吧。月竹做商城营销已经很久了，办过各种会展和活动，可跟江琴的手段比，他忽然觉得自己以前就好像是在玩过家家。与此同时，何义军也来到了3楼，看着屋里满满当当的客人，看着门前说说笑笑的散客，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从去年元旦临川商演的名片收集之后，他就发现江琴很狗，总是在赢他。但直到此刻他才明白，其实江琴一直在带着他赢，先一步赢了时代的巨浪，又在改革之后的消极时段先一步赢得了人心。他可能没告诉你他做了什么，但你却实实在在的能看到效果。何义军环抱双臂，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做天降贵人。要知道，万众商城其实也有一面镜子，那就是位于南山大道的福星商城。
据福星商城的老板所说，他们今年的纯销业务量严重下滑，从开春到现在一路走低。他们也想尽了各种办法开拓新的客流渠道，却不知道消费模式已经开始变革。如果没遇到江琴，万众会怎么样？也许还能苦撑个3-4年，最后因为破产而被收购。壮士断腕是需要勇气的。何以军忽然发现，舍弃掉已经成熟的纯销业务，这份勇气其实也是江琴给他的。何以军和月竹在火锅店外疯狂脑补，越想越觉得江琴这个人深不可测。而此时的江琴其实正在火锅店和舍友一起吃饭，与他们只有1墙之隔。这顿饭的名义是庆祝任子强获得了临川大学春季运动会男子1000米长跑初赛第5。名头很长，但实际上很拉。不过无所谓，他们谁也不在乎，因为白嫖来的火锅才是真理。江琴从火锅里面夹起了1颗肉丸，吹了2下喂给了冯南叔，但小富婆只咬了一半就要摇头，简直蠢萌又乖巧。不喜欢吃肉丸啊？冯南叔轻轻的点头。江琴不喜欢浪费食物，只能把他剩下的1半肉丸吃掉。还想吃什么？还想再吃个肉丸。冯南叔伸出葱白的手指指着锅里。而见到这一幕，曹广宇、任自强和周超都直咬后槽牙。刚才为了坑老姜一把点的全都是肉菜，怎么吃到嘴里的时候全都变成了狗粮味的？这他妈不合理啊！最冤的是老曹，明明有女朋友，而且还是宿舍里唯一一个有女朋友的，此时却还是被秀的怀疑人生，不爽，非常的不爽。可这顿饭好说歹说也是人家江琴请的，老话说客随主便，你也不能让人家别秀了。看他吃剩的吃得那么津津有味，你要让他别吃了，说不定人家还生气呢。这要是一生气，下次不请了怎么办呢？3个人窃窃私语了一阵，立马想出了一个不打断对方但又能让自己心里舒服的办法。然后他们仨埋头一顿猛造，提前喂饱了自己，转头就撇下了江琴和冯南叔，找地方上网去了。眼见着对面的3个人离开，冯南叔又忍不住张开了殷红的小嘴，清清冷冷的开口：江琴，我想吃个笋。江琴，吃个肉。还有那个星星一样的东西，也吃一个。江琴，我想那个。这小富婆就是个纯纯的吃货，虽然自己也在夹着吃，但还要找江琴喂她一口。不过江琴喂过来的东西她都只吃一半，然后留下一半，并用一本正经的眼神看着她，似乎这样做非常好玩。1次2次还可以，但5、6、7、8次，江琴就确定她是故意的了。不许只吃一半，要吃就吃完，不然不喂了。那我再吃一个肉丸就不吃了。冯南叔抿住小嘴说了一声，然后就被喂了一口肉丸，整个粉腮都鼓鼓的，看上去活泼又可爱。人都会有一些不知道为什么，但却出于本能想要做的事情，就像小富婆不确定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黏着江琴，但却知道黏着江琴的时候很开心。高文会说，这就是喜欢。冯南叔严肃地表示认可，但却又不知道这份独属于江琴的喜欢与普通的喜欢区别在哪。你说他傻吧，他学东西比谁都快，甚至好几次都敢装傻骗江琴。但你如果说他聪明吧，他单纯的世界却不足以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帮他捋清楚这复杂的概念。不过他也有自己的一套解题思路，那就凭着内心的感觉去做，
喜欢黏着他就去黏着他，喜欢被他喂就让他喂，反正江琴怎么都不生他的气，实在不同意就嘤嘤嘤的叫哥哥。吃好了没有？吃好了。江琴擦擦嘴，带着小富婆出了万众商城，打电话给曹广宇他们。这仨货正在金手指网咖组队打 CF， 这会儿正玩得起劲儿，于是就叫江琴带着冯南叔过去坐一会儿，等打爽了再回去。老江这个人在学校保安室有面子，在宿舍阿姨那儿更有面子，根本不用担心门禁的问题。而且对于周超和任子强这种一直憋在宿舍里的学生来说，好不容易来市里逛一圈，实在不想回去太早。学校外面的网吧环境差不说，网费还不便宜，哪有市中心的网咖来得舒服呀？连沙发都柔软又舒适，甚至还能看到穿低腰热裤的小姐姐。半晌之后，江琴带着冯南叔进了网吧，发现曹广宇他们正坐在大厅杀红了眼。老江，一起吧。不会玩，打完这一把就走吧，回去睡觉。哎呀，好不容易来市里逛一圈嘛，多玩一会儿呗。江琴在网吧内部环视了一周，那就换个地方吧，我去前台要个包厢，你们待会儿搬过来。任子强刚被人爆头，摘下耳机看了他一眼。花那冤枉钱干什么呀？大厅更有氛围感啊。刚才进门的时候，我瞥见一个黄毛好像要看黄片。说实话，只要是一群大男人来上网，坐大厅就坐大厅了。但江琴不想让冯南叔跟他们一起坐在大厅里，于是也不管其他三人的意见，转头去前台要了个6座的包厢。5个人收拾东西，转移阵地，打游戏的继续打游戏，聊天的继续聊天，而江琴则点开视频网站陪小富婆看起了电影。他属于比较另类的那种人，不管前世今生都没有玩过什么游戏，就连后世大火的王者手游也没碰过，唯一玩过的就是和平精英，还是过年时候被表弟拉着凑人头玩的，但也是一过年就卸载了。这并不是说他有多高雅，纯粹是因为他连游戏地图都跑不明白。江琴，想看这个？千与千寻，你不是看过一遍吗？江琴看了他一眼，冯南叔点点头。还想要再看一遍。其实宫崎骏还有不少名作呢，龙猫看过没有？没看过。江琴找了个盗版网站，下了个龙猫，然后就陪着小富婆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网吧的沙发椅很窄，但两边的扶手却是又宽又厚，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笨拙。2个人分别坐在2只沙发椅上，盯着同一块屏幕，其实很难受，光扭着脖子都会扭得酸痛。冯南叔聪明的不行，凑着凑着就凑到了江琴那张沙发椅的扶手上，然后用小脑袋靠着椅背，看着动画世界里如梦幻一样的场景，眼神清澈而明亮。第二天一早，曹广宇从游戏世界里脱离出来，伸了一个咔咔作响的懒腰，拧开冰红茶灌了一口，2只眼睛红得不行。妈的，这游戏到底谁在赢啊？呸，狗都不玩。他骂骂咧咧地叫醒了旁边已经趴了的周超和任自强，商量着到西街口找个早餐店吃吃。但起身之后却看到了很精彩的一幕，江琴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而冯南叔正坐在他的怀里，枕头枕着他的肩膀，双手搂着他的脖子，半张小脸都埋到了他的脖颈处，睡得也十分香甜。这叫好朋友啊！这样的好朋友给我来一打。嘘，吵吵什么玩意儿啊？出去买点包子回来吃吧。行，我记得江哥爱吃3鲜馅的灌汤包。
大枪地不要，悄悄地离开。三个人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包间，然后到附近的早餐店买包子和豆浆。与此同时，江琴从睡梦当中醒来，忽然有种跟别人肉搏了3天3夜还输了的感觉，浑身上下哪儿都疼，而且脖子剧疼。他睁开眼睛，猛了一会儿，然后才想起自己昨晚是在网吧里睡着了，而自己怀里正抱着一个香香软软的少女，温温热热的，不是小富婆又能是谁？感受着她均匀的呼吸吹进脖颈，江琴忍不住轻轻地往上挪了一下，把压麻了的手抽了出来，然后轻轻地捋了捋小富婆散乱的发丝。她是第一次见到小富婆的睡相，简直乖得可爱。但也许是因为姿势不佳的原因，她那微嘟的小嘴里有一缕晶莹的口水溢出嘴角，流进了江琴的领子。江琴伸手给她擦了一下，结果就把小富婆给弄醒了。四目相对，冯南书还有点迷糊，轻轻往她身上蹭了一下，又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重新趴到江琴怀里，看样子是想睡个回笼觉。江琴，把你的手机拿开，硌我屁股了。江琴看了一眼被放在电脑桌上的手机，不动声色地开口：醒醒吧，小富婆，咱们该回学校了。还想再睡一会儿。冯南书喃喃地说了一句：你再睡会儿，我的脖子要断了。冯南书这才坐了起来，揉着眼睛，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江琴，你又抱我。江琴呵呵一笑：哼，咱俩谁抱谁可说不定啊。小富婆哼哼唧唧地拿出手机，发现高文慧给她打了13个电话，范淑玲也给她打了7个。她想了想，打算给高文慧回过去，结果被江琴拦住了。好家伙，和我在一起1夜都没回去，以高文慧的性格，她不得脑补出让整个小日子都跪喊祖师爷的作品吗？江琴觉得还是范淑玲靠谱点，宿舍老大姐性格没高文慧那么跳脱，肯定不会有什么误会。给范淑玲回吧。好。冯南书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打给高文慧，但就是喜欢听江琴的，于是就打给了范淑玲。听说他昨晚一直跟江琴在一起，电话对面的范淑玲瞬间松了一口气，然后追问他们几次，还问是什么感觉，给江琴听的是直嘬牙花子。小富婆的舍友都被高文慧那个有毒的女人传染了吗？冯南书不知道什么几次和舒服代表了什么意思，一脸呆萌地看向了江琴。见状，江琴接过他的手机，面无表情地描述了一下昨晚的事情，然后不等科学家们继续追问，就挂断了电话，阻止了一场18禁的脑补。现在的女大学生真是闷骚又可怕，逮住什么就想磕什么。江琴，我还想睡一会儿。冯南书忽然开口：在这儿睡太累了，待会儿回宿舍好好睡。小富婆听完后哼哼唧唧的，蓦然想起了刚才被抱着睡的感觉，心底好像有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此刻的她对回宿舍睡觉不是很有兴趣，就是想钻进江琴的怀里。他踢了一脚，忽然发现右脚上没了袜子，裸露在外的雪白小脚晶莹剔透，纤尘不染。江琴，我的袜子不见了。啊，我给你找找。江琴站起身，下意识地往身后摸去，因为前几次的经验告诉他，袜子一般都会在自己屁股后面，不过这一次却没找到。不会迷迷糊糊的被我给吃了吧？他伸手揣进口袋里掏了2下，然后掏出了一只
带着小熊图案的白色棉袜，不禁松了口气。等到袜子穿好，包厢的门就被推开了。曹广宇他们提着早餐进来，发现两人醒了，顿时有种想看热闹的心态。呀，江哥，昨晚睡得挺好啊。啊，睡得挺好的。江琴脸不红气不喘的，拿出吸管捅开了豆浆，递给了小富婆，一点也不存在什么窘迫和不好意思。见到他这个状态，三人顿时间觉得索然无味。妈的，那江哥的脸皮真的是厚啊！口口声声说是朋友，结果抱着人家睡了一夜，醒来之后却还依旧是一副理直气壮的表情，就好像好朋友就应该抱着睡，不抱着睡的好朋友才奇怪。嘿，一个字，绝！曹广宇蓦然想起了一部电视剧，叫做《天仙配》，里面有个人物叫董永，艳遇了王母娘娘的第7个闺女，结果差点被整死。老曹觉得董永要是有江哥这种炮弹都打不穿的脸皮，别说是小7公主了，7个仙女一个也别想跑，高低得一人整一个大胖小子，回去之后把王母娘娘的嘴都给气歪了。简单吃过早饭之后，5个人离开了金手指网咖，返回了临川大学。初升的阳光明媚而温暖，洒落遍地的晨曦，穿过树叶间隙印了满地的斑驳，让整个校园都带着一种充满希望与力量的感觉。江琴打了个哈欠，在步行道入口放缓了车速。林大的春季运动会还在继续，还有几个决赛项目正在进行着最后的比拼。熟悉的运动员进行曲回荡在整个校园内。不过观众已经不多了，因为新鲜劲儿都是一阵阵的。都周末了，谁还有心情看跑步跳远啊？江琴将车开到了女生宿舍，把小富婆送了回去，然后匆匆回到了宿舍补觉。曹广宇打了一夜的 CF， 没有合过眼。周超和任自强虽然睡了一会儿，但也不到2个小时。按道理来说，睡了一夜的江琴应该是最不困的那个，但他看起来比曹广宇还困。没办法，网吧的沙发连痞老板这种无脊椎的动物都能硌死，何况他还是抱着冯南叔睡的，还能把车开回来，已经算是身体好的了。于是4个人倒头就睡，302顿时鼾声阵阵。但冯南叔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回到宿舍就遭到高文慧和范淑玲的审问。小富婆倒是不困，因为她睡得很香甜，早上应着要再睡一会儿，只不过是正常的春困，实际上精神的不行。所以你们去的是网吧？和江琴一起看了电影，我想养只龙猫。那你怎么这么开心？江琴抱着我睡的。冯南叔那一副高冷白富美的状态瞬间垮掉，换成了有些呆萌的愉悦。高文慧和范淑玲对视一眼。江琴这个狗东西是真有骨气啊，竟然真的没有因为冲动而越界。正人君子，真的是正人君子，没错了。转眼之间，时间来到了下午1点。江琴睡饱了之后，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去了208。苏奈、石淼淼和魏兰兰在办公室大肆讨论着昨天看到的腹肌。不过在见到江琴进来之后，3个人立马结束了这个话题，换成了对昨天拼团到店营销的总结及分析。其实江琴在走廊就听到他们的讨论声了，每句话都带着色气。结果一进门，看到他们正一本正经地讨论着工作相关话题，瞬间有种梦回社畜生活的感觉。看来大家都成长了，已经是会上班摸鱼的老油条了。苏奈，跟帅哥老板汇报一下昨天的核销情况怎么样？
苏奈推了一下眼镜，被核销的优惠码只有一半，剩下的一半估计会在这个周末被用光。魏兰兰闻声开口：老板，今天继续上架新的优惠券和套餐券吗？隔2天上一次吧，先让各门店消化一下订单，适应节奏。最重要的是维持抢券的热度，搞一波饥饿营销，控制数量，才能维持热情。好的，老板，那我待会儿通知一下各个合作商家。江琴点点头，顺便跟他们说一下，下个周末咱们搞一波大的，把4大高校的学生都煽动起来，让市区那些商户知道昨夜不是一次偶然。好的。江琴坐到老板椅上，喝了一口茶，琢磨了一下后期的推广计划。鲍经理那边已经结束了第1轮面试，所有的应试者都会在周3那天统一进行2面，筛选过后，该淘汰的淘汰，该入职的入职，承接社会项目的团队也就差不多组建完成了。但是做地推这件事儿，最重要的是熟悉环境，还要分析各个区域不同的用户特征及习惯。江琴打算把新入职的员工派出去，用有经验的带没经验的，让他们先在市区里跑上3天。当然了，去哪里跑，跑到什么地方，这都是有讲究的。拼团到店签约的那些门店基本都在新鸿大道附近，而中心点就是万众商城。江琴打算把万众当做一个锚点，让他们360度向外辐射，先把周围的市场开拓出来。这个套路其实是推广的惯用套路，因为只有画区域的推广，才能在短时间内造成繁荣景象，才能吸引另外的区域。理论上来讲，这就好像是玩拼图，先把有辨识度的区域拼好，作为一个参照标准去拼接周围的板块，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对了，你们昨天不是去操场凑热闹了吗？腹肌看得怎么样？苏娜的眼睛瞬间一亮，非常好看，我反复观看。石淼淼比较害羞，但也忍不住点头。确实很好看。魏兰兰把话接了过来。腹肌真的很加魅力，但学校又不让光膀子，一般看不太到。不过我觉得最迷人的还是运动型男那种阳光自信的气质。哼，腹肌这么好，你们没去摸摸呀？怎么可能啊，老板，我们又不认识。江琴拍拍自己的肚子，露出自信的微笑。这样吧，你们好好工作，等老板我呢也练出一个8块的出来，到时候给你们排队摸。魏兰兰顿时娇笑一声，先让老板娘摸吧，等老板娘摸够了，我们再摸。小小年纪竟然懂得谦让，兰兰，你很不错。老板娘摸完第一个给你摸，不给苏奈摸。我不稀罕。苏奈一本正经地表示着自己的嫌弃，然后把键盘敲得噼里啪啦的。江琴说干就干，一点也不拖延，找了个垫子就去到了隔壁的207。侧卷腹，仰卧交叉抬腿，屈腿起坐，来回的做，直到大汗淋漓才停止下来。此时校园内的运动员进行曲好像停了，这说明临川大学的春季运动会正式宣告结束。不过巧合的是，江琴刚注意到这一点，下一秒就接到了来存庆的电话。老板，我们科技大要办运动会了，胡主任和张主任亲自上门来拉赞助了，现在正在我旁边。话音刚落，电话里的声音就换成了胡茂林的。江琴，你这个项目我们扶持了那么久，你也该表示表示，回馈一下科技大了吧？江琴擦擦汗，叉着腰开口。主任，你们运动会的项目板、场地护板、环场彩旗，所有横幅全都包圆，而且我还会赞助一批扇子，外加1万块的赞助费。这么干脆？吃水不忘挖井人，我是知恩图报的。
好小子，算我没看错你。胡主任很高兴地挂断了电话，然后江琴就回到了208。兰兰，你去跟外送组的人说一下，让他们组织人手，把操场上的板子和旗帜都收回来，不要浪费啊。科技大有开运动会了，找个时间给他们送过去，就说是咱们赞助他。可是主席台上的 PVC 板和环场的彩旗都印着林大的 logo 啊。没关系， PVC 板重新做一块，旗帜也全都喷漆，然后做新的图案。另外广告扇再定做一批。好的，老板。江琴伸了个懒腰，心说：哎呀，只要你们的运动会不一起开，我他妈一笔赞助能用4次，这就是双赢的2次方。运动会过后，临川的气温开始逐步攀升，夏天的味道悄然而至。学校里的部分女大学生也已经开始露腿，看上去袅袅婷婷，美不胜收。江琴每次吃完早饭都要在食堂门口驻足一段时间，品鉴完美腿，才开始一天的活动。工作、开会、听汇报、写方案、做策划、浏览新闻。当然了，抽空他也得去学个习。而在这段时间内，拼团到店已经完成了2轮的饥饿营销。所谓的饥饿营销，其实就是严格控制着优惠券和套餐券的数量，营造出一种晚1秒亏出血的氛围感，以此来调动大家每天抢券的热情。而且陆飞宇还在知乎论坛里不断的开帖，大规模的搞用户抽奖，连6折都不要，直接免费请你吃大餐，成功把拼团到店搞出了菜市场抢鸡蛋的氛围感。拼团请你吃大餐第1期中奖人，临川大学金融学院高文慧，手机号135尾号25。拼团请你吃大餐第2期中奖人，科技大学计算机系郭子航，手机号178尾号63。拼团请你吃大餐第3期中奖人，理工大学文传系于莎莎，手机号152尾号48。中奖名单公布之后，整个论坛话题里全都是一片哇塞。嘿，快看呐，真的有人中奖了，我也要参加，我他妈运气最好，下一期必定是我。兄弟们，我已经研究出了中奖规律了，明天一个给你们看看。于是经过了铺天盖地的组合拳狂打，抢券和拼团白嫖一度成为了4大高校最为热点的话题。为此，江琴还特地让各个大学的负责人建了 QQ 福利群，配合网站搞抢券倒计时。没多久的功夫，整个大学城市场就已经成为了江琴的形状，说往哪儿捅就往哪儿捅，说把钱花在哪儿就把钱花在哪儿。当然了，抢券只是整个变现过程的第1步，真正的完整变现还是要到店核销。这也让大批量的合作商家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营业高峰。每当江琴剑指某个商家，这个商家必定会高潮迭起，呻吟不断。高潮是因为客人太多了，看着就害怕；呻吟是因为高强度的营业造成的腰酸背痛，真就是痛并快乐着。而在这些商家当中，获益最多的其实就是何义军的万众，因为商城改革已经接近尾声，带着全新面貌归来，正嗷嗷待哺。目前最需要的就是流量。团乐券的大学生每天都来，每天都要聚会，哪怕6折之后的利润并不多，可造成的繁华无疑是最好的营销广告。路边有蚂蚁搬家都能让人看半天，天天有大学生往商城钻，谁能不跟着凑热闹啊？于是在短短5天时间里，万众迅速在附近的商圈火了起来。因为这个地方的都市小白领太多了，而综合购物广场本身就是年轻人的天堂，局势一片大好。周3清晨，太阳把天边的云彩染得一片橘红，但这云彩却兜不住晨曦。
于是散出灿金色的朝霞，流光溢彩，楚楚动人。江琴起了个大早，先做了一遍侧卷腹，又做了一遍仰卧交叉抬腿。我靠，老姜，你干什么呢？你竟然锻炼身体？没事，你起猛了，一切都是幻觉，接着睡吧。深呼吸，深呼吸，头晕是正常的。江琴走过去，伸手抚闭了老曹的眼睛，然后换上衣服从宿舍出来，带着魏兰兰和谭青沿着新鸿大道一路来到了万众商城。尽管不是休息日，也不是购物的高峰时段，但商城里依旧有人在逛，这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历时半年，万众商城终于是完成了破茧重生，华丽归来。江总好，魏主管好，谭主管好。万众一楼的服务台，穿着职业裙的漂亮妹妹亲切地挥着手，微微一笑，还露出2个酒窝。这个前台妹妹是月竹的表妹，性格挺开朗的，每次见到江琴都爱打招呼。晶晶，最近又漂亮了啊！江总真会夸人。江琴咧嘴一笑，觉得偶尔调戏个小姑娘确实能获得很美妙的心情。不过这也分人呐，带魏兰兰、谭青、董文豪他们过来的时候可以，但带苏奈来的时候不行，因为每次苏奈都会问你信不信老板娘打断你的狗腿。女程序员就是直接且暴力，可苏奈偏偏又是个宝藏程序员，离了她真就不行。于是江老板每次都要忍气吞声。江琴收敛微笑，带着魏兰兰和谭青来到了3楼，在位于火锅店旁边的喜田奶茶店门口驻足。这家店面是跟着顶楼的办公室一起装修的，现在已经整备完毕，随时可以营业。房小璇也被他从理工大学调了过来，负责这个店面的运营和培训。他现在已经是喜田的品牌经理和培训讲师了，每个月都能从经手过的奶茶店拿走一部分抽成。这些抽成的比例虽然不多，但是架不住营销额多，所以每个月的工资都特别的香。回想一下去年的这个时候，他还在打着3岁的零工，每结束一份短工就要考虑剩下的钱能撑几天，与现在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老板，您来啦。准备的怎么样了？马上就可以开业了。上次推荐你那几本书看了吗？冯小璇点点头。再看了，但是有点看不懂。江琴微微一笑，没事，知识是有滞后性的，以后遇到事情慢慢就懂了。未来我们要把喜田开到全国去，你得好好学习，免得跟不上脚步。好的，老板，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行，那你先忙，我们到楼上看看。魏兰兰跟在江琴后面，不禁有些好奇。老板，你推荐给小璇的什么书呀？江琴按下电梯层按钮。一些关于经营、演讲和管理类的书籍，不是什么名著，就是最基础的那种。小璇能看懂吗？看不懂也得看，想要不被这个世界淘汰，学习那就是必须的。资本家最擅长的就是放弃一个人。我也想成为资本家，但我不想放弃任何一个。小璇很努力的，你们老板娘很喜欢他，我不希望他掉队。魏兰兰和谭青对视一眼，若有所思的点点头。2分钟后，3人坐着电梯到了顶楼，推开了办公室的门，往里面瞅了一眼。全新的桌椅已经制备齐全，通体纯白，周围还撂着几个没拆封的大箱子，箱子里有打印机、立柜式空调、饮水机、电脑，甚至还有一台家用跑步机。这里面的大部分物品都是从万众商城的仓库里找来的库存，虽然型号老了一些，但好就好在都是全新的。
也算是小小的占了一个便宜。这办公室比我们208更有感觉呀！魏兰兰有些羡慕，江琴转头看了他一眼。毕业了可以直接过来帮我做行政经理，到时候我们可能会有更大的办公室。魏兰兰的眼睛顿时一亮。真的啊？那我可就不考研究生了。老板，你一定要说话算话啊！等您毕业，我还是给您当秘书。他的家庭条件本来就不好，要不然也不可能成为林大兼职社的骨干。对于考研究生这件事儿，家里其实并不是很支持，更希望他毕了业就可以工作，立马减轻家庭的负担。江琴点点头。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考研究生啊，甚至抽空生个孩子都行，公司帮你报销。哎，不过报销归报销啊，你可得签卖身契啊。老板，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可就把自己卖给你了。魏兰兰认真的不行。那就卖吧，卖给我总比卖给外面的人强。208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只要肯卖，我都买了。谭青听完之后立马举手。那我可以吗？江琴毫不犹豫的点点头。参与过项目草创的，或者是各个校区的主管都可以。21世纪最重要的就是人才，我就喜欢招揽人才。老板，你这是在夸我们是人才啊？要不然呢？正说话的功夫，接到了前台通知的月竹已经来到了办公室的门口。哎呀，江总来了，怎么不通知一声啊？江琴咧嘴一笑，哼，万众都快成我家了，闭着眼都能找到路，不用再接待了。啊，那倒也是。不过这句话你别跟老何说，他听了估计又要骂我狗。月竹偷笑一声，然后正色道：啊，对了，来面试的人已经到了，鲍经理让我过来请您。江琴点点头。兰兰和谭青一起过来吧，感受一下真正的面试。好的，老板。面试正式开始，但主导面试的还是鲍文平和月竹，江琴只是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地看着。不过很多面试老油子都能看得出来，每次面试完之后，那个主面试官都要把简历往那个年轻人的旁边推一下，等到那个人点头之后，才会有留与不留的结果。面试老油条心说：这个人面无表情，一定不简单。哼，我他妈面无表情，一定帅到炸。就这样，从早上到下午，通过面试的一共有18个，其中营销策划部12个，商务部6个。说实话，这个人数并不多，但对江琴来说已经够用了，后期再慢慢补充人手就行。而目前最重要的是先把推广的第一步迈出去。面试结束后，应聘的人纷纷离开了万众，有人欢喜，有人忧。找工作就是这样，你看得上的工作未必看得上你，但看得上你的工作你又未必看得上，关键就在于取舍。而江琴则趁着这个时候留在会议室里和4个人开了个小会，布置了一下新团队的后期任务。被招进营销策划部的这12个人其实就是地推的领头羊，他们不需要真的往外跑，真正需要往外跑的其实是江琴通过万众招聘过来的那些日结工。但是作为领头羊，不亲自去可以，却一定要了解区域资源和情况。营销策划部的12个人从入职开始都需要去附近的商圈进行考察，了解区域特征和资源。这件事儿交给岳经理负责安排，兰兰，你负责从旁协助，全天也好，半天也罢，3天之后，我需要他们每个人针对自己负责的区域交上一份不低于2000字的推广计划书，我们以此来挑选组长。另外，商务部也不要闲着，尽可能的去收集附近商户的信息啊。谭青，你以前在拼团推广的时候做过这事儿，就由你和鲍经理进行双面把控。下个周末
拼团到店要再进行一次校内推广，把大学生全部煽动出校门来消费。商务部要瞄准时机，邀请周边商户来万众商城见证这波营业高峰。引诱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他们眼红，然后再邀请他们一起入驻拼团。都听明白了吗？江琴自顾自地说完话，端起茶杯来喝了口水，目光扫向面前的4个女人。最先回答听明白的是魏兰兰和谭青，因为他们2个人已经完全习惯了老板的风格了。老板就喜欢直接下达指令，给你一个起步切入点，再导向一个终点，2点可以连成一条直线，你只需要做个工具人，按照这条线推进任务就可以了。但月竹和鲍文平这种有经验的社会人反而没能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这是他们在江琴的主持下开过的第3次正式会议。第一次是去年的1月份，何总因为改革方向的问题绞尽脑汁，不得已花钱请江琴过来做顾问。那一次开会，江琴并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听大家说完，直接就把他们带到了附近的步行街，让他们自己去转悠。第2次是前几天，一轮面试刚刚开始，鲍文平和月竹向他汇报了一下面试情况。那一次说话最多的是鲍文平，江琴全程都在倾听，还对他们表现得很有礼貌，嘴里不断地说着感谢，还声称他们辛苦了。直到这一次，他们才体会到江琴在商场上到底是什么风格的存在。不是他平时表现的那样吊儿郎当爱开玩笑，也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一出手就是骚套路，分分钟让人脸红心跳。江琴真正的风格就像是被刚刚磨过的快刀，笔直而锋利，告诉你该做什么，该怎么去做，然后让你们立马去做。员工在他手里就仿佛一个只需要执行任务的工具人。更形象一些，员工就是江琴伸向这个社会的触手，由中枢发送指令，无数触手不断协作，绝不停止。这样的模式固然有着极高的效率，但却需要掌权者绝不出错，也需要团队员工的绝对信任和绝对执行。能做到这3点，就算是卖鞋店，估计能赚个盆满钵满。可做生意的人都知道，这3点往往是生意场上最难实现的3点。月竹是最早接触江琴的，却一直不明白一个大学生怎么能用1年的时间把生意做到这个地步。可来完了这个会之后，他貌似能够领悟到一些了。江琴让所有兼职大学生都相信他绝不出错，而他也真的从没犯过错。岳经理、鲍经理，还有什么问题吗？月竹和鲍文平瞬间回过神儿。没有，我们听江总安排就是了。好，那咱们就一起吃个饭吧。江琴一拍桌子站起了身。江总，您不用这么客气的，我们也只不过是做了分内的事。工作归工作，吃饭归吃饭，就算不工作也是要吃饭的。哦对了，把何总还有其他3位经理也一起叫上吧。这次不算生意，就是单纯的聚餐。3分钟后，何义军出现在了办公室门口，一副笑脸盈盈的样子。江总啊，听说你要请客吃饭？江琴微微一笑。最近一段时间辛苦大家了，也麻烦何总了。总是这样白嫖，其实我心里也有点过意不去。这样吧，今天我做东，咱们到3楼的火锅店吃顿饭。何义军满头问号。吃过了火锅之后，江琴和大家摆手告别，带着魏兰兰和谭青离开了万众。嗨，何总您真是太客气了。虽然那家火锅店是他的，但既然是我请客吃饭，那也应该是我来付钱的。谁知道他死活不让，嗨，真是个好人。谭青咳嗽了一声。老板，
您要是真想请客，不应该安排个外面的馆子吗？是吗？哎呀，我只是个大学生，什么都不懂。话刚说完，江琴微微一愣，神色有些惘然的开口：哎，这后面这句话好耳熟啊，你们有谁经常说过吗？魏兰兰愣了一下，没听谁说过呀。咦，我怎么觉得我好像经常听到这句话，仿佛每个字都戳在了我的心口窝子上。江琴自言自语了一阵，有种螳螂捕了蝉，但是忽然发觉好像有只黄雀站在身后的感觉，却没想到黄雀到底是哪位。莫非我在套路别人的时候，有人也想套路我？哼，不可能吧，毕竟我这么聪明。江琴转眼就把这种感觉抛在脑后，然后开车回到了临川大学，先把魏兰兰和谭青送到了宿舍，然后开车去了前广场。他路过的时候见到他家的粉红小电驴了，知道冯南叔肯定在这里。果然，一进门他就看到小富婆坐在柜台前，表情清清冷冷的，正伸出粉嫩的小香舌舔着手里的冰激凌。见到江琴进来，他犹豫了一下，就把舔到一半的冰激凌递了过去。哎呦，多好的朋友啊，吃到了好东西还会分享。但江琴面对诱惑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好朋友是不可以这样的。冯南叔看了一眼自己的冰激凌，江琴，我已经吃了第3个了，再吃就要肚子疼了。知道你还吃。江琴伸手拍了一下他的脑袋，小富婆一脸高冷。我知道错了，可是我下次还敢。江琴伸手接过被他舔圆的冰激凌。行，今天就吃到这儿了，吃不完就丢掉吧，反正又不值几个钱，连这家店都是你的。冯南叔抬起眼眸，清清冷冷地看着他。江琴，不可以浪费食物的。你是不是就想看我吃你的口水啊？不是啊，我什么都不懂。听到这句话，正在吃冰激凌的江琴顿时一愣。靠，我他妈就说这句话很耳熟吧，不知道在哪儿听过。果然啊，这不就是冯南叔的惯用句子吗？谭青说既然要请客吃饭，他就应该去外面找个馆子。他说自己只是个大学生，什么都不懂。但他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吗？胡扯，他只是想坑何义军一顿饭。同理可知，冯南叔压根儿就不是什么都不懂，他就是喜欢和江琴一起吃同一样东西。冯南叔，你在套路我对吧？冯南叔一脸的茫然。江琴，什么叫套路？江琴组织了一下语言。你想让某一个人做一件事情，但是直说的话，这人肯定不做，于是你就用拐弯抹角的方法骗他，这个就叫套路。我还是听不懂。小富婆把目光扭到别处，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听到他的回答，江琴默不作声地吃着2手冰激凌，但是脸上写满了怀疑。傍晚时分，火烧云燃遍天空。刚举办完运动会的操场上又聚集了大批的学生，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散步的散步。208的人在办公室里也待烦了，于是约在一起到操场打扑克。办公室里只留下了苏奈一个人，反锁了房门，偷偷摸摸的不知道在干什么。不过董文豪和陆飞宇这次学精了，要么不打，要么就必须和老板娘在一组，谁劝都不好使。果然连胜了几把之后，2个人乐颠了，跟着老板娘貌似比跟着老板赚的都多呀。可是对组的魏兰兰和谭青不干了，也非得和老板娘一组，否则就不玩了。而江琴就坐在旁边，
一个帅气逼人的大老板，活像个买小富婆赠送的混子，让他觉得非常没有面子。行了，不打，你们玩吧。小富婆，跟我走，不要影响了局势的平衡。那我不玩了。冯南书站起身，把手塞到江琴手里，跟着他哒哒哒的出了操场。5月份的傍晚并不热，所以在路面溜达的人还有不少。经过枫树林，在阴暗的天色下，依稀可以看到好几对情侣抱在一起晃来晃去。小富婆走不动了，拽着江琴看了好一会儿，眼神变得亮晶晶的。看这个干什么？没意思。走，我带你回207。宫崎骏还有一部哈尔移动的城堡也很经典，我陪你去看。哥哥，抱。冯南书打断了他的话，眼眸里像是有水色在荡漾。柔声柔语的一句话在江琴耳边响起，瞬间让他变得一脸愕然。明明清冷的像是月光一样的白富美，怎么说硬硬就硬硬上了呢？他怔怔地看着睫毛纤长、红唇粉润的绝美的小富婆，怀疑是自己听错了。半晌后，忍不住擦了口口水，仍旧是一副傲骨凌风的样子。不行啊，不能抱。你忘了我们是好朋友了吗？这抱一下的话，友情就不纯洁了，很危险的。江琴吓唬他。冯南书一脸的高冷。江琴，好朋友是可以抱的。谁说的？胡扯吗他？这种不负责任的话也可以说得出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江琴气急败坏。可那是你说的。小富婆可怜兮兮地说。我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洗澡的时候你抱我了，还用手机硌我屁股，然后你说好朋友是可以抱的。江琴被噎了一下。话虽然是这么说没错，但是我喂你吃饭，牵你的小手，这都已经很越界了。我再抱你，这不合周礼呀。你还吃我脚。冯南书替他补充了一下。咱们说过不许再提那件事情的。哥哥，抱。江琴眯着眼睛思索了半晌。哎呀，朋友之间抱一下没关系嘛，所以抱一下还是朋友。冯南书严肃认真的点点头。一辈子的好朋友。江琴觉得他在偷换概念，但是又没有证据。好吧，走。傍晚到黑夜的过渡时间其实很短，也就是一转眼的功夫。而且林大的枫树林很茂盛，面积又大，一钻进去就显得幽幽暗暗的，格外的静谧。江琴左拐右拐的找了一个角落，转身把香香软软的小富婆抱进了怀里，然后搂住了她纤细的小蛮腰。冯南书瞬间露出愉悦的小表情，把脑袋埋进她怀里蹭了2下，心里觉得呼呼发烫。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黏着我呢？小富婆轻轻的摇头。我也不知道。江琴沉默了一下，把她搂紧了一些。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对不能告诉高文慧，要不下次不抱你了。知道了。你这次不会又说话不算话吧？算话，但你也得说话算话，下次还抱。冯南书一直把小脸贴在他怀里，声音听起来有点闷闷的，但还是一句话就抓住了重点，机灵的不要不要的。随着天色越来越黑，枫树林的环境也变得愈发的幽静了。小富婆一开始还站得板板正正的，觉得拥抱就是2个人站直了搂在一起，整个人都一本正经到有些傻乎乎的。但慢慢的，她就开始像小猫一样软在了江琴的怀里，简直无师自通。等到天色再黑一些，
来钻小树林的情侣就越来越多了。当然了，人家可不是好朋友，所以玩的招数也比他们俩花。最常见的就是作在一起的那种，看得小富婆跃跃欲试。不过还没等她看过瘾，一只手就捂住了她漂亮的眼眸，顺便把她抱起来，转到了另一个方向。再玩一次啊！江琴愣了一下，玩什么？小富婆把小脸从她怀里露出来，就是抱起来转一下的那个。那个不是玩的，是不让你看不该看的东西。江琴咳嗽了一声。好了，欢乐的时间呢总是短暂的，我感觉差不多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再抱5分钟。江琴低头蹭了一下他微凉的耳朵。痒不痒？小富婆呼呼开心。痒。行了，到此为止，友情差点就变质了，幸好我及时收手。江琴忽然松开手，深呼吸了2下，转身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又迅速翘起2郎腿，把短袖的下摆往下拽了拽。气温上来就是不好，没办法，随身穿了个外套，只能使用时间冷却。大概等了半个多小时吧，江琴觉得松快了一些，立马就牵着小富婆出了枫树林，左拐右拐的给送回到了宿舍，免得他在这里学到太多。然后他也回宿舍，打开电脑看了一集《喜羊羊与灰太狼》。江哥，你昨晚又失眠了吗？第二天一早，周超从床上爬起来，忍不住又问了一句，眼神里写满了好奇。江琴风轻云淡地笑了一声，哼，没有啊，睡得比平时还香呢，一觉到天明。江哥，失眠又不丢人，你怎么还藏着掖着的呀？你睡懵了，要不要我帮你把眼睛闭上？不了。周超把狗头一缩，又钻回了被窝里。江琴一脸嚣张地穿上衣服，开始屈腿起坐。做完之后，摸了摸肚子，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感觉好像比以前硬了一些。与此同时，万众商城顶楼，拼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的12人被编成了6个小组，根据划分好的区域，以万众为中心点，开始做地推前的考察和资料收集。对于一些做过地推的营销老手来说，这些事情做起来还是比较得心应手，但是对于一些经验不多的员工来说，明明是策划项的工作，却要出来跑街，像那种到处拉人的销售一样，这就让他们感到很不理解。尤其是临川的气温逐渐升高，在外面跑一上午真的挺折磨人的。新入职的邓元和张宇跑了没2天，连皮肤都黑了1个度，每天回到出租屋都恨不得立马冲个澡赶紧睡觉。可他们偏偏又不能睡觉，因为资料收集完之后还要来整理，还要整编成推广计划，这种劳累感确实比较让人难受。我就说了，只要是小公司，根本就没有什么既高薪又轻松的工作。舍友梁潇刚刷完牙，看着瘫在沙发上的邓元和张瑜，风凉话又忍不住脱口而出。其实他也参加第1轮面试了，而且也拿到了2轮面试的通知，可知道要做地推工作之后，他立马就放弃了，2面的时候去都没去。开玩笑，我怎么说也是大学生吧，眼见着夏天就要到了，还要出去跑，那不要命吗？岳经理说了，我们只需要跑几天，把周边环境熟悉了就可以了，到时候把策划书写出来，就有日结工人去着手实施。邓元忍不住辩解了一句，现在哪个老板不这么说啊？现在人手不够啊，将来就好了，结果做来做去把人都累趴下了，也没等到以后。岳经理不是我们的老板。邓元忍不住回了一句。梁潇的眉毛顿时一皱，
那你们的老板是谁？还没见过。天哪，老板都不露面，这公司该不会是随时准备要跑路吧？邓源听了忍不住皱眉。不可能的，虽然我们没见过老板，但是岳经理人很好的。人好不好是可以用眼睛看得出来的吗？坏人也不会把坏字写在脸上啊。幸亏我没去参加第二轮。梁霄忍不住拍了拍胸口，做了个心有余悸的表情。章鱼听得都有些烦了。哎，行了行了，反正都入职了，先认认真真的做1个月再说，总得把工资拿到吧。3天之后，周五，营销策划部的12份推广计划书全部上交，由魏兰兰拿回到了208。经过了大家的讨论和研究之后，江琴的面前被摆上了3份策划书，一份是有5年营销经验的资深老营销写的，一份是也做过互联网项目的人写的，还有一份比较特殊，是个叫邓源的应届毕业生写的。至于其他人，基本都有些摸鱼的成分在里面。我们第1轮的地推就先在这几个人负责的区域跑吧，把剩下的9个人整编一下，混入这3个分组。马长龙、海爽和邓源做组长。那个邓源好像很年轻，去年才从学校毕业的。魏兰兰犹豫了一下，江琴愣了一下。都毕业了，那不比我还成熟？这倒也是。所以有志不在年高，年轻人更有拼劲儿。反正又不是让他们亲自去地推，只是让他们负责统筹和协调，所以我更喜欢用年轻人，至少他们认真。但老油条啊，就不好把控了。江琴拍了拍桌上的策划书。另外，这3份策划书写得很不错，每份给500块奖金。好的，老板。下午时分，魏兰兰回到了万众商城，和月竹一起整编了营销策划部的分组，然后又按照江琴的意思发放了3份奖金。其实奖金这个东西有2个作用，一个是奖励被奖励人，一个是激励未被奖励的人。新团队刚组成，凝聚力和向心力不够，但江琴也来不及搞别的套路，就直接发钱了。老话说得好，轻赏之下必有勇夫。不过拿到钱的邓源挺猛的，这就给了500块钱，这也太离谱了吧！最离谱的是，我连1整年的工作经验都还没有，竟然会被选成组长。邓源攥着钱，不禁觉得责任重大，于是叫上了章鱼，又拿着策划书重新跑了一遍自己负责的区域，查漏补缺，直到晚上10点才回到出租房。梁霄和钱乐乐听到开门声，立马关掉了电视，风凉话已经准备了一肚子，但等见到邓源和章鱼的时候，他们却不禁微微一愣。你们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邓源擦了擦汗，把袋子放到桌上。公司发奖金了，我们买了点肉和蔬菜，今晚涮火锅吧，就当是庆祝了。梁霄愣了一下。发奖金？多少？500块。你月工资不是才2000？章鱼知道梁霄这个人的性格有点扭曲，他恨不得所有人过得都不如自己好，见到别人过得好，就觉得是这个世界错了。但是同住一个屋檐下，他也不想撕破脸，于是就拉着邓源进了厨房，不让他们过多交流，免得梁霄又各种找别扭。没过多久，热腾腾的火锅就上桌了，食材也被摆满了饭桌。梁霄一边吃一边郁闷，总觉得自己像丢了500一样。我觉得你们那个公司有问题。你想啊，才上班3天，先发500块，而且你还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怎么可能？钱乐乐点点头。我觉得梁霄说的对，邓源，你要警惕一些，情况不对赶紧辞职。
梁霄听完之后表示十分赞同。可能这500就是鱼饵，别到时候白干了活，工资却拿不到。地推方案形成，营销区域确定，推广小组成立，日结工招聘完毕。刚入夏的6月，拼团到店的地推工作正式开始。无数日结工拿着手里的彩页，通过各种刁钻的方式进入商城周围的写字楼、商业街、酒吧、会展中心以及游泳馆、健身房等年轻人聚集的所在进行地推。因为互联网是年轻人的时尚，能快速接受拼团并产生效果的也是这个群体。既然是做地推，那当然要从最容易的地方开始造势。一束火苗落入水中，最后的结果无疑是熄灭，但落入棉花堆必将会化成凶猛的火场。哎，江哥，你最近怎么天天来上课了？是不是闲得难受啊？江琴正坐在教室里昏昏欲睡，听完后诧异地转头看了一眼任自强。我他妈的是学生，我他妈好好学习是应该的呀！你竟然说我闲得难受，这还有没有王法？这话是这么说没错，但这不像你风格呀。你生意不做了？任自强好奇地问。生意当然要做，不过我是老板，很多事情我都不需要亲自动手，自然会有人替我处理。曹广宇在旁边听得头皮发麻，打开手机备忘录，又记下了这充满装叉味道的名言，打算学以致用。另一边，金融3班的金花们盯着江琴，一整节课都在走神。男神来上课了，嘿呦，简直是奇迹啊！赶紧多看几眼，免得过2天又一消失1个月的那种。果然不出大家所料，江琴第2天就消失了，就好像说学生就该好好学习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他，是狗。而从他消失的那天开始，208的员工也开始请假逃课，纷纷齐聚208，为周末那一波的大学城营销竭尽全力地做着准备。因为拼团到底能不能从大学城无缝衔接到临川市，这个周末将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周末的这次营销呢，大家把万众商城当作靶子，我们要把所有的箭全部射中标靶。接下来我给大家分配任务，松奈对首页进行调增，万众商城的所有门店全部上架。这一次我们不打6折，我们打全场半价。跟大家说，这次我们不赚钱，就是为了交个朋友。兰兰，你和岳经理进行对接，他们商城会在同一时间进行线下营销，和拼团进行连锁互动。文航，你负责统筹其他3所高校的团队，开话题，把活动炒热。飞宇那边继续搞4校抽奖，这一次我们不搞单次，我们搞10次，中奖者可以白吃10次，门店随意选，名额就10个。谭青，活动开始之后呢，你负责统筹商务部，我们要把这次的活动影响力扩散出去，让临川的所有门店都觉得眼红。现在营销开始。江琴说完后拍了一下桌子，208瞬间响起了一阵呼呼啦啦的声音，所有人都在这一瞬间进入了状态，该打电话的打电话，该敲键盘的敲键盘，就好像拼团第一次上线那样，干劲满满。1天之后，4大高校所有论坛用户都被活动帖吸引了进来，展现了极高的讨论度。很多学生看到半价和白痴2个词，不但激动，还一脸的迷惑不解。妈呀，哎呀，6折都够过分的了，现在竟然直接半价，这个做生意的是疯了吧？这半价还能赚到钱吗？最可怕的是白吃啊，还能白吃10次，这谁他妈不想要啊？于是一波又一波的顶帖，一波又一波的抢券，再次掀起了拼团到店的热潮。其实营销活动就是这样，
很多消费者在陷入漩涡的时候都会感到不解，觉得商家这么搞的话根本不赚钱吧，光吆喝能干什么呀？喝西北风吗？但对于真正的生意人来说，钱是最终的目的，并不是每个阶段的绝对目标。如果亏钱就能换到更大的一片市场，那么只要不亏死，没有人会在乎眼前的那点钱的。下午5点多，江琴离开了热火朝天208，来到食堂吃饭。放耳听去，到处都有人在讨论拼团、半价优惠和白吃卡的声音。早就来食堂等着的小富婆伸手对他挥了2下，然后一脸呆萌地看着江琴坐到了旁边。江琴，你们这周又开始搞活动了？高文慧一边吃面一边开口。江琴接过冯南叔递过来的筷子，吃了2口他的面。这是我们针对大学生用户做的最后一次活动了，后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力度，所以你们能参加的赶紧参加。你们搞全场半价真的能赚到钱吗？家里的日子不过了。冯南叔听完后虎住小脸。过。高文慧磕了一下，美得不行，但还是满心疑问。可半价不得亏死吗？到哪儿赚钱？难道那些馆子的成本这么低？江琴伸了个懒腰。哎呀，低肯定低不了那么多，不要忘了还有门面和人工水电的费用。我现在算是贴钱搞活动，但现在亏点钱，那是为了将来赚更多的钱。那能不能暗箱操作一下，就像前2次一样，让我中个奖？高文慧跃跃欲试。你他妈想得美！我扣你工资都来不及，还给你发奖？你替我维护我和冯南叔的坚固友谊了啊？维护了。高文慧大言不惭。江琴呵呵了一声。哼，维护个毛线！你他妈整天给我们2个人火上浇油。谁让你们不坦诚的？我每次磕都不尽兴。你们班多的是小情侣，你非得逮着我们2个好朋友磕什么？江琴这句话说的倒是不假，毕竟大家来到临川大学也已经1年了，该谈恋爱的都已经在谈恋爱了，没谈恋爱的要么是不想找，要么是找不到。金融4班就有好几对小情侣，每天都形影不离的，腻歪的不行。大学嘛，除了学习之外，恋爱就是主旋律了，很少有像江琴这种钻进钱眼里的。不过高文慧觉得那些腻来腻去的恋爱没什么好磕的，还是这种冯不动江不动，冯一动江乱动的爱情比较好磕，即使他们谎称这是友情。小富婆，我跟你说句话，你过来，别让高文慧知道。什么呀？冯南叔凑了过来，漂亮的眼眸里充满了好奇。江琴凑到他耳边低声开口，有一件特别好磕的事情，但我不许你告诉他。行，吃饱了，我回去干活了，拜拜。江琴迈步离开了食堂，而高文慧直接就缠住了小富婆。南叔，他刚才跟你说什么啦？冯南叔傻了一会儿，有些茫然的开口，有一件特别好磕的事情，但他不许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是最好的姐妹。他就是这样说的。冯南叔一脸无辜。高文慧要馋死了。所以是什么特别好磕的事情啊？小富婆穷鼻微皱。他就是说有一件特别好磕的事情，但不许我告诉你。那你偷偷告诉我不行吗？他就只说了这一句。哪一句啊？有一件特别好磕的事情，但不许我告诉你啊。凭什么不能告诉我啊？夜晚，华灯初上，全场的半价券已经销空了2轮，208的所有员工都松了一口大气。与此同时，大批量的学生从4所高校的校门涌出，不约而同地往市区聚集。
搞得趴在路口拉货的出租车都不够用的。而万众商城此时已经灯光全亮，门口竖起了全场半价的 PVC 板，连带着拼团的横幅、立牌，门口还有一堆穿着超短热裤的小姐姐在跳街舞，简直要比过节还要热闹。线上线下的联动，人潮与灯光的呼应，这场营销正在以无比璀璨夺目的方式不断席卷着市区。江琴也随着人潮来到了万众，结果直接被堵在了路口，花了10几分钟才进了地下车库。等他坐电梯到了1楼，密密麻麻的人群已经占满了商城的1层和2层，连他自己看了都觉得头皮发麻，颇有种过年时赶大集的感觉。真的半价吗？半价，但是要去一个叫拼团的网站上抢券才行，用手机 Web 登录就可以了。哎，这些人都是抢了券的吗？对，都是附近的大学生。听说这个活动啊，就是在大学里搞的。我靠，没有券了？今天确实没了，连明天的都卖光了。哎，但是你们可以抢后天的，而且还有机会获得白吃卡，就是可以在这儿白吃10顿饭。兄弟啊，你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啊？没什么，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大学生罢了。江琴作为一个热心的好人，帮好几波凑热闹的路人做了科普，然后不留姓名的挤过人群。如果上一次的6折营销代表的是万众即将开业的预告，那么这一次的全场半价就是这家商场荣誉归来的盛大宣告。不过剥开现象看本质，大家才会发现，这其实是某个团购网站与这家商城的捆绑性营销。这种营销手段并不算高明，但大家还是趋之若鹜。不为别的，就因为上网领个半价券是真的香。与此同时，拼团新成立的商务部带领着周围商圈的商户来到了万众前广场。面对着人山人海的场景，所有人都有种打心底里升起的震撼。消费者在面对汹涌的人潮时，第一反应是这里好热闹啊，让我也看看。而生意人面对汹涌的人潮时，第一反应是这尼玛得赚多少钱啊，我也想蹭蹭。所以商务部就是要借助这种心态，狠狠签下一批市中心的商户，将业务范围向外铺开。各位老板，正如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今夜的万众商城其实就是我们拼团到店的一次整体的营销案例。这是一个全新的团购促销平台，跟传统的团购完全不一样。不同的是，我们的平台所采用的是线上转线下的经营模式，目的就是推动服务零售和商品零售的数字化升级，为消费者带来高品质服务。那么这种全新的经营模式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拼团商务部新上任的组长孙志正站在万众商城的1楼大厅高声询问，哪怕周围的客人来来往往，议论声乱糟糟的，还经常有人不小心撞他一下，他的声音仍旧洪亮而清晰。不过听到他忽然间的提问，正对万众的客流羡慕的要死的商户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表情齐齐一愣。这怎么还有提问环节呢？哎，等会儿，他刚才问的问题是什么来着？正当老板们渐渐露出茫然无措的表情时，孙志高亢的声音再次响起，并用手指指向人群的后方。啊，对的，那个戴帽子的老板说的没错。孙志忽然兴奋地开口，拼团的经营模式好就好在它可以完美的利用线上引流的便利性和网络传播的迅速性，没有时间的门槛，也可以无视空间门槛。就算一辈子跟你的店有缘无分的客人，可能也会在眨眼之间成为你们的顾客。话音落下，老板们恍然大悟的点点头，然后不约而同的回头看去，寻找着他说的那个戴帽子的人。结果看了一圈，秃顶的见了不少，但唯独没有见过戴帽子的。不过那不重要，
因为孙志的话术表演并没有结束，而是在煽动人心的道路上继续推进。各位，你们可以看到，今晚的万众商城人满为患，每家店几乎都是爆满的状态。目测一下，客流量没有1万也有8000。临川市没有任何一个平台或者广告公司能够做到这个地步。我们拼团略微出手，就已经是行业极限。难道大家不心动吗？电视广告费少则几万，多则10几万，电梯广告也差不多，户外广告板就更不用提了。但是今天，我们不要10几万，也不要几万，甚至不要几千，我们拼团为大家提供一次免费入驻的机会，成为拼团的合作商家，一起享用整个临川的蛋糕。万众商城的今夜，就是各位的明天。孙志振臂高呼，引得人群中再次传来一阵骚动。大家都是做生意的，谁不眼红别人门口大排长龙？谁不希望每天都有接待不完的客人呢？万众商城改革了半年，熟客几乎都跑光了，眼看着离倒闭都不远了，结果就因为一次拼团到店的营销，转眼间起死回生。这么疯狂的流量，如果放到自己的店里，那营业额会变得有多么可怕？不心动？鬼才不会心动。好，我已经看到大家心动的心情了，那我就替我们老板再做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今晚当场签约的客户，本周立刻享受第一波拼团首页推广。孙志大手一挥，立马招呼着手底下的业务员拿着合约走了过来，然后开始分别讲解。循循诱导已经完成，无缝衔接过来的套路就是逐个击破。与此同时，在万众商城的2楼边缘，江琴的眉毛忍不住向上一挑，心说：怪不得我家的祖坟在过年的时候忽然冒烟呢，感情我的员工一直在帮我违背祖宗啊。他饶有兴致地看了半晌，对于这个孙志的印象逐渐变得深刻。胆大心细不说，煽动能力还十分超群，我的团队里竟然还能有如此这般的卧龙凤雏。叶经理，麻烦你过来一下。怎么了，江总？月竹踩着高跟鞋走了过来。下面这家伙什么来路？江琴隔空指了指孙志。月竹放眼看了过去。是出什么问题了吗？江琴摆了摆手。没什么问题，就是觉得他的招数挺邪门的，听起来绵里绵气的。那个人叫孙志，是咱们商务部的一个现任组长。他来公司之前是做保健品讲师的，所以在讲话的时候可能喜欢夸大一些。专门骗老头老太太的，怪不得这么有煽动性。这哥们是个人才啊！你们从哪儿挖来的？这样的宝藏男孩还有吗？我可以多接收2个。月珠赶紧摆手解释：哎呦，不是我们挖来的，是他自己找过来的。他说整天给爸妈那种年纪的人推荐毫无功效的保健品，怕有报应会落在亲人身上，所以想换个工作。江琴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手指在栏杆上敲了2下。后期把他当主管培养一下吧。好的，江总。那我要不要叫他上来跟您见一面？不用了，我还是苟着吧，苟着比较有安全感。现在拼团越高调，我就是要越低调。江琴说完话，继续把目光投向了楼下。短短几分钟的功夫，现场就已经有好几个老板心动的不行了。在理清楚拼团到店的合作协议和分成条款之后，他们毫不犹豫的就签了入驻合同。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开酒吧的，有的是开美容院的，还有附近的健身房、写真馆、发型屋、饭馆。有了这些商户的入驻，以万众为代表的市中心就成了一片由点变现、逐渐织成的大网的全新消费区。在这张大网当中，所有的小钱都会流经江琴的口袋。老板，正在此时，谭青也从临川大学来到了万众商城，被包文平带到了2楼。他现在负责的就是商务部的工作对接。谭青，你看到了那个人没有？
他叫孙志，你呢过去找他聊聊，听他汇报一下今晚的工作情况。江琴伸手指了指正在下方不断诱导商户立刻签合约的孙志。谭青说了句明白，然后就跟着鲍文平去了1楼找孙志聊了一下。见到这一幕，商务部的员工们不禁有些诧异，对于谭青的身份也充满了好奇。哎，孙哥怎么跟那个小姑娘聊得这么嗨啊？什么小姑娘？鲍经理说了，这位是谭主管，属于我们的上级领导，是专门对接大老板的。不信你们看他挂着的工牌。听到这句话，众人忍不住看了过去，发现对方的工牌上写了3个数字208。工牌不带拼团 logo， 反而是个数字，这就让那些不知情的员工感到奇怪了。不是我们不都是拼团的员工吗？怎么工牌还不一样啊？这208是什么东西啊？哎呀，那是一串神秘数字。鲍经理说呀，工牌上带着这3个数字的人，都是可以直接面见老板的。有些人呢，还是公司草创时期就加入的元老，让我们见到之后都客气一点。不会吧，这小姑娘看上去好像比我还年轻啊，顶多20岁。妈的，人生的参差感也太强了吧。正当他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的时候，孙志已经带着谭青过来了，主动且热情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组内的成员。谭青挨个跟他们打了个招呼，末了又好奇地问了一句：我刚才好像听见你们在讨论我。啊，是啊，我们都觉得您太年轻了。谭青微微一笑，心说：我年轻不假，因为我大学都还没毕业。不过没毕业是没毕业，可我最起码大3了。我们老板才是怪物呢，今年才大1。你们现在看到的人潮汹涌，门庭若市，其实都是一个大1学生在背后操纵的一场棋局，说出来简直吓死人。想到这儿，谭青忍不住抬头看向了2楼，发现老板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转眼之间，夜色渐深，这场捆绑式的盛大营销终于迎来了落幕。208的人竭尽全力的煽动学生，为万众制造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繁荣。而商务部则借助这次的繁荣，谈下了许多市中心的合约。组合拳精准命中了目标，同时也实现了江琴想要的效果。而随后的几天里，商务部每天都有接待不完的客户，有的是来咨询入住条件的，甚至还有带着钱过来买营销服务的，一个个都积极的不行。另外，策划部的地推工作也开始逐渐深入，目标从公共场所转移到了住宅区，将区域内的各个角落进行覆盖，进一步扩大了拼团到店的用户群体。最有意思的是，万众商城在周末的惊艳亮相，甚至还吸引来了不少当地的媒体，连临川电视台的民生节目都忍不住做了一次报道，还顺便提了一句拼团。沉寂了许久的临川商圈，就像是一潭被搅动的春水，忽然开始变得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今年的临川商宴，我得坐在主桌上，看别人给我倒酒了吧。江琴看着新增用户的数据列表，忍不住露出了一个像是歪嘴龙王一样的表情。沿万众商城向外，拼团的地推就像是石子落入湖心泛起的涟漪，一圈一圈不断外扩。而入驻拼团的商家也开始逐步增多，整个过程都丝滑的不行。当然了，也有一些商家死活不愿意入驻，觉得自己的东西卖了钱那就是自己的，分给别人一成不是多此一举吗？对此，拼团也不强求，因为市区的店大多都是重复的，一条街有2-3家奶茶店的事情并不稀奇。缺了这个还有那个，拼团作为 O2O 平台，绝不会因为缺少一家合作伙伴就干不下去啊！不入驻咱们就活不下去了，笑话！
咱就像以前那样，该做生意就做生意，不求多，那还没有少吗？啊，自己赚了钱，还得分一成给那个老实子的拼团，图什么？现在这些做大生意的，就是恨不得趴在你身上吸血，吃相难看得很。大家千万不要上当。新民街开拉面馆的孟斌正言辞激烈地对邻近的沿街商户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听他这一说，本来打算签约的几家商户顿时就犹豫了。成本是我们自己承担的，货是我们亲手制作的，钱是我们亲手赚到的。你们忽然过来横插一脚，啥也不干，就说我们合作吧，我分你一成营业额。我靠，这他妈跟抢劫有什么区别？你还不如直接说，打开你的收银台，我拿点钱花花，不要反抗，要笑。理清了这个思路之后，周围的商家气急败坏，恨不得把合同撕了擦屁股，说什么也不合作了。孟哥说的对，咱们做咱们的生意，不跟他们合作还能活不下去了。上来就分走咱们一成，太你妈不要脸了！以后再见到拼团的业务员，我啐他们一脸狗屎！新民街的商户们骂骂咧咧的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店，然后又开始了一天辛勤的营业。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发现了，除了对面写字楼里的职工之外，来这条街溜达的散客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少。没错，这条街慢慢开始荒凉了，而相应的，进店消费的人也越来越少。孟兵一开始不以为意，还喊着邻居过来打牌，一打就是一上午。毕竟天气热起来了，人们都不爱出门，对他们来说，生意总会有淡季和旺季，根本无所谓。但渐渐的，人流开始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孟兵开始坐不住了，他丢下了牌搭子，每天都站在街口仔细的观察。结果发现，虽然这条街的散客变少了，但出奇的是，新民街中段的那家2味烤鸭店的客人却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是开着车过来的，到地方之后就直奔烤鸭店，买了一只就转身离开。这家烤鸭店的位置都不如孟兵的拉面馆，就因为签了拼团的合作协议，竟然可是独享一支庞大的客流。孟兵溜达了一上午，最后没忍住，低着头就钻进了烤鸭店，来到了后厨。哎呀，自从我签了拼团的合作协议之后，他们就给了我一波引流和曝光，接过来的客人吃着还不错，给我留了不少好评。前几天的时候，我这家店被打上了临川烤鸭 No.1 的称号。No.1 什么东西啊？孟兵听得一脸疑惑，老梁一脸无语。哎呀， No.1 就是英文的第一，我这家店现在是市区烤鸭店里好评第1名了。哎妈的，做了一辈子的烤鸭了，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艺是第1名，你说神奇不神奇啊？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你的烤鸭是临川第1了。对，所以很多人都慕名而来买我的烤鸭，我每天都烤不上卖的。于是在当天晚上，孟兵从抽屉里翻出了那张拼团商务部李先生的名片，趁着夜黑风高签了合同。果然第一波引流很给力，孟兵一整天都没来得及去凑牌局。但附近的商户也不是傻子，你既没打广告，也没有发传单，生意怎么可能莫名其妙的好了不少。直到拼团商务部的业务员第3次来到这条街进行回访和调查，还给了孟兵一张拼团海报，让他贴在玻璃门上，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哎你妈的，你不让我们入住，你他妈先入住了。孟兵，你心够脏的呀，我啐你一脸狗屎，你信不信？对不住，对不住。哎，各位消消气儿，赚钱嘛，不嫌丢人。孟兵笑嘻嘻的，
一边不要脸的咧开嘴，一边用双手揭开补干胶，把拼团的海报粘在了自家的玻璃门上。就这样，傲骨英风的一条街逐渐开始遍布拼团的广告。到了中午的时候，大太阳天正热呢，新民街对面的写字楼涌出了一批出来找饭吃的小职员。这里面有个孟兵拉面馆的熟客，叫陶旺，今年25岁。经过了拼团的高强度地推之后，陶旺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在使用拼团，说是推广期间经常有优惠券可以领，甚至还有人抽到了白吃卡，痛痛快快的白嫖了1个星期。对此，陶旺嗤之以鼻，他觉得自己属于绝顶聪明又非常清高的那种人，只要不占小便宜，没有人能坑骗得了他，所以他一直坚持不用拼团，直到他交完房租之后开始没钱了，吃面都舍不得加根肠，孟老板就借机开始勾搭他使用拼团。你可以用拼团试试，我们家的面在拼团上便宜2块，我还可以再送你1根烤肠。但是你必须给我打个好评啊！好评有什么用？这是拼团的评价值成长系统，好评越多呢，获得的曝光和客流量就越多了。陶旺犹豫了片刻，看了一下自己钱包里的余钱，于是掏出手机，在 WAP 上注册了一个账号，下了个单。就这一个简单的操作，8块变6块，还多了1根烤肠，简直跟吃了霸王餐一样。妈的，真香！陶旺有点后悔了，要是早用拼团，说不定他还能省点钱去洗个脚。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和陶旺性格相同的人有很多。每当新事物忽然出现，他们总会带着质疑的目光去看待，觉得全世界都想坑自己。但殊不知，所有的新事物在推广期间是最容易被薅羊毛的，而当它真正成长起来并且稳定之后，羊毛反而不容易薅了。就像陶旺这样坚持不占小便宜，觉得自己绝顶聪明，结果错过了半价优惠，错过了6折促销，最后只占到了8折和1根烤肠的便宜。这其实就是拼团在商务洽谈和地推工作中的一个缩影。像这样抵制拼团、了解拼团、打不过并加入拼团的例子比比皆是，每天都要重复上演。而在这个过程中，拼团的好评系统也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首先来说，好评系统的出现确实让消费者能够迅速了解一家店的真实情况，并可以帮助他们进行合理的预判及挑选，给他们节省了不少时间。所以用户的粘性开始增大，对拼团的信任度也逐渐升高。另外一边，商家为了获得更多的流量和曝光，也开始引导客户用拼团下单，不断的积攒好评。部分商家为了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甚至对店铺进行了升级，还设计了调查问卷。这就是可循环的良性发展。商户在升级服务，而消费者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做高品质。拼团到店的形象日益增大，就像是春天的野火，在大风天越烧越红火。邓源这几天又拿到了1500的奖金，连张宇也拿到了1000块的奖金。2个小姐妹再一次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到了出租屋，有的是自己用的，有的是给家里添置的。他们下午还在万众买了新衣服，1人1套。另外，邓源家境不好，手里的诺基亚已经用了5年了，这次也是咬咬牙换了一个新的。见到这幕，梁潇和钱乐乐的脸色非常的不好看。又拿奖金了？多少？邓源换掉鞋之后走进了客厅。这次发了1500，张宇也发了1000。钱乐乐张大了嘴巴。你们干了什么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奖金？
我们在做地推，奖金是按照新用户数量发放的。你这个月光奖金就拿了2000了？邓源点点头。我们刚刚推完了一整个商圈，这是阶段性奖励，然后我们就要去跑下一个商圈了。下一个商圈跑完之后，可能还会有。梁潇越听心里越不舒服。我明明查过了，你们那个拼团天天搞优惠，根本赚不到钱，老板还大手大脚的给你们发奖金，真不担心倒闭吗？张宇此时也走进了客厅，微微一笑。会不会倒闭是老板要考虑的事情，而我们现在最需要考虑的是周末去哪里玩。玩？我和东源手里有钱啦，打算去外面玩2天。咱们下周一见啦。张一说起话来柔声细语的，但对梁潇来说简直比刀子还锋利。凭什么呀？邓源他们没有被骗也就算了，怎么还一天到晚的拿奖金？那明明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啊！梁潇气得不行，晚饭都吃不下去了，阴沉着脸就回到了房间，开始狂找工作。周四的清晨，在金融学院 A 区706，盯完了第一轮地推的江琴重新回归课堂，目光炯炯地盯着黑板，又记下了一个非常没有卵用的知识点。谁能想到，一个在市中心呼风唤雨的绝世帅逼大老板，背地里其实是一个在大学教室里好好学习的傻缺大学生呢？江琴露出龙王微笑，并风轻云淡地拿起笔，刷刷2下，在课本上画了一个丁老头。学会学不会不重要，但气势必须要足。就这样，下午的4节课匆匆流逝，江琴又开始觉得自己满腹经纶了。等到下课声响起，3班的人没有着急离开，而是在蒋田的组织下开了个班会，研究了一下周末出游的事情。因为还有1个月的时间，大一就要结束了，3班还从没有正儿八经的搞过集体活动，连班费都有一大半没有花掉，所以大家出去玩的意愿都比较强烈。班长，咱们一起去海边踏浪吧，到时候大家都穿泳衣啊。男生们蠢蠢欲动，脑子里全都是胸部和大腿。海边？别开玩笑了，临川离最近的海边都有100多公里呢，周末就2天的时间，一来一回，干脆全浪费在路上算了。女生们翻着白眼，直接堵死了去海边的可能。江琴，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蒋田看着讲台下的江琴，下意识就觉得她的意见很重要。最关键的是，班里的其他人好像也是这么觉得的，所以全都静了下来，等他给出一个决定。我没什么想去的地方，你们决定吧，去哪都行。我这个人很随意的，没什么太多的讲究。江琴不喜欢替别人做决定，所以就把选择的权利交还给了大家。蒋田听完后抿了一下嘴，那就由我来提供个方案吧。听说西郊那边有个农家乐不错，可以自己做饭、钓鱼，还能爬山。村子最里面还有一棵100年姻缘树，听说特别灵验。你们觉得怎么样？江琴瞬间屏住了呼吸。我觉得农家乐还是不要去了，姻缘树都是封建迷信，不符合咱们大学生的气质。刚刚还说哪里都可以，转头又开始指手画脚，真是又当又立。庄臣面色不善地嘀咕了一声，虽然是骂骂咧咧的语气，但音量却非常小。其实去西郊农家乐玩是他私下拜托蒋田的，因为他和简纯的关系一直得不到突破，甚至还有点渐渐疏远的迹象，所以他想带简纯到姻缘树上挂个牌，求月老保佑。蒋田说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只要大家说可以那就行。本来班里的同学都没有意见，庄臣还以为这事儿要成，谁知道江琴忽然就出来插一脚啊！他果然是在处心积虑地针对我。
庄臣咬牙切齿的用锋利的目光从后面狠狠地捅刺着江琴的后背。当被注视太久，或者被充满恶意的目光紧盯着的时候，人其实都会有第六感的。就像此时的江琴，下意识就转过了头，眉心紧皱地看向了庄臣。见到这一幕，庄臣的表情立马一变，赶紧把目光移开，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不服归不服，和怂不怂不冲突。随后众人又讨论了10几分钟，但还是没能讨论出一个具体的结果，因为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想用一个选项满足所有人确实很难。蒋田不想再占用大家太多的课余时间，于是就宣布散会，让有想法的同学到群里去提意见。班长，周末出去玩的时候能带家属吗？临走的时候，曹广宇忽然举手发问。蒋田点了点头。当然可以，不过费用还是要出的。我们这次出行要以人数进行 AA， 你要带人的话，就要把他的份子一起出了。曹广宇嘴一撇，那没问题，我富二代。江琴闻声转过头。哎，丁雪不是天天忙着考研的事儿吗？还有功夫跟你出去玩？人又不是机器，光学习也不行啊。丁雪答应我了，这周开始好好陪我。牛啊，老曹，谈个恋爱还得预约。曹广宇不理江琴的调笑。我谈恋爱预约，你谈恋爱还他妈自欺欺人呢，我都不笑你，你有什么资格笑我？然后他把课本塞到周超的怀里，着急忙慌的就跑出去约会了。见状，江琴也把画满了丁老头的课本塞给了任自强，打算先去他208听一下工作进展的汇报。不过他的屁股刚抬起来，手机就传来一阵嗡嗡的声音。打开一看，是小富婆的 QQ 消息。江琴，6。不六，今天忙得很，你自己骑电动车溜达吧。哥哥，我的小粉坏了。江琴买电动车的时候考虑过安全问题，所以买的是最贵的那款。按道理来说，应该不会坏得那么快才对。他带着疑惑来到金融学院的女生宿舍，发现小富婆已经在楼下等他了。今天的小富婆是黑丝款的，上身穿了一件蕾丝绣的雪纺衫，下面搭了一件黑色的百褶裙，修长而匀称双腿黑色丝袜包裹着，搭配一双系带的小皮鞋，看上去又纯又玉。而那辆粉色小电动就停在他的前面，看上去还是崭新的，没有一点的磕碰。哪坏了？冯南叔指了指车头。拧开钥匙之后没有反应了。江琴伸手检查了一下电瓶接口。没坏，只是接口没插紧，电路没办法供电。哦，不对啊，我记得我充完电送回来的时候是插紧的，而且卡扣也被我锁死了。如果没人掰掉卡扣，它不可能自己松动啊。江琴说完话，用怀疑的目光看向冯南叔，发现他忽然变得有些紧张。你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我把小粉借给高文慧骑过。小富婆一脸高冷的开口，眼神不自然地瞥向别处。我就知道他不可能自己脱落，可恶的高文慧，下次不许借他骑。江琴又伸手把电瓶接口拔出来。给你演示一次啊，下次如果不供电，就把它往里面插一下，然后把这金属卡扣搬回来，看懂了吗？冯南叔严肃地眯起眼睛。江琴，我有点傻，你再教我2遍。不是，怎么会傻成这样啊？就这么简单的操作还得学2遍？我就是这么傻傻的，看着有点聪明，但其实一点也不聪明。江琴又给他演示了2次。学会了吗？冯南叔点点头。学会了，哥哥棒。这2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但是今天还没有报。江琴觉得冯南书就是那种没有自制力的人，什么事儿只要试过一次就会上瘾。以前是叫哥哥上瘾，后来是牵手上瘾，现在变成了被抱上瘾。现在天还没黑呢，枫树林也不见得有多暗，光天化日之下，他竟然就想挨抱了。好朋友，你这么不在意世俗的眼光吗？江琴觉得，要不是因为自己今天心情好，肯定要狠狠拒绝他。不过来到了枫树林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想的太简单了。冯南书今天穿的是薄薄的小裙子，里面只有一件打底裤，而且他还想坐在自己腿上。江琴坐到步行道边的椅子上，把小富婆抱在怀里，拥着她香香软软的身体，闻着那清新淡雅的体香，发现自己根本顶不住。他只能摸出手机，用听魏兰兰汇报工作的方式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冯南书也乖得不行，就静静地侧坐在他的腿上，两只手臂轻轻地搂着他的脖子，然后下巴放在他的肩头，明亮的眼睛不断地看着四周的景色。老板，市中心的区域大概推广完了，下一步我们打算先拿下东区，因为东区距离大学城比较近，这样可以互相联动一下。那就按照这方向推进吧。还有一件事，商务部那边给谭青反映了一下，说最近有几个机构想跟咱们合作，大概就是投资方向的合作。合作不着急，投资更不急，先和他们虚以为仪啊，拖到下半年再说。到了下半年我自有安排。好的，老板。江琴忽然深吸一口气儿，悄咪咪地凑到小富婆的耳边：不许乱蹭，我的手机在口袋里晕车了，容易吐。老板，你在坐车呀？魏兰兰的声音从对面传来。江琴深吸一口气：没有，你们老板娘在坐车呢，一点也不老实。好吧，那你赶紧陪老板娘吧，我就不打扰了。去吧。江琴挂断电话，忽然就看到了冯南书疑问的眼神。怎么了？冯南书轻轻摇头，眼眸明亮地看着他。没事，再抱一会儿。那我看看还能给谁打个电话吧。江琴开始翻找通讯录，一个个的拨了出去。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周超、任自强、苏奈、董文豪、蒋婷、宋晴晴和简纯分别都接到了他用来转移注意力的电话，就连庄晨都接到了。听着江琴语气冰冷地问他打算去哪里游玩，庄晨顿时气得咬牙切齿。妈的，江琴果然在针对我。我说了要去西郊农家乐，被他否决了，他还特地打电话过来问我想去哪。操，真他妈嚣张啊！这个世界还有你妈的王法吗？电话打了一圈，实在没什么好打的了。江琴把手机放在椅子上，伸手环住了冯南书纤细的小腰，抱着他香软的身体，细嗅着他身上淡雅宜人的香气。怀里坐了个乖巧的白富美，时不时他还会像猫一样蹭你两下。不胡思乱想是不可能的，这让江琴忍不住回忆起青葱岁月的高中时代。那时候的小富婆明明是闻名全校的高冷女神，身上带着神秘又高贵的气质，不说话也不爱笑，跟怀里的这只一点也不一样啊。可谁会想到，真正的她其实软萌的不行，又有点傻乎乎的，喜欢叫哥哥，喜欢被牵着，还喜欢往怀里钻。反差真的是这世界上最美的东西。江琴伸手捋开她柔顺的长发，从侧面盯着小富婆，静静欣赏着触手可及的美色。被盯了好几分钟之后，冯南书忍不住坐直了身体，傻傻地看他了一眼，白皙而柔净的脸颊微微变得有些粉红。你脸红什么？
我没有脸红。冯南书冷酷的像个没有表情的杀手，整个人又钻回江琴怀里，蜷缩成了一团，手臂顺势搂住他的脖子，软得像是没有骨头。江琴把脸凑过去，想在他粉润的脸颊上咬上一口，把城南高中里数千少男的美好青春给咬哭。但试探半晌，江琴还是克制住了。妈的，咬了就完蛋了，小富婆还不得天天哥哥咬哥哥咬，到时候拿什么来顶啊？难道拿底线吗？我那可怜的底线其实早已经被英英穿了，上面千疮百孔，仿佛是电视剧里那种年久失修的断桥，这儿缺一块，那儿缺一块。江琴，有虫子咬我脚了。冯南书坐到他怀里之后，就把小皮鞋脱了，黑丝小脚搭在椅子上，透过薄薄的丝袜，能看到可爱圆润的脚趾头。此时的他忽然把脚蜷了回来，声音有些可怜兮兮的，听上去很像是撒娇，但他表情又清清冷冷的，看不出撒娇的味道，只能看出他很严肃，应该是真的被虫子咬了脚。江琴听完之后气得不行，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虎口夺食的虫子，还他妈讲不讲江湖道义？我这个人也不是护食，但你也不能不问主人就自作主张啊！看清楚了吗？什么样的虫子？黑色的，像蚂蚁一样，但是会飞。冯南书仔细描述了一下，江琴的眼神变得越发严肃起来。据我所知啊，那样的虫子应该有毒，不赶紧处理会发炎的。走，我找个地方先给你吸毒。江琴，你骗我，你又想吃好东西了。小富婆聪明的不行。哼，你还挺机灵的。江琴咂咂嘴，忽然起身往上坐了一下，摆出了一个要起身的状态。冯南书还以为今天的好朋友报又要到此为止了，眼神瞬间变得严肃，想要再应上5分钟。但是他发现他只是调整了一下坐姿，调整完之后又把他抱在了怀里。小富婆呼呼满足，眼神变得亮亮的。她真的是无比喜欢黏着江琴，就像高文慧说的那样，她真是恨不得变成个挂件，被江琴拴在腰带上。渐渐的，天色黑了下来，对面的前广场变得非常热闹，就算隔着3条林间步行道，熙熙攘攘的声音还是清晰可闻。江琴甚至能看到喜田，同时也能看到摩肩擦踵的人影。不行，下次再抱他的时候还得往里一点，这要是被那个高文慧那个科学家给看到，有嘴都狡辩不清。不过当前广场的人开始变多的同时，枫树林的小情侣也开始变多了起来。旁边就一对，参照着江琴和冯南书的姿势，也是男生坐在椅子上，把女孩抱在怀里。见到这一幕，江琴忍不住啧了一声。其实很多人的大学时代都会遇到一个喜欢坐在自己怀里的女孩，然后慢慢变成最美时光的代表，铭记于心，成为一场美梦般的存在。只是江琴怎么也想不到，被自己抱着的女孩会是冯南书。正在此时，小富婆的手机忽然开始震动，然后她捡起自己的包包，掏出来看了一眼。打电话来的那个人是江琴的亲妈，于是她转头给在江琴的眼前晃了一下。开免提，我听听你们平时在聊什么。冯南书听话地按下了免提，就听见袁有琴充满慈爱的声音响起：南叔呀，吃晚饭了没有？阿姨，我吃完了。小富婆满眼愉悦。江琴呐，那臭小子干嘛呢？有没有带你出去玩啊？冯南书想了一下，江琴在我屁股底下。江琴听完后瞬间睁大了眼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捂住了他的粉润小嘴，心说：
你可真是什么都敢说呀！知道你又傻又实诚，但话可不是这么说的。他在哪里？袁有琴的脑子转了半天，也没有明白这句话。他们那个年代的男女相处，都是最含蓄、最拐弯抹角的，根本理解不了这是什么操作呀。江琴忍不住开口：“妈，我和冯南叔聊天呢，他嘴瓢了，那不是重点。”啊，正好你也在，有件事我通知你一下。你对面的三舅老爷的堂弟的三闺女，你还记得吗？他开了个家具城，最近倒闭了，有一批库存要半价处理，我给你换了个双人床。江琴人听完之后一脸问号：“妈，您别骗我了，你说的那个人是我三姨吧？住和泰家园那个，他家哪里是开家具城的？不是卖花鸟鱼的吗？”袁有琴沉默了一下，说这么绕你也能听出来。其实啊，你还有另一个三舅老爷也住在和泰，他家是开家具城的，以前来过咱家一次，你那时候年纪小，可能不记得了。我怎么那么不信呢？你小时候还说我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呢。管你信不信，换了大床多好，睡起来还舒服，对不对啊，南叔？小富婆明知道江琴的妈妈看不见，但还是乖巧点头。对，大床舒服。袁有琴得意地笑了一声。你暑假一定来我们家玩啊！江琴不让我去。他敢。接下来的几分钟，袁有琴一直在和冯南叔讲话，无视江琴的各种发言。江老板无聊得很，但抱着冯南叔又哪里都去不了，只能把玩他的黑丝小脚。电话挂断之后，夜就已经深了。江琴的手机一直在叮叮咚咚的响。三班的班级群正因为周末出游聊得热火朝天，有人想去爬山，但有人不愿意。爬山什么的，基本就是累死累活，还玩不痛快。于是有人说去附近的一个商业古城，据说那个古城历史悠久，从建成到现在已经足足有2年，里面还有个摩天轮。可是商业性质的景点，光酒店就贵出天际，完全不在学生的承受范围之内。商量来商量去，大家还是觉得西郊农家乐是最好的选择。第一，是因为那里的住宿便宜，还有大通铺；第二，就是那里的游玩项目比较多，你可以爬山，也可以钓鱼，旁边还有个水果采摘园。确定能带家属去是吧？我已经跟我女朋友说了。曹广宇的账号又在群里蹦跶了出来，腹肌男的头像骚得不行。见状，江琴看向怀里抱着的小富婆：“你们班组织出游了吗？就像咱们上次团建那样。”没有。冯南叔摇摇头：“我们班这周末要出去玩，你想不想跟我去？他们说，可以带好朋友。”江琴，我要跟你出去玩。小富婆开心地晃了2下。哎呀，不许晃！江琴屏住呼吸，冷静许久，这才伸手打了一行字发到群里：“既然别的地方都不合适，那就去西郊农家乐吧，我没意见。”其实3班的人都想去农家乐玩，听到江琴这么说，立马就有人开始随声附和。于是3班的出游计划就定在了农家乐。蒋田也开始在群里发言：“带家属的同学请提前报备一下，我要整理名单，顺便提前订好车和房间。”我男朋友林红，我男朋友随振东，我女朋友邵真真，我女朋友滴血，我好朋友冯南叔。老姜，你家冯南叔怀孕了吗？怎么比别人多个字啊？老曹，你信不信我有办法在咱们班出去玩的时候，用3句话让你请全班人吃饭？对不起老姜，我嘴贱。
你不要放在心上啊。曹哥，全班人都在看着呢，别怂。哎，江哥当着这么多人不给你面子，要是我的话，我肯定忍不了啊，真忍不了。你懂个屁呀！严格来说，好朋友也算是家属。古代就有朋友入家谱的案例嘛，你们纯粹孤陋寡闻。江琴看着群里的聊天记录，狠狠地啐了一口，然后看向了冯南书。推，好了，抱了快1个小时了，该下来了吧？冯南书听完后又抱紧了他的脖子。啊，不下去，不下去，还要再抱一会儿。好朋友之间的拥抱不能超过1个小时，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再抱下去就越界了。入夜，星斗漫天，冯南书从江琴的怀里站起来，明显没被抱够，牵手回去的时候还一直往前贴，差点把腿脚灵活的江大官人给绊倒。等江琴回过头问他是不是想被打屁股，他又一脸高冷的，仿佛一个木有感情的冰山美女，表示他很傻，而且很冷酷，而且很傻。小富婆眯着眼睛默默地念叨着，然后牵着江琴哒哒哒地跑过了学校的马路。枫树林入口的正对面就是学院超市，此时的蒋志花正在卖货，不经意间就发现了迎面而来的冯南书和江琴，于是立马热情亲切地招手，两只眼仿佛看到了钱一样烁烁放光。带着他家小软肋的江总，那是江总吗？那简直就是嗷嗷待宰的羔羊啊！江总，好久不见了，来店里逛逛吧，我们家有新到的情侣抱枕。好的，蒋老板，你等我把他送回去，再回来好好逛一逛。江琴热情回应，蒋志花的脸色立马一变。江总啊，只有你自己的话呢，就不用来了。那哪成啊，都好久不见了，我肯定是要逛一逛的，免得蒋老板整天惦记我。江琴把冯南书送回宿舍之后，果然没有食言，转身就来到了学院超市，东瞅瞅西看看。每次在某个商品前停下脚步，蒋老板都会心惊肉跳的不行。没带软肋的江琴，那是江总吗？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白嫖怪啊！不过江琴这次确实没下狠手，只是嫖了一瓶风油精就罢手了。蒋老板，风油精多少钱啊？江总喜欢就拿去吧，钱就算了。枫树林靠近望月湖，由于水系发达，而且草丛密布，所以周边的蚊子特别多。江琴的小腿上被咬的全是小红疙瘩。等回到宿舍之后，江琴换上拖鞋，把风油精倒进掌心一顿揉搓，给任子强和周超看得目瞪口呆。哎呦我去，江哥，你这是去蚊子窝里玩了？是啊，被一只香香软软的蚊子用小屁股给叮肿了，半天都消不下去。周超和任子强对视一眼，香香软软是什么品种的蚊子呀？另外用屁股叮人的是尼玛蜜蜂，不是蚊子吧？难道江哥这一腿的红疙瘩是因为捅了马蜂窝？正在此时，曹广宇也推门进来，小腿上全都是江琴同款的小红疙瘩。两个人对视了一眼，老曹率先开口：我就说那两个在枫树林抱在一起的像是你和冯南书，丁雪还说不是，没想到果然是吧。江琴继续抹着风油精。不好意思啊，我一下午都在创业基地，你看错了吗？胡扯，除了枫树林，哪里的蚊子能多到把你腿咬成这样啊？哼，怎么就枫树林配有蚊子啊？枫树林靠近望月湖啊，那蚊子的幼虫叫孑孓，就喜欢生存在水系发达的地方。如果不是枫树林，你的腿肯定不会被咬这么多吧？哎，你还有风油精啊？给我用用。妈的，你够博学的呀，还知道孑孓？要不你下楼找个草药抹抹吧，我这风油精不适合你。哎呀呀，那个狗才会去路边找草药，你别以为我不懂。江琴伸手把风油精的盖子递给他，
然后上床开始做侧卷腹、仰卧交叉抬腿和屈腿起坐。他今天好像憋了一股火似的，做起动作来咔咔带劲儿。等到做完之后，他扯了个毛巾去了洗手间，洗洗脸出来，翻身上床，开始和舍友闲聊了起来。马上就是周末了，出游地点也定好了，他们讨论的话题当然是和出游有关的。任子强说自己做饭的手艺不错，到时候小露一手，保证班里的女生嗷嗷尖叫。周超说他水性很不错，下水就能扬花，到时候潜入湖里捞个鱼给任子强做菜用。浪里白条的身姿，保证让女生们看得内心燥热。而江琴则愣愣地看着天花板，脑子里全都是冯南书小屁股的触感，最后实在忍不住，又下来嗷嗷做了几个俯卧撑。啊，江哥，你最近怎么一直在做运动啊？江琴深吸一口气，起身拍拍手。老爷们儿还是应该有点腹肌的。你想想，如果你下湖捞鱼，湿漉漉的走回来，露着腹肌提着鱼，女生们还不爱你爱的要死啊？或者任子强做大锅菜的时候一脱衣服，汗水流到腹肌上，那潘秀还不得倒过来舔你啊？周超和任子强听完之后瞬间代入了。我靠，哎，那我现在练还来得及吗？够呛。所以老话说的对，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的马甲线指日可待。你不是练腹肌吗？那和马甲线不是一个东西吧？江琴看他们一眼，露出个高深莫测的微笑，翻身上床，然后拿着手机看了一眼 QQ 群。对于周末出游的事情，大家还在群里热火朝天的讨论着，有说晚上搞个篝火宴的，有说要表演节目的，有说要组队搓麻将的。另外还有人说这个月份的蚊子太多，紫外线强烈，要带好风油精和防晒霜的。江琴随手在群里打了一行字，最好再买点碘伏和创可贴备用。对，江琴说的对啊，为了预防有人受伤，碘伏和创可贴是一定要有的。不是预防，是一定会有人受伤。曹广宇此时也看着群，忍不住转头看他一眼。老江，为什么一定会有人受伤？江琴装模作样的掐掐手指。我算了一下，你肯定会受伤，庄晨呢肯定会受伤，陆天是不是也有女朋友？那他肯定也会受伤，而且你们的受伤位置大概率是脚踝。你会算命？胡扯，一听就是胡扯。打赌吗？一顿晚饭。赌就赌。江琴微微一笑，心说这顿饭妥了。第二天一早，晨曦洒落，晴空万里，不见云彩。董文豪和陆飞宇给挂在墙上的空调擦了擦灰，打算迎接即将到来的盛夏。悠悠的凉风吹在脸上，顿时让人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江琴来到了208，感受着迎面的凉爽，忍不住一乐。张校长支援的空调还真是不错呀。是啊，老板，空调就是比风扇给力。行了，先别管空调的事儿，我来安排一下咱们后期的工作任务啊。江琴拍拍手，把节奏带入了正题。目前市区的地推工作已经进入了第2阶段，推广方向开始整体向东偏移，1周之后就能和大学城串联起来，到时候业务范围扩大到3、4倍，不出1个月，临川的大部分市场就能吃干抹净。到那个时候，跨省推广就要提上日程了。在拼团走出大学校门的时候，江琴把最初的那套组合拳拆开，去掉了2个环节，一个是校花比赛，一个是知乎引流。等到了跨省阶段，他打算把这2个环节重新加入进来。为此，苏奈的技术组需要对网站进行升级，利用6度空间理论
提高网站的社交属性。如果每隔6个人就可以随意认识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那么知乎在理论上就可以连入任何一所大学。他准备先连入学籍系统，优化分享功能，简化视频上传的步骤，让知乎迅速进入省外的大学，然后扩大流量池。就像菌类在繁衍的时候会利用风送出自己的孢子，让它散落在土地上生根发芽。对江琴来说，知乎就像是那颗菌子，互联网就是风，而内容分享就是可以乘风乱飞的孢子。一些有创作力、有分享欲的博主可以先培养起来，为网站的后期引流做出足够新鲜且多的内容。比如，我平平无奇曹少爷，不管走到全国哪一所大学，那都是可以让人气得牙根痒痒的装叉饭。再比如张子萱，那日常照不管在哪里都嘎嘎带劲啊。另外，江琴还有计划要和新闻网站进行合作，引入社会热点话题，做一个类似于微博热搜的榜单，增加用户粘性。当然了，这都是他对于后期方向的暂定计划，真正的发展还是要脚踏实地的来。江琴提前把计划的简化版说出来，其实也是先给大家一些准备时间。老板，难道等全市推广完毕之后，我们就要到省外的大学去搞校花比赛吗？这个人力成本是不是有点高了？不，我们跨省的校花比赛就不做线下活动，只做线上。虽然效果会差很多，但也不是没有用。魏兰兰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可是我们拼团的收款要怎么办？难道还要耗费大量人力去省外线下收款？没关系，拼团的业务暂时不向外推，先在临川藏着，所以大家不用过早的考虑这事。江琴抿了一下嘴角，继续解释。跨省推广还是要以知乎为主体，目的是为了扩大流量池，铺开渠道。前期还是赚点广告费，就像咱们一开始玩的那套一样，只不过场地从临川换到了全国。谭青皱了一下眉头。可是想把拼团推到省外，支付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啊，大家先不用考虑，等到明年支付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到时候流量池也养起来了，咱们又有钱又有流量，什么搞不起来？到时候全国开花，人均奔驰宝马。听到这句话，魏兰兰和谭青对视一眼，总感觉老板像是会算卦一样，好像早就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后期发展计划说完了，你们还有什么要跟我反馈的吗？江琴的目光扫过了208的众人。老板，营销部那边的人手好像不太够了，虽然我们的社会招聘没有停，但远水还是解不了近渴。魏兰兰把鲍文平那边反馈过来的问题说了一下。营销策划部一共才招聘了12个人，随着推广范围的增大，人手不够是个必然会面临的问题。想保证推广节奏不变，这个部门就必须再增加一些人手。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解决吧。江琴说完话之后，拍拍桌子，你们继续在办公室吹空调，享受着迎面而来的清凉。可怜你们帅惨了的老板，却要顶着大太阳，替你们的幸福未来去外面的大街上冲锋陷阵了。苏奈一脸严肃地推了一下眼镜。老板，你真不要脸，请搞清楚是谁在为谁打工好吗？你也可以看成是我在为你们所有人打工啊，这样你工作起来会更带劲儿一些。可恶，有些老板就是这样，一点都没有边界感，才导致生意越做越大。魏兰兰还以为苏奈要诅咒老板破产，结果最后一句峰回路转，差点被骚断了腰。江琴此时已经离开了创业基地，来到了市中心，然后把车找地方一停，沿着猩红大道哐哐乱逛。他这次过来其实是对市中心这片已推广区域进行验收的，
做老板的虽然无时无刻不在把控着公司发展的大方向，但原则上是不可以脱离基层的。实地验收也是获取市场最前沿的直观反馈。妈的，好热呀！江琴走到一处超市门口，忍不住买了个冰可乐喝喝。刚入盛夏，骄阳似火，周围的路人都是贴着街边的阴凉行走的，来往之间步履匆匆。这样的天气对于拼团到店的推广其实是有好处的，因为室外的气温高，待不住，想要消费的人不可能边逛街边找店，所以在线查找周边商户及服务就成为了最好的选择。你看中了一家店，想去消费，而拼团的套餐比线下要便宜，还有真实评论帮你避坑，谁会拒绝呢？江琴沿着阴凉继续往前走，拐弯抹角的来到金苹果社区后面的商业街。经过了一轮疯狂的推广之后，这条街现在已经变成了拼团的形状，挨家挨户的门脸上都贴着拼团到店的优惠海报。这些商户现在既是拼团的合作方和生产力，同时也是拼团的宣传员。江琴随便找了个店进去，点了一份黄焖鸡米饭，刚坐下就看到对面的墙上贴着一行大字：拼团下单给5星好评送茶叶蛋或者烤肠。哎，小伙子，给我点个好评吧。这个是送给你的烤肠。老板，你这样做生意不亏吗？不亏呀，好评数一多，我的店铺展示就能出现在首页，亏着块8毛的多10几个客人，可能会赚得更多呀。江琴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直呼老板聪明啊，拥有这种经商思路一定能发大财。然后开始低头干饭，含泪从这份15块的黄焖鸡里赚走了1块5的分成，还嫖了一根烤肠。等把周围的街面逛完之后，江琴又开车来到临川理工大学，解决营销部人手短缺的问题。社会招聘的速度太慢，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从大学城调现有的兼职员工过去帮忙。拼团的推广逐渐开始向东转移，在直线距离上更加靠近理工大学，所以理工大团队是首选。他想让两边的员工进行一次双向合作。毕竟在拼团到店的2次营销结束之后，各高校的团队全都闲下来了，尤其是市场组的兼职员工，在不需要跑商户的情况下，并没有太多的工作，也就腾出了不少的时间。江琴不是喜欢对劳动力进行极限剥削的资本家，但花钱养闲人也不是他的作风。10分钟后，负责理工大学的陈安华和从义匆匆赶来，进入到了喜甜奶茶店。拼团的地推已经到东区了，你们就以商业街为起点，支援营销部。从义学姐带市场组去跑商户，老陈，你呢就带着剩下的人进行合作地推。另外，因为学校和社会的推广有很大的区别，在这一点上呢，营销部的经验比较丰富一些。我会安排兰兰先带你们去看一下他们的工作模式和工作方法。陈安华和从义明白了老板的来意之后，点了点头，但又有些许的不安在心里徘徊。作为大学生，在大学城进行营销推广的时候，他们是有主场优势的，而且消费者都是自己的同学，没啥心理压力。但这次是纯的社会推广，没走出象牙塔的大学生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总抱有一丝敬畏。而且拼团营销部的人都是真正的社会人，在他们眼里都是前辈成年人嘛，气势上就有一种矮一头的感觉。老板，我们真的能跟上营销部的工作节奏吗？有什么不能的？江琴完全不觉得会有什么问题。从义忍不住抿了一下嘴角。我们肯定不如营销策划部的那些同事专业啊，万一拖了后腿怎么办啊？
不要觉得打工人就肯定很专业，其实他们做起事情来也是稀里糊涂的，可能还不如你们。放开手脚做就是了。好的，老板，我们会努力的。江琴看着从义和陈安华，别有什么压力，走向社会是大学生终将要面临的一件事情，你们就当是提前实习了。以后真的离开了校园，你们的适应能力肯定会比你的同学更强。老板说的对，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锻炼机会。陈安华给自己打了个气。江琴点点头，并嘬了一口奶茶。其实从拼团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兼职团队的心态就慢慢的开始转变了。就像魏兰兰和谭青一样，第一次去对接商务部和营销部的时候也是很忐忑，生怕自己过于年轻没办法服众。人家都是社会人啊，是真的在大染缸里摸爬滚打过的高手，你一个大学生去指手画脚，指对了还好，万一指错了不让人笑话吗？其实当了那么多年的社畜，江琴很了解现在的打工人，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硬着头皮赶鸭子上架的，没有什么专业不专业。有人甚至把一份工作干了半辈子，但水平一直都停留在入门阶段。除了高精尖部门，哪有什么创新，哪有什么钻研，大家都是一路套模板过来的。做 PPT 套模板，写述职报告套模板，就连做网页做策划都能套模板。除了油滑的处世之道，基本没什么值得敬畏的。行了，你们回去之后呢，好好准备一下，我让兰兰下午联系你们。好的，我们等兰兰姐的电话。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们喝杯奶茶再走啊，随便点，反正你们老板娘就是喜欢请客，喝完记得在群里感谢她，她会很开心的。江琴说笑间站起身，拿着车钥匙就准备离开，结果就看到身后第三桌的客人正盯着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盯着他的倒也不是陌生人，相反他个个都认识，于莎莎、顾甜甜，还有喜田理工大分店开业时候当狗托的一个双马尾的女孩。除了他们之外，许久没见的楚思琪和王慧茹也在这儿。大学生活是比较闲适的，于王楚三个人又是高中闺蜜，互相窜笑不是什么稀奇事。不过当看到江琴看过来的时候，楚思琪的眼神很明显地躲了一下，表情变得十分紧张。对面还有个和他同款表情和动作的人，就是之前非要给江琴当老板娘的顾甜甜。哎，江琴，你怎么来理工大了？王慧茹冲他招了招手。今天天气不错，来理工大转转，顺便处理一下业务。江琴说完话，看向吧台的服务生，这桌是我朋友，给他们免单吧。服务生听完之后立马点头。好的，老板。好久没见了，要不一起坐坐？王慧茹忍不住说了一句。其实江琴对王慧茹的感官不差，这个女孩和她的闺蜜完全不同，三观还可以，情商也足够，单独坐下来聊聊的话她没意见，但是楚思琪也在，她反而觉得没什么好聊的。面对这个曾经的班花，江琴已经没什么心悸感了，反而可以很平淡的面对。但聊聊就算了，他的时间非常值钱。算了吧，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等有空了我再单独约你吧。啊，那好吧。江琴转身离开了喜田，桌上的楚思琪和对面的顾甜甜全都开始魂不守舍。这一幕全都落在了于莎莎的眼里。哇，男神果然无敌！人都走了，别犯傻了，喝奶茶吧。楚思琪抿了一下嘴角。他刚才说的喜欢请客的老板娘是冯南书，对吧？思琪，别问了，把江琴当一个普通的高中同学吧。
别念念不忘了，这样你会轻松很多的。顾甜甜惊讶地看了眼于莎莎，又看了眼对面那位明显比自己高一大截的楚思琪，心中好像明白了什么。半晌之后，心情变得更加失落。周六的清晨，全班出游的日子如期而至。302的 F4 从一大早就开始收拾，然后分头行动。周超和任自强负责打扫宿舍并锁门，曹广宇则先一步去医学院的女生宿舍接丁雪。江琴随后离开，来到了金融学院的女生宿舍楼下，接上了小富婆。对于和江琴一起出游这件事儿，冯南书真的很积极。他早上6点就着急忙慌地起床了，脱掉睡衣后换了一件蕾丝袖的雪纺衫，下半身是小香风的半身裙，搭配黑色丝袜，标配了系带的小皮鞋，颇有一种富家千金精致无比的冷艳感。不过因为起得太早了，小富婆打扮好之后发现自己没事儿干，于是就坐到床边开始想着江琴犯傻。直到江琴的短信发来，她的眼神才活了过来，然后提着包包一路小跑着下了楼。穿得这么漂亮，想迷死谁啊？江琴，我要害羞了。冯南书虎着小脸回答他，但眼神明显很愉悦。江琴咧嘴一笑，然后忽然换上了一副严肃的表情。小富婆，今天啊，和咱们一起出去玩的人有很多的，你要高冷一点，不许随随便便就要我抱啊！小富婆面无表情地向周围瞄了一眼。江琴，现在好像没有人，抱。现在不行，男生在早上的时候是很容易发火的。我靠，现在就有点要发火的迹象。走，赶紧走。冯南书抿了一下红润的小嘴儿。可我没有惹你生气啊。江琴咂咂嘴。我没生气，但是你打扮的有点女神，说话又有点硬硬的，而且还穿了黑丝袜，我扛不住一点。江琴，你再多说点吧，我还想听。早上9点，3班的人齐聚前广场，等待提前预定好的大巴车。江琴从步行道姗姗来迟，后面跟着一只清清冷冷的冯南书。他用明亮的眼神紧紧粘着前面的大狗熊，小皮鞋在水泥路面上传出一阵哒哒哒的声音。见到这一幕，等车的男生就像是吃了柠檬一样，心里酸得不行。说实话，在这种团体出游的日子里，能随身带个女朋友真的是一件很有优越感的事情。而江琴把冯南书带出来，简直比那些带着女朋友的还有优越感。而且现场还不只是3班的人，还有某某的女朋友男朋友，某某的女朋友男朋友。这些随车的男朋友满脸都是赤裸裸的嫉妒，但又不敢在自己的女友面前表现出来。而随车的女朋友们心情就更加复杂了。他们今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本来就是想在没见过自己的人面前艳压群芳，收获一波陌生的赞美。但直到此时，他们才发觉这趟出游自己赢不了半点儿。等到了约定好的时间之后，作为班长的蒋田翻开了自己的小挎包，拿出了提前写好的花名册，咳嗽2声。都到齐了是吧？那我来清点一下人数吧。江琴到。江琴的家属冯南书。小富婆正呆呆地站着，听到这句话，顿时举起了手，愉悦地答道。蒋田的眼神里流露出了一丝羡慕，有种我面带微笑地看着我男神和他女友的即视感，然后就不动声色地念到了下一个人的名字。蒋田是个好人。冯南书在心里默默地说着。等到点名结束之后，负责接人的大巴车也来到了前广场。
临川大学内部有专做周边游生意的旅游社服务点，团体出行的要价很便宜，主打就是一个薄利多销。只是今天似乎有雨，西南方的天空阴沉到让人有些担忧。哎呦，这不会是要下雨吧？下雨天和青山绿水的西郊农家乐更配啊！我也觉得下点雨挺好的，凉快嘛，只要不是很大就可以了。就算下大了也没事儿，在房间里打牌就行了呀，总比窝在宿舍强吧。很快，大巴车启程，载着一群兴致高昂的大学生踏上了前往西郊的路程。结果车刚开了一半，天就开始下雨了，车窗上开始出现水珠，咕噜噜的就滚出一片朦胧的水痕。但就算是这样，也难掩众人集体出游的兴奋，聊天与嬉闹声一路上都没有停下来过。江琴是最淡定的那个，因为他已经去过一次西郊农家乐了，并没有多大的新鲜感，所以包了一路的开心果把小富婆喂得有点口渴了。但是口渴也吃，主打的就是一个很好养。1个小时之后，大巴车到站，众人冒着小雨下车，踩着石板路向前一路小跑，然后穿过了拱桥和牌坊，最后终于到了订好的院子里。等把东西在大堂里放好之后，大家站在屋檐下看了一眼屋外，就见绵绵的青山脚下升起一阵水汽氤氲，整个环境都淡雅而安静。那感觉就仿佛整个村落都醉倒在了蒙蒙的细雨之中，颇有种天青色等烟雨的美感。竟然下雨了，可天气预报明明说没有雨的。要不这样吧，大家先回房间里休息一下，等雨停了之后我们再开始活动。蒋田收集了大家的身份证，和简纯一起到前台办了个手续，办上之后回到原地，开始给大家分发钥匙。只是让老曹感觉难受的是，蒋田竟然给他们每一个人都预定了单独的房间。这他妈不是不懂事儿吗？大家明明都是成年人了，不要装作不懂啊！但人家蒋田也是有着自己的考量，当初收费的时候就是按照人头来收，总不可能收你2份钱却只给你开1间房间吧？万一有人闹意见怎么办呢？再说了，给带家属的人开1间房，万一搞出人命怎么办？蒋田作为班长，是这次活动的总负责人，任何一点意外风险他都不想承担。班长，你贪污一点不行吗？曹光宇，我劝你不要无理取闹。旁边的任自强和周超笑得痴痴的，连江琴也乐到不行。他昨晚脑子里全部都是冯南书的小屁股，辗转反侧的没能睡着，结果发现曹广宇也像是身上着了火一样，翻来覆去的不断调整姿势。不用问，曹大少肯定是想了一夜的好事，结果现在被泼了一盆凉水，导致整个人都不好了。老姜，我要是直接和丁雪说想和他一起住行不行啊？他要是拒绝我怎么办？江琴打开房门走进去，还能怎么办？风光大办。曹广宇脸色一僵，以丁雪的脾气，说不定真得要风光大办了。妈的，我的爱情之路好坎坷呀！行了，赶紧滚蛋，我要睡觉。哎，你别这么无情嘛！你平时的操作骚断腰，肯定能帮我想个招。正在此时，房门口忽然传来一阵咚咚声。江琴把门打开，就看到冯南书站在门口，说要进去玩。曹广宇酸的差点要把后槽牙都咬碎了，但还是装作一脸云淡风轻的样子，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离开了江琴的房间。输人不输阵，最重要的就是云淡风轻。江琴，外面下雨了，不能溜，我想在你这儿看电视。你房间的电视不会刚好是坏的吧？
江琴有些怀疑地看着他。冯南书很干脆地点头。坏了。你想找我玩没事，但是不要故意搞坏电视，搞坏了的话是要赔钱的。没事儿，我虽然傻乎乎的，但我有钱。冯南书豪横的不行。江琴屏住呼吸。你不会真的把电视搞坏了吧？没有，我都没打开就过来找你了。江琴心里酥酥麻麻的，忍不住往窗外看了一眼。这雨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了了，估计要等午饭的时候才能出门。先把拖鞋换上吧。冯南书贴了一下脚。江琴，请帮我脱鞋。先别慌，我看看他们这里提供一次性的拖鞋不？没有的话就算了，公用的不干净。江琴站起身，到橱柜里找了一下，果然找到了2双一次性拖鞋，于是就蹲下身帮小富婆解开鞋带，脱掉了小皮鞋，然后握着黑丝小脚往拖鞋里穿。不过刚穿进去一只，江琴就改了主意，直接把拖鞋甩开了。穿什么拖鞋，浪费。他揉捏着怀里的黑丝小脚，就这样陪着冯南书看了一上午的电视。走廊里偶尔可以听到同学的吵闹声，似乎有人喊打牌的，还有想打伞出去溜达的。隐约之中，他好像还听到了丁雪虎逼娘们形态的声音，好像是连喊了2声滚。江琴的心态怡然的不行，继续靠在床头，哪里也不想去。他最喜欢在阴雨天睡觉，沾床就会犯懒，根本就不想起来。冯南书就更乖巧了，2只脚脚放在江琴的怀里，抱着一包薯片，吃得咔嚓作响。漂亮的眼眸紧盯着公共频道里放送的银发的阿基德，一整个沉浸式观影。旅游这件事儿对于大多数人的意义是不同的。有人觉得既然是出去旅游，不逛断腿就算是白花钱了，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只要开心，管他身在何处都无所谓。现在的江琴明显是后一种心态，舒舒服服的躺着，还有好玩的手把件，干嘛非得出去凑热闹呢？电影看了2个多小时，小富婆的姿势已经从侧坐变成了侧躺。她的薯片吃完了，只剩下了一个空空的袋子。冯南书把袋子撇下，转头看向江琴，想应，结果却发现对方已经闭上了眼睛。见到这一幕，小富婆也闭上了眼睛，仿佛困得要睡着一样，假装出一个迷迷糊糊的表情，开始往前挪动小屁股，偷偷地往江琴怀里钻。冯南书的腰肢柔软纤细又灵活，闪转腾挪之间，2只温热的黑丝小脚一不小心就蹭到了江琴口袋里的手机。冯南书还踩了2下，想把它踢到一边，怕贴的时候被硌着。但下一秒，江琴的手机忽然开始震动，而他本人也一脸诧异地睁开了眼睛。其实他根本就没有睡着，只是在思索具体的跨省推广计划，打算把一些没有想通的环节给它想通透。再加上耳边不断有淅沥沥的雨声环绕，他觉得很舒服，才会闭上眼。现在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忽然给我这么大的奖励？江琴默默地坐起身，发现身边正躺着美腿修长的冯南书，此时正均匀地呼吸着，安静的仿佛睡着了一样。这傻乎乎的小妞对我真是一点都不设防，会痛会流血的，知不知道？江琴摸起遥控器，关掉电视，然后轻手轻脚地下了床，顺便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看了一眼时间。他们是早上9点到的农家乐，没想到眨眼的功夫已经到了11点半了。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住了，午饭应该要马上开始。江琴转头看向冯南书，结果一眼就瞥到了嗷呜的小老虎，
怎么每一件都是这样的？妈的，真可爱。江琴看得出神，3分钟都没有挪动脚。结果就在此时，被他攥在手里的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把他的神儿给震了回来。是蒋田的电话，通知了一下他吃午饭的时间，还问了一下他和冯南书有没有什么忌口。江琴伸手把小富婆的裙摆摆好，又动作轻缓地给她盖上了被子，自己则一边接电话一边走出了房间，怕吵到小富婆的睡眠。听到开门和关门的声音，冯南书怂怂的没敢睁眼，但又忍不住哼哼唧唧的。没有报到，但是又自己装睡着了，现在不能醒了，会被江琴发现我聪明的。结果5分钟之后，小富婆真就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此时的江琴已经在走廊门口接完电话，本来还打算回去的，但下一秒就看到了农家乐的老板从对面走过。他想了想，然后跟了上去，打算聊聊合作的事情。江琴现在已经被动开启工作脑模式，这个模式的工作原理其实就是看到赚钱的东西就想往前凑。上次来农家乐的时候，拼团到店的事儿八字还没一撇，所以江琴也没有和西郊农家乐进行商务合作的具体打算。只是那一次，老板给游客提供食材，让他们自己做饭，却要收一整套席的赚钱方法，让他大为震撼。这简直比资本家还黑啊！资本家还会画饼呢，这完完全全就是赤裸裸的抢劫啊！江琴很羡慕，所以江琴打算和经营农家乐的老板好好聊聊，把西郊这片区域纳入拼团到店的经营范畴。其实以江琴现在的身价，这个偏远地方的散户带来不了太大的利润，可是他又恰好是拼团到店现在没有接触到的一项服务，那就是旅游。再说了，闲着也是闲着，能顺手赚点钱，何乐而不为？江琴拿着手机，一边给他展示拼团到店的服务首页，一边巧舌如簧地描绘着入驻拼团之后的美好未来。农家乐的老板听他讲完奶茶店的案例、万众商城的案例，还有好评系统及全网引流之后，内心果然有些蠢蠢欲动。他这个地方距离市区很偏远，对于引流的需求很大，所以江琴说的这些话基本句句都戳中了他的心窝子。你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让大学生全都到我这里玩？你要是这么理解的话，也可以。那我先考虑考虑。你把你那个网址给我一下，我待会儿试试。江琴把网址写下，心说：你试试吧，这玩意儿试试就上瘾，用过的基本就离不开了。放下笔之后，江琴起身打算离开，一回头却发现简纯正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着他，目光有些发怔。见到江琴看过来，简纯瞬间回过神儿，心跳忍不住的加快了一些，但还是很自然的伸手打了招呼：江琴，中午好啊，蒋田说快要吃饭了。他给我打过电话了，我待会儿过去。简纯目光盈盈的看着他，好像还有什么话想说，但没等他开口，对面的房门忽然就被打开了。穿得帅气逼人的庄臣正拿着一台数码相机出来，兴致勃勃地走到了前厅。简纯刚刚给他打电话了，说想和他一起出去逛逛，顺便让他帮忙拍点照片。作为一个连简纯舍友的零食都一起买齐的暖男，庄臣当然会积极响应。他怎么只叫我不叫别人呢？我在他心里终究是不一样的存在。只是当他走到前厅的时候，却发现江琴也在，脸色瞬间一变。江琴，你怎么也在这儿？和农家乐的老板谈了个生意，大家后期就是合作伙伴了，以后常来玩。
我给你打9.9折。江琴歪嘴一笑，妈的，真装啊！开口闭口就是生意。庄臣被滋得不行，但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过很快他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把手里的数码相机递给江琴，请他给自己和简纯拍合照。他觉得这一招真的是非常妙啊，因为这个行为可以向江琴直接宣告简纯是他的女孩。江琴根本不知道庄臣的心里有那么多的弯弯绕，扭曲的仿佛是下水道一样。他只是觉得闲得无聊，所以接过了庄臣递过来的相机，举到了自己的眼前。晨晨，我们来拍照吧。好啊。简纯其实并没有和庄臣合照的想法，他只是想让庄臣出来帮他拍点单人照，顺便找个人作伴到外面逛逛而已。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要让江琴给他和庄臣拍照，他心里好像就很不舒服。不过庄臣一点也不知道简纯的想法，冲着江琴扬起得意的微笑，催促他按下快门。你不是大老板吗？你不是风头盖全笑吗？不还是要帮我拍照，听我调遣？一瞬间，庄臣的存在感直接就自我拉满了。江琴看着庄臣，心说：这白痴真他妈是个宝藏，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就让人有种想打他的感觉呢。好了，拍完了。江琴把相机还回去，转身要走，结果却被简纯叫住了。江琴，我能和你合个影吗？听到这句话，庄臣的笑容忽然僵在脸上，手都忍不住颤了一下。和我？江琴有些不理解。简纯微微一笑，大家同学一场，我和班里的很多人都有合影，但唯独没有和你的。你看你声音越做越大，以后要是出名了，我说你是我的大学同学，可能都没人信呢。江琴抬头看了一眼庄臣，呵呵一笑，不了吧，又没有人帮忙拍。庄臣，麻烦你帮我们俩拍张合照好不好？简纯把相机递到了庄臣的手里。庄臣看着手里的相机，内心之中忽然翻涌起万吨重的苦涩感。要怎么回答呢？难道要拒绝吗？不要忘了，你可是一个暖男啊。庄臣沉默半晌，还是摆出一个温暖的表情，然后把数码相机举了起来。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开始，并不是苦涩的结束。因为简纯刚刚和他一起合照的时候，表情很冷淡，动作也比较僵硬，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站在江琴的面前，他忽然就变得灵动起来了。最要命的是，当第一张合影拍好之后，简纯又忍不住开口求江琴再多拍几张。而在后来的10多分钟里，庄臣给他们拍了很多的合影，全景的、全身的、半身的、近距离特写的。你不得不说，暖男虽然连味儿都难以闻到，可身上确实是有点技术的，而且心里再痛也会为喜欢的人考虑的特别周到，简直就是世纪好男人。最后，这场合影在江琴的要求之下终于结束了。拍好了吧？快要吃饭了，我还得回去一趟。好了好了，谢谢你啊，江琴。简纯笑容灿烂，能看得出他真的很开心。因为自从南街撞人事件和冬至包饺子之后，他对江琴就多了一种难以言明的崇拜感。但因为入学时的种种误会，导致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但幸好江琴不是那种记仇的人，这次允许自己和他合照，关系也算是稍稍缓和了。简纯觉得很满足，就好像江琴答应和他合照是一种很荣幸的事情，
是求之不得的奖励。而庄臣的后槽牙差不多都快咬碎了。喜欢的女孩求着别的男生合影，合完影之后还要说谢谢，这窒息感真的是太强烈了。晨晨，庄臣打开相机的回放，犹豫半晌后开口：你和江琴拍照的时候，好像比和我拍的时候更开心。简纯看着里面的合影，耸耸肩。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彼此之间都太熟悉了，当着你的面，有些表情动作不好意思做。庄臣愣了一下，眼神瞬间活了。所以江琴对你来说就是陌生人，你才会不顾她的感受，随意做表情动作。这么说也没错。简纯点点头。庄臣一瞬间就被说服了。那我们待会儿再去外面拍几张吧，你不用太考虑我的看法，不管你的表情有多丑，在我心里都是最美的。简纯愣了一下。你有礼貌吗？从前厅回到房间，江琴把冯南书从床上叫了起来，然后握着他的黑丝小脚帮他穿鞋。小富婆今天穿的是高透款的丝袜，透过轻薄的布料还能看到圆润的脚趾，粉嫩可爱，像是水润的小樱桃一样。怎么会这么可爱？这个以后归我了。江琴，这是我的脚。咱俩是好朋友，我借给你用，但你一定要替我好好的保护它。冯南书傻呆呆地看他一眼，然后就被江琴牵出了门，颇有种养了个可爱女儿的即视感。来到聚餐的小包厢，班里已经有一半的同学都到场，另外一半打着伞出去溜达了，此时正陆陆续续的从外面回来。最后进院子的那个人叫陆天，本来是一副好腿好脚出门的，但回来的时候已经一瘸一拐了，就连身上的衣服也沾了大片的泥渍，看上去十分凄惨。但他说话还挺有意思的，嘴里一股大碴子味儿，到处跟人说刚才差点被磕死的经历，说话间还展示了一下自己脚踝上的伤口。江琴看到这个伤口，觉得非常眼熟，于是转头看向冯南书。冯南书也高冷地看他一眼。江琴，他好像去好朋友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想做一辈子的好朋友，不吃点苦头是不可能的，一定要痛，要流血。江琴一边和小富婆说话，一边起身去拿桌子中间的火烧。这些火烧就是农家乐提供的干粮，个数是按人头算的，一人一个。不说多好吃吧，但光吃菜的话肯定吃不饱嘛。火烧是蒋田帮忙端过来的，所以理所当然的放在了更靠近他的那一边，这就导致江琴伸手也够不着。我给你拿，我来吧，我来帮你。下一秒，场间忽然响起了意思很相近的三句话，简纯、蒋田和宋晴晴全都站了起来，抓住盛放火烧的筐子就打算递过去。三个方向，三只手同时抓住筐子，又同时用力，结果质量本来就一般般的筐子瞬间被挤得变了形，同时还弹出了几只火烧，场面一度十分尴尬。简纯率先松开了手，慌慌张张地坐了回去，心脏一阵乱跳。其实他刚才没有多想，就是下意识的想为江琴服务，就好像以前下意识的想帮江琴拿书，还不想让别人碰他的书一样。他也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感觉，但就是很想讨好江琴。这就是慕强心理的女孩，你对她越是言听计从，她就越会觉得你可有可无，但你如果对她非常强势，她反而乖得不行。当然了，强势这件事儿也是要分人的，
你如果啥都没有还强势，那就叫打肿脸充胖子。可江琴不一样，江琴的所作所为是真的带着光环的，也难怪慕强的简纯一见到他就会心乱。说白了，江琴无形中的举动狠狠戳到了简纯的点。宋晴晴的行为逻辑解释起来最为简单，那可是我男神呐，那是帮我做了入股投资，让我1个月光躺着就能赚500多块的男神呐。我男神吃不到火烧，这还有王法吗？他要是吃不到，那你们谁也别想吃。而蒋田的心理活动则更加复杂了一些。他的性格和庄晨有点类似，也是比较暖的那种。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吕光荣才会选择让他当班长。虽然因为冯南书的存在，他知道自己没什么机会，但有些事情还是莫名其妙的就想往前凑，就像是喜光的小飞虫一样。妈的，太装了吧！见到此情此景，曹广宇、周超和任自强全都张大了嘴巴，头皮像是过电一样酥麻的不行。我去，这他妈很没有道理啊！江哥现在竟然已经到了吃饭喝水都能滋人一脸的地步了吗？同一时间，桌上的男生也都停下了筷子，怔怔地看着那只被捏变形的筐子，表情像是喝了柠檬配醋的特调饮料，酸的不行。简纯、蒋甜和宋晴晴是他们班最好看的3个女孩，不说女神吧，但也是有点傲娇和高冷在身上的。听说学生会有个副部长追蒋甜追了1个学期，买了各种礼物都送不出去，而且约吃饭从来就没有成功过。简纯就更不用说了，被庄晨从小追到大，人家到现在都还没有答应。宋晴晴更直接，只要瞧不上你，那真的是连句话都不会和你说。就是这样的3朵金花，此时全都在讨好江琴，恨不得喂到他嘴里。这他妈简直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其中最酸的就是张广旭和庄晨。张广旭偷偷追求宋晴晴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所以看着自己的女神这么巴结江琴，他都有点想掀桌了。他只觉得爱情为什么会这么奇怪，为什么他不应该落在最适合的2个人身上？不过当他看了眼隔壁的庄晨之后，他又觉得掀桌没必要。你看这老庄头都冒绿光了，还坐得稳稳当当的，什么叫隔绝？这就是隔绝。但庄晨其实一点都没自己表现出来的那么平静，他其实很嫉妒，嫉妒到心里喷火。可他还在不断的安慰自己，只是帮忙拿个火烧而已，就这么一点小事，没必要上纲上线。纯纯以前说过，他喜欢的是那种有内涵的男生，最好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自从听他这么说之后，我就一直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反观江琴呢，满嘴脏话，和简纯的择偶标准简直背道而驰。他没道理不喜欢我这样的温柔君子，而去喜欢一个满嘴脏话还经常逃课的大学混子吧。张广旭，你老盯着我的头干什么？庄晨忽然发现了舍友的怪异眼神，张广旭咽了一下口水。哎，没事的，老庄，吃饭吧啊，多吃蔬菜。神经病！你骂我做什么？又不是你骂那个姓姜的呀。庄晨咬了咬牙，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低着头默默吃菜，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当然了，对刚才那一幕更加不理解的，则是那些跟着男朋友和女朋友来的家属。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甚至都不是临川大学的，所以压根儿不知道江琴是谁。是这个叫江琴的有点高，有点清秀，但也不至于男神到这种地步吧。嫉妒、疑惑、感叹，
几种情绪相互交织，席面上的气氛忽然变得沉默而古怪。江琴也对刚才那一顿操作感觉离谱，他真的不喜欢装，但真的挡不住有人不断的送啊。可恶啊！我这个平平无奇的冀州吴彦祖。不过该说不说，金融三班真是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要是下回逃课的时候有人能抢着替我拿到就好，只可惜有些操作没用对地方。江琴伸手拿了个火烧，掰开一半递给了冯南书。少吃火烧，多吃菜。江琴，想吃饺子。冯南书一脸高冷的开口。这都是提前订好的团餐，哪儿去给你弄饺子？回学校再带你吃，听话。一段小插曲之后，午饭结束，众人已经在屋里憋了一上午了。此时就像是放开了，全都结伴去了村子里。农家乐对面，沿岸的柳树不断挥动枝条，深幽的泻湖碧绿如翡。周超站在湖岸边，伸手摸了个石头投进去，就听到咚的一声，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就这深度还下去摸鱼，跳下去直接开席就行了。与此同时，更多人开始向村里进发，最后停在了那棵巨大的姻缘树下。曹广宇去对面的小屋买了个牌子，和丁雪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兴致勃勃地往上挂。结果脚踝上就多了一枚伤口，牌子掉到草丛里了。等他爬起来之后，眼神都变了。老姜真他妈会算命吗？紧接着庄臣也买了牌子，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简纯的名字，脚上也多了一道伤口。然后越来越多的小情侣开始往树下聚集，满村都是小瘸吧。江琴在旁边乐得不行。我要是扛个梯子过来，一个人收费50，估计也有怨种愿意租。因为做生意的都知道，和爱情绑定的东西最他娘的赚钱，比明抢都离谱。就像是这个许愿用的牌子一样，就是纯木头做的，和斜刷子饼没有任何的区别，什么成本都没有，可张嘴就敢要20就20吧，关键是你还不能讲价，因为你只要一讲价，卖牌子的大叔就会告诉你，不好意思哦，小伙子，爱情是不能打折的，不吉利。你听听，多他娘的有道理，还爱情不能打折。哎呀，江琴重生回来，坑这个坑那个，除了在蒋志花那里被挫了一次锐气之外，这辈子也就买这个牌子的时候没敢讲价。老姜，我刚才好像看到一个牌子，写了你的名字。曹广宇终于又爬了一次上去，骑着护栏回头说了一句：快把你的牌子挂上去吧，好不容易爬上去还他妈操心别人。江琴骂骂咧咧地催促着。曹广宇觉得他说的对，于是赶紧把自己的牌子系到了上面。终于好了，希望这棵树可以像传说中的那么灵验。江琴龇牙一笑，当然会灵验啊，你和丁雪一定会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傍晚时分，夜幕从山顶涌入，整个世界都万籁俱寂，只剩虫鸣。金融三班的人忙忙碌碌的，开始在朦胧的夜色当中准备晚上的篝火宴会。任自强本来决定要大展身手，给大家做顿丰盛的晚宴的，结果蒋田订的却是自助烧烤。听到任自强吹嘘自己的厨艺，蒋田想了想，然后给满腹厨艺的他委派了一个撒辣椒面的任务。任自强，既然你厨艺那么好，那你一定可以撒得均匀吧？老人听完之后人都傻了。好厨艺果然不如你妈腹肌呀！早知道就听江哥的话了，提前把腹肌练出来，撒辣椒面的时候也能性感一些。哎，江哥，你吃不吃辣？
少放。那你家那位呢？冯南叔机灵地回过头，他家的那个吃。很快食材和工具就被整理利索了。大号的烧烤炉被填满了火红的木炭，并盖上了铁丝网。众人开始从餐盘里取出食材，将羊肉、牛肉和五花肉放上去，被烤化的油脂滴入火炭当中，顿时传来了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有时候油水被烤化的太多，炉子里还会升起一束扑簌簌的火焰，引得周围的女孩连连娇呼。烧烤这玩意儿，吃的就是一个氛围感，尤其是这种自己烤的，氛围感更加强烈。在众人等待着食物被烤熟的时间里，天色开始完全黑了下来，星斗渐渐在夜幕之中显露出身影。江琴此时正瘫坐在凳子上，靠着椅背，手里握着一罐啤酒，一边喝一边听着旁边的人闲扯淡。其实啊，吃烧烤不是一个好选择，吃不饱不说，价格还贵。你像这个肉串，根本不到1两肉，1斤羊肉12块钱，大概能串个30串，但老板却敢卖1块钱一串，这太亏了。庄臣也不知道是为了展现数学能力，还是为了展现自己人间清醒的成熟度，对着旁边的简纯一阵逼逼。而这句话一出口，蒋田的脸色明显变得不太好看了。来农家乐玩，其实就是为了体验这种悠然见南山的闲适。吃露天烧烤，其实也是这个环节中的一部分。说白了，想吃饱，到哪里都能吃饱。而对他们这些大学生来说，既然是出来玩的，那就没必要非得在这种地方讲求性价比，只要有意思就行了。又过了一会儿，蔬菜开始陆续上桌，庄臣又开始摆出一副看穿了一切的表情，一顿叨叨。如果肉能有1半还多的利润，这些土豆、茄子什么的就更暴利了。一盘酸辣土豆丝，这才多少钱啊？我估计啊，农家乐这个老板比江琴赚的钱还多。庄臣的心态其实很复杂，作为一个暖男，其实说这些话不是他的本意，但是他又想模仿江琴，把经济利益挂在嘴边，觉得这样就能显得自己更加成熟一些。但是某些点他还是拿捏不到位。如果这番话是江琴来说，他只会骂老板太狗，绝对不会说蒋田选的有问题。东西卖的贵是做生意的心黑啊，关买东西的人什么事儿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搞不清矛盾主体，当喷子都当不到点子上。换1万个角度来说，就算你没这个意思，但是听到的人肯定会觉得心里不舒服。所以整个说话的过程中都没有人理他，就连简纯都假装没听见一样。但是庄臣有点上瘾了，十分享受这种大家不说话，专心听他说的感觉，于是又开始吐槽辣椒皮儿、鱼豆腐。等服务员端着馒头片上来，他的冷嘲热讽达到了巅峰。哎呦，老庄说的真对啊，这笔账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啊，还是吃大锅菜比较实惠一些。张广旭不想庄臣独自装，忍不住跟上了一句，觉得很长脸。江琴听得直乐，这俩活宝是真你妈牛啊！果然，有卧龙的地方必然会有凤雏。然后他伸手捡起了一串烤辣椒，喂给了丰南叔，把小富婆喂得嘶哈嘶哈的，把小舌头都辣出来了。老人还真实诚啊，竟然在青辣椒上撒红辣椒粉。江琴赶紧把啤酒递过去，为小富婆喝了一口，给她解了解辣。正在此时，经营农家乐的黄老板匆匆忙忙地从屋里跑了出来，在院子里环视了一周之后，目光瞬间锁定了江琴。
他利用一下午的时间，仔细地研究了一下拼团，直接被那粗浅暴力的网销模式给惊得不行了。尤其是看到一个位置偏远的小门店竟然能日销几千单之后，他立马就急不可待地跑过来找江琴签合约。要知道，西郊农家乐主打的是一条龙服务，住宿、吃饭、游玩全覆盖，多一个客人能让他们多出很多的利润。现在的江琴在他们眼里，那活生生就是个财神爷呀！江老板，我想好了，我要入驻拼团。好啊，欢迎黄老板的加盟。不过我没带合同，这样吧，我把我秘书的电话留给你，等你有时间呢就打电话过去，他会安排专门的人负责对接你的签约和入住。江琴翻出手机，把魏兰兰的手机号留给了他。等交换完电话号码之后，对面的庄臣还在喋喋不休。见状，江琴凑到黄老板的耳边念叨了一声，就见黄老板眉心微皱，接着就痛快点头。庄臣说的其实没错，烧烤确实性价比不高。江琴忽然对着众人开口，庄臣闻声一愣，没懂江琴为什么会这么捧自己的场。结果没等他做出反应，后半句话就从江琴的嘴里冒了出来。不过今晚大家可以敞开了吃，因为全部食材通通免单。火光之下，江琴就像是带着光环一样，手里捏着个易拉罐，风轻云淡地说了一句。其实就像庄臣说的那样，烧烤这个东西本身成本真的不高，而且还是自己烤，连人工费都没有，所以免单对黄老板来说简直就是毛毛雨洒洒水了。话音落下，满场的男女顿时欢呼一片，只有人间清醒的庄臣脸色一僵，嘴角忍不住一阵抽搐。他吐槽这个贵那个贵，就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成熟，结果却成了江琴这句免单的铺垫。哎呀，我江哥是真装啊！不过我要是女的，我也爱啊。任自强一边转圈撒辣椒面，一边忍不住心生感叹。正在这时，简纯忍不住开口：“江琴，那个老板答应跟你合作了吗？”啊，西郊农家乐后期会入驻拼团，到时候呢，我们会搞一波优惠券，你们有时间可以帮忙宣传一下。江琴伸手摸向易拉罐，打算喝一杯，结果刚端起来，人就愣了，晃一晃，空空的，而旁边的小富婆已经开始脸颊红红的了。与此同时，跟着来玩的家属忍不住一愣，接着就开始一阵窃窃私语。拼团是他的，就是那个笼络了4大高校所有餐饮、生活、娱乐的拼团。他们忍不住有点头皮发麻，心说：怪不得午饭的时候，金融3班里3个最好看的女孩全都争着抢着给他订火烧。人家的光环不是来自颜值，是尼玛超能力啊！江琴也就是没听见，不然肯定要骂人了。说谁没有颜值了？你看冯南叔被迷的小脚都软。在这个过程中，负责撒辣椒面的任自强已经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这次又停在了江琴和冯淑楠这边。任自强，江琴家那个还吃。小富婆小声地说了一句。任自强愣了一下，5秒之后反应过来，伸手蒯了一勺辣椒面，撒到了他们面前的烤串上。晚上9点多钟，烧烤晚会结束，众人把场地转移到了室内。有的人继续着中午的牌局，有的人则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江琴趁这个时候回房间换了个衣服，因为毕竟吃完烧烤，身上全都是油烟味道，很不舒服。不过等他再出来的时候，却见丁雪倚靠着窗户，正在和冯南叔聊天。因为面临着考研的压力，丁雪这一趟几乎没怎么玩。
除了和曹广宇打情骂俏之外，跟其他人完全没有一点互动。江琴本来都放松警惕了，丁雪应该没什么心情教冯南书怎么应了吧？结果现在小富婆红嘴微张，就好像学到了好东西一样，睫毛微颤着，漂亮的眼眸里全都是耀眼的光芒。见到这一幕，江琴心里一慌，立刻虎着脸走过去，把小富婆护在身后，表情十分的警惕。你干什么？我又不是人。丁雪觉得莫名其妙的。别教坏我的小富婆！江琴朝着走廊尽头喊了一声：“老曹，赶紧把女朋友领走，快点！这女人太危险了。”丁雪被曹广宇拉到一边，神情顿时变得十分不解。我好像没做什么吧？我怎么就危险了？上次聚餐的时候，你叫我哥哥让我喂，全都被冯南书学去了。他现在天天应，江琴都头疼死了，想顶又顶不住。不是，他这么大个老板，竟会怕这个，太搞笑了吧他！曹广宇咂咂嘴。哎呀，老江这个狗东西基本没什么软肋，但是只要涉及到冯南书就不行，这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丁雪回头看了一眼正在说悄悄话的江琴和冯南书。谈恋爱还能谈成这个样子啊！我跟你说啊，丁雪，你那个装可爱的声音技巧可千万不要交给冯南书，不然我这学期的生活费绝对会被坑没的。等等，我他妈什么时候装可爱了？我本来就是宇宙无敌巨可爱，你是不是想死啊？临川的地推工作持续深入，覆盖面积继续扩大，入驻商户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尤其是遇到周末的时候，效率快的不是一星半点。到目前为止，只要一踏入市区的范围，基本就能看到沿街商户的玻璃上贴着拼团的海报。从无到有是一个艰难且漫长的过程，但从有到很多却是迅速无比的。为了进一步加快效率，除了先一步接手地推工作的科技大学之外，临川大学、理工大学和师范大学也陆续的接到了帮助营销部进行地推的双向合作通知。当然了，地推面积增大，更多的问题也逐渐浮现了出来。魏兰兰和谭青在这个周末都要忙坏了，从2天去一次营销部的节奏，逐渐变成了每天轮班过去。另外208那边的任务也不轻松，因为按照江琴所制定的计划来说，当临川的推广到了尾声之后，知乎的跨省推广计划就要做出来了。这个计划涉及到很多的方面，包括论坛的优化、网红博主的培养、学籍系统的连入、社交属性的增强，这哪个方面都不轻松啊。所以一入夜，江琴就开始不断的接听电话。理工大学和师范大学的推广区域需要确定，苏奈那边的优化方向需要确定，董文豪带领内容组起草的网红博主培养计划也需要确定。另外，有嗅觉十分敏锐的媒体似乎嗅到了味道，通过工商那边的信息联系到了208，想对江琴做个采访。理工大学按照既定计划向西推进，和营销部的第3组会合；师范大学向东推进，和营销部的第2组会合。苏奈，你那边先不要着急去做整体方案，我们先抓住一个重点，就是视频上传的步骤简化，把这个先解决了。需要经费就去找徐玉审批啊。文豪，你的策划案我看了，写得很不错。我有个建议，你是不是把咱们选的那些校花利用起来，培养成当家网红，比如胸怀宽广的张子萱？临川电视台的民生节目想给我做个专访，我这么快就帅到电视上去了，这
不太好吧？江琴在接电话之前，正在和班里的人打牌，旁边还有个看电视的、吹牛的、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整个房间都热闹非凡。但每当有电话打进来，所有人都忍不住惊声，电视也随之静音。晨晨，你口渴吗？喝水还是可乐？庄晨端着一杯水和一瓶可乐走了过来，简纯立马把手指竖到了嘴边。嘘，先别说话，江琴在打电话。其实他们保持安静，也不是为了让江琴方便接电话，因为为了不打扰大家，江琴每次都会去外面的走廊接。而他们之所以不说话，按静音，偷偷地敞开房门，纯粹是因为他们好奇江琴的电话内容，也好奇拼团老板的日常工作状态。尤其是在场的女生们，谁还没看过几本霸道总裁的小说了？江琴的这几个电话，就是下令发射核弹给女朋友当生日烟花的语气，简直满足了他们对霸道总裁的所有幻想。尤其是最后那个电话，说是电视台要给他做专访，玛丽苏的味道真是层层的上头。妈的，太装了，我受不了了！张广旭骂骂咧咧的，拽出了2张抽纸塞进耳朵里。听到这句话，庄晨忍不住看他了一眼，也默默地咬了咬后槽牙。他感觉来临川上学可能是自己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决定。你遇到了一个事事都压你一头的人，天天被他起脸装，想死的心都有了。最关键的是，这个装叉的人还把你喜欢的女孩迷得不行。有那么好看吗？他打他的电话，我们打我们的牌就是了。简纯忍不住地抿了一下嘴角。他的一个电话很可能代表了几百万的决定。太夸张了吧，还几百万，他能赚个100万就很不错了。庄晨不服一点，简纯懒得反驳，抱紧双腿，和其他的女孩一样，全都眼带憧憬地看着他。那是我的大狗熊。冯南叔看着那些女孩羡慕的眼神，表情越发的高冷起来，有种很想吃饺子的感觉。等到晚上11点，众人开始散场，毕竟明天还要去爬山，折腾太晚了也不好。江琴也把手机关机了，觉得自己出来度个假还得通过电话处理业务，一点都没有度假的样子。不过当第二天早上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江琴还是被一阵电话铃声给吵醒了。他脑子懵懵的，我他妈明明关机了的呀！然后闭着眼睛向声源的方向迷迷糊糊的按下了接听键。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my English is not good。江琴，对面传来高文慧充满了诧异的声音。是小高啊，早上7点钟就打电话是吧？你他妈最好是有事儿。高文慧的声音都颤抖了。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我打的明明是冯南叔的手机啊！江琴愣了一下，转头看过去，发现旁边正睡着个天仙一样的少女，缩在被窝里，均匀地呼吸着，窗外的阳光洒落，染亮了她纤细的睫毛，绝美的令人窒息。昨晚的冯南叔喝了半瓶啤酒，然后精神的不行，还想要看电视，就赖在江琴的房间里不愿意走。他本来是陪着小富婆看电视的，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看样子小富婆昨晚也没走，直接就睡到旁边了。
江琴打了个哈欠，重新把手机举到耳边。冯南叔的充电器坏了，昨晚把手机留到我这充电了。行了，就这样吧。他挂断了电话，起身到卫生间洗了个脸，然后练了半个小时的腹肌。等到回过神儿，冯南叔已经醒了，正迷迷糊糊地看着他。江琴，你怎么睡在我房间啊？又恶人先告状了，明明是你睡在我房间，而且太阳都晒小老虎了，快去洗个脸，我带你出去吃早饭。哪里有小老虎啊？冯南叔一脸的傻呆呆的，江琴才不回答这个问题，伸手就把小富婆拉了起来，送进了卫生间。等到洗漱好了之后，江琴到隔壁把冯南叔的背包拿过来，然后出去溜达了一圈，给他留了10分钟的时间换衣服，然后又回来陪他一起刷了个牙，这才准备去吃饭。金融3班的宿舍是按照宿舍号分配的，所以江琴的斜对面是周超，周超的隔壁是曹广宇。好巧不巧的是，当江琴和冯南叔从房间走出来的时候，曹广宇也正好拉门走了出来。咋了曹？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对，我们现在就去吃早饭，待会儿见。江琴带着冯南叔大摇大摆地出门，完全不理会对方异样的眼光。曹广宇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愣了好半天，然后火急火燎地来到了丁雪的门口。丁雪，咱们得抓紧了啊！我对门那对好朋友都要生孩子了。滚！啊，去看看今天早上有什么早饭，我饿了。丁雪的声音穿透门板，气势足的像是要上井冈山打虎一样。臭婆娘，去就去。等到3班的人陆陆续续的吃完早饭，时间都已经差不多10点了，然后该爬山的去爬山，不愿意爬山的回到屋里又睡了一场回笼觉。回去的路上，所有人都打开了手机蓝牙，开始互传照片。暖男庄臣正抱着带来的电脑插入 SD 卡，读取了相机里的照片，拷到了简纯的内存卡里面。其实他这一连串的操作有一半都是装样子的，因为他昨晚回到房间就把相机里的照片拷了出来，用 PS 给自己拉了个提亮肤色的曲线，顺便给框选了江琴的脸，给他拉了一个降低肤色的曲线。等简纯翻看照片的时候，对自己的印象肯定是气质出众的奶油小生，对江琴的印象肯定是脏兮兮的黑煤炭。哎，春春，你的内存好像不够用了。我这个内存卡用了1学期了，拍了好多照片，也该满了。庄臣挠挠头，那怎么办？咱们这次拍了挺多照片的，你还有新卡吗？简纯摇摇头，没有新卡了。那要不删一点以前的照片？不行，那些照片都是我珍贵的回忆，删了就找不回来了。那怎么办啊？简纯抿了一下嘴角。庄臣，你先把我和江琴的照片拷进来吧，咱俩的合照你放我邮箱里就行了。听到这句话，庄臣的心脏倏地一紧，就像是被重锤砸在了胸口一样。你好像没有电脑吧？我发你邮箱里，你也看不到啊。没事儿，存在邮箱里也不会丢，等以后再看吧。那要不我把江琴和你的合照发到邮箱里，把咱俩的合照存进去，都是一样的。简纯立刻就拒绝了。不行，我和江琴的照片我今晚就要看。你看他照片做什么？庄臣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不干什么，就是看看，而且我还要发给晴晴和小田，快点帮我弄吧，谢谢你啊，庄臣。照片拷入，读条85%，
简纯的内存卡再一次爆满。09年的手机内存卡本来就小，而相机的像素又高，拍出的照片都很大，再加上装成太暖男了，照片拍的又多，装不下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纯纯，你和江琴的合照太多了，拷不进去了，还是发邮箱吧。简纯咬了一下嘴唇，那就把之前的照片删掉一些吧。庄晨闻声睁大了眼睛，也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你不是说以前的照片都是珍贵的回忆，删掉之后就找不回来了吗？也有一些不那么珍贵的呀。庄晨默默地操作着，把内存卡里原本的照片删掉，拷入了他和江琴的合照。得到照片的简纯欢喜的不行，抱着手机开始认真查看，每一张都要放大后看完每个细节。他不知道庄晨故意把江琴的皮肤调黑了，心里默默地想着，古铜色皮肤的男人果然是最帅的了。见到蒋纯的上扬的嘴角，庄晨的心情变得十分的惘然，然后他抿着嘴，把阴沉的目光投向了窗外，随便扫了过去。我记得有本书上说过，当你的心情极其不佳的时候，遥望远方，可能会得到治愈。那是什么东西？竟然这么刺眼！庄晨回过神儿，发现大巴车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开到了临川市区，而此时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拼团那明黄色的海报，仿佛一片黄色的浪潮。与此同时，车上的其他同学也注意到了这一幕，全都撩开窗帘，趴着窗户看了出去，眼神里写满了惊讶。如果拼团只是个校内产业，很多人还是会在潜意识里觉得这只是个小打小闹，不正规不专业。就像是你8岁的小表弟在学校举办的围棋比赛里得到了冠军，你只会觉得他的水平或许在业余组里比较强，可当他一步步把比赛打到全国还赢了，你才会惊讶，这他妈叫8岁？就像现在这样，当他们看到在学校起步的拼团无声无息之间已经扩散到全市的时候，那种震惊感就开始成倍提升了。妈呀，谁能用1年的时间把生意做到全市？你管这叫大学生？我爸爸也做不到啊！想到这里，众人忍不住看向了坐在倒数第3排的江琴，他正在和冯南书玩翻花胶，那根绳黑黑的粗粗的，明显就是冯南书那双小皮鞋的鞋带。这妈的太装了，我靠！张广旭气得不行，一双铁拳对着前面的椅子哐哐乱砸。班里的3朵金花帮他装了也就算了，他打电话无形装我也忍了，可现在整条街都在帮他装，这他妈还有王法吗？这你有毛病啊！坐在他前面的周超忽然转头骂了一句，张广旭瞬间火冒三丈。你敢骂我？骂你怎么了？你他妈乱砸什么呀？我差点被你干出脑震荡来！你信不信我告诉我江哥，说你欺负我？张广旭还想骂他，但一想到周超是江琴的舍友，末了还是闭上了嘴。不服归不服，生气归生气，但班里的人都知道，别看江琴平时神出鬼没的，但3连2的4个人关系一直都不错。周超在他眼里不算什么，但他知道自己没本事惹江琴。狐假虎威的狗东西，这次就饶你一次，他妈下次你再敢叨叨，我他妈直接换座，我吓死你！张广旭咬牙切齿地把目光看向窗外，顿时又是一阵窒息。因为大巴车此时正好经过了临川市火车站，
而车站的对面有一面巨大的户外广告牌，上面也换成了拼团到店的广告。画面当中，理工大学的第一校花张子萱在胸前比心，博大而汹涌，旁边就是拼团的 logo 和广告语。旅客只要一出站，第一眼看到的不是临川，而是胸怀和拼团。这老庄太惨了，竟然遇到这样的对手。他最好的结局可能就是在江琴和简纯做游戏的时候帮忙推屁股。妈的，太装了，实在太装了。半晌之后，大巴车到站，众人看向江琴的眼神已经变得谨慎又羡慕。当江琴弯腰帮冯南书系鞋带的画面，则让女生们欲罢不能，纷纷带入自己有点合不拢腿。一个能翻云覆雨却又能柔情似水的男人，哪个女了见了不迷糊呀？江琴，6。穿好了鞋子的冯南书目光盈盈地看着他。刚从农家乐回来，还没溜过眼啊？我得去208处理工作了，你乖乖回宿舍，要撂以后撂。江琴把小富婆送回宿舍，然后转身回到了208，听魏兰兰汇报了一下地推情况和商务部的工作进展。自从4大高校的兼职团队加入了营销队伍之后，地推的效率明显增快。他们从4个方向以扇形区域进行推广，就像是蜘蛛结成的大网，直接网住了整个市区。而商务部在签约入驻商户的同时，也开始打广告造势了。除了一路上看到的海报广告牌之外，还有一些内部广告正在席卷临川，比如社区内的电梯广告。毕竟地推也不是全能的营销方式，也有些人力宣传不到的区域，就只能借助铺天盖地的广告来打开局面。可这些广告除了吸引来大批量的用户之外，还吸引到了另外一批人，导致魏兰兰每天都能接到2-3个陌生电话。这些电话基本一开口就是询问拼团的事情，还拐弯抹角想要确定拼团的老板到底是不是临川大学的大一新生。当魏兰兰以保密为名头拒绝回答之后，打电话来的人只能表明身份，说自己是某家官方媒体的代表。此次来电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别的，都是为了给拼团的老板做个专访。这说明有些东西开始要藏不住了。看来事实就是这样的，你在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注定会失去一些东西。江琴在听完魏兰兰的汇报之后，忍不住感叹了一声：老板，您得到了什么东西，又失去了什么东西啊？魏兰兰一脸茫然，江琴深吸了一口气儿。我在得到财富的同时，也失去了平凡。魏兰兰无语了。其实对于忽然被媒体盯上，江琴并不觉得惊讶，只是觉得太早了一些，因为他觉得下半年的那个峰会才是正式亮相的最好时机。但有些事情的发展往往不能被人左右。拼团的声势搞得这么大，就差没把传单贴在路人脸上了。而且前2次的营销还捆绑了临川最大的万众商城，还尼玛有超短裙妹妹在商场广场跳热舞，大家又不是瞎子，怎么可能看不见？所以在万众最后一轮的营销结束之后，很多的媒体就已经开始收集资料，寻找起拼团的老板了。当一个无名的人想藏起来，除了做高利贷的，除此之外几乎没人能够找得到他。但当一个名气越来越大的人想藏起来，那连条狗都能找到他是谁。尤其是江琴上过临川青年报，虽然当时报道的项目主体是知乎，
可名字总归是一样的。再和工商那边反馈的信息一对比，拼团老板的身份昭然若揭。临川电视台民生节目的陈主任在看完了背调资料之后一脸懵，这他妈叫大一新生。还有临川财经报的蒋主编心说，这他妈叫19岁，年轻在校大学创业者，勤工助学，刺激全市消费，种种的种种，全都让临川的媒体从业者兴奋不已。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江琴的人生故事太具有传奇性了，所以魏兰兰才会每天都被骚扰。老板，所以你要不要接受采访啊？那些媒体记者还等着我回话呢。魏兰兰问了一句，江琴抿了一下嘴唇。这样吧，你整理一个表格给我，我先研究一下。6月17号，农历5月25，江琴来到了208，收到了魏兰兰整理好的受邀采访表。面对这些专访邀请，他无法拒绝，因为对于一个生意人来说，媒体资源和商业信誉往往都是挂钩的。更何况这些邀请他参加专访的还都是临川的官方媒体。要知道，在这个时代，民众全都是通过电视新闻了解世界的。当媒体说你好的时候，你就算十恶不赦，也有消费者深信你是好的；而当媒体说你坏的时候，你就是高风亮节，也有人觉得你必有图谋。所以这个时期的电视购物广告才会那么火。基于这个原因，很多企业都希望和媒体之间保持良好的友谊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打算想这么早曝光自己，也必须得有一个合理的理由，不能直接驳了人家的面子。喂，是民生节目的陈主任吧？我是江琴。对，拼团是我的，很感谢主任给我这个专访的机会，我真的很荣幸。但是，这考试周要开始了呀，主任。我是临川大学的学习之星，主打的就是创业、学业两不误，成绩、业绩一起抓。要是考不好，我实在没心思接受采访。要不咱们重新约个时间，你看行吗？是啊，主任，我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我的母亲在我的家乡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才女，我的父亲过年的时候还经常帮人家写对联呢。我要是考不好，回家会挨揍的。可以推迟一下是吧？哎呦，那就太谢谢您了。喂，是财经报的蒋主编吧？很感谢，很感谢，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学习之星，我。许久之后，江琴放下电话，算是把媒体稳住了，同时也用满嘴跑火车的技能给双方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但他知道，这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为就算他们拿不到专访内容，临川电视台和临川的报纸还是会用第三视角来报道他的事迹。瞒不住了，我有钱的事情要瞒不住了。果然不出所料，临川电视台在第二天的傍晚，直接就在本地新闻板块介绍了他。他，一个平平无奇的在校大学生，一个书香门第的在校创业者，他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创办了拼团，刺激了临川市场，为消费者提供了高品质服务的同时，也促进了临川商圈的升级改造。老板，你怎么苦着脸啊？苏奈出去吃晚饭刚回来，就见到江琴一脸胃绞痛的表情。江琴叹了口气：你不知道，你们老板我呀要出名了。出名还不好吗？你看文豪最近在论坛培养的那几个女网红，越穿越凉快，越挤越深，天天变着花样的出名。苏奈嘟囔一声后，坐到了椅子上。文豪竟然搞出这么伤风败俗的事情，ID 是什么？发我一下，
我要以老板的身份警告他们。江琴拍着桌子，气得脸红心跳的。董文豪也刚吃完饭回来，一进办公室就听见了他俩的对话。老板，苏奈那边没有 ID， 还是我发你吧，请老板狠狠警告他们。别废话了，快点发我！我满嘴脏话都已经忍不住了。江琴怒从身下起。好的，老板，马上。1分钟后，江琴收到了10个账号 ID， 然后他迅速地通过后台的管理系统进入，把这些用户搜索了出来。不光可以看到已发布的内容，就连一些私密内容和未发布的草稿都可以看到。这就是拥有管理权限的好处。网络时代，任何信息都是透明的，只要你喜欢上网，那基本就像是没穿衣服一样。嚯，你看看这个，果然没穿衣服。江琴右键准备删除这些伤风败俗的内容，结果一不小心点错成了保存。他摇了摇头，也没有再把保存在本地的照片找出来删掉，因为照片没有犯错，也没必要赶尽杀绝，而且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嘛。江琴把这些想出名的内容反复观看完毕，忍不住心生感叹。他不知道董文豪到底懂不懂内容孵化，也不清楚他还有没有文学家的梦，但他知道文豪这小子一定很懂男人。其实互联网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不少知名的正规网站在发展初期都是靠着打擦边球来积累用户的。为什么？因为任何专业且优质的内容都有观看门槛，但色色没有。有人喜欢篮球，有人不喜欢，所以你就算来个亢龙有悔旋风式灌篮的精彩视频，对篮球没兴趣的依旧不会看。可是色色不一样，大家都爱色色，而且区区一个色色的东西，就算内容一样，也可以会让大家反复观看。所以这种擦边的东西最容易吸引用户，而且成本最低，你都不需要买什么装备，甚至都不需要穿衣服。等到后期做大了，用户积累的足够了，粉丝量够多了，那就慢慢的洗白，转身就反咬一口，不许搞色色。老板娘来了。苏奈忽然端着杯子走过来，轻飘飘地说了一句。话音落下，江琴迅速插掉了论坛，拿起桌上的一份统计表看了2眼，然后他才发现被坑了。小富婆根本就没出现。苏奈，你最近有点调皮啊。江琴眉毛都立了起来。苏奈接了杯热水回来，忍不住冷哼一声。哼，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哼，这么说话是吧？那我现在就把密码改掉。江琴打开了某视频网站，刚想改密码，结果发现自己的会员在今天早上就过期了。他有点疑惑。苏奈，会员过期了你都不提醒我？我戒了。苏奈一脸高冷。啊？为什么？因为我昨晚看了一个视频，一个女孩哭着说，你拍可以，因为我真的很爱你，但千万不要给别人看好不好？那个男生说，好的宝贝，别害怕。苏奈表情严肃地喝了口水。没意思，真的没意思，他们在糟蹋爱情，我再也不会看了。江琴松开鼠标。那我不冲了。别冲了，我们要一起做一个好人，因为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董文豪在对面听得一头雾水，心说，这他妈都是什么跟什么啊？你们说的网站是咱们这个网站吗？我才是内容组的主管啊，为什么你们都看到的东西我没有看到？正在此时，门口忽然响起一阵呼呼啦啦的脚步声，严教授、曹新月和红颜、唐林全都走了过来。
他们轻车熟路地绕过了办公区，然后迅速地坐在了去年冬天坐的位置。经过江琴的老板桌时，红颜还拿了一个水果糖放到了江琴的桌子上。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啊？江琴有些摸不着头脑。严教授坐在他对面，展开报纸。天太热了，我年纪大了，受不了。江琴抬头看了一眼呼呼吹风的空调，表情变得异常精彩。不是吧，严教授，你们总办处也有空调啊，还用得着跑到我这蹭？曹新月忍不住咳嗽了一声。总办处的电费是学校承担的，严教授不想多开，怕人家觉得他老人家贪图享受。但是你们这里不一样啊，反正一天到晚都开着空调，多几个人办公也不影响。我靠，严教授，您真是高风亮节啊！江琴被震撼的不行，这老人家的底线丢的也太彻底了吧！哎，不用说那些客套话了，这都是我该做的。严教授摆摆手后抬起头。对了，临川电视台好像播了有关你的新闻，你是怎么想的？江琴愣了一下，表情重新严肃了起来。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拼团现在的品牌价值还没最大化，抗竞争能力也太低，一旦被资本入场，我可能就要饮恨西北了。严教授引出这个话题，本来就是为了劝他低调行事的，却没想到他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一时间，老教授的眼神意外到不行。生意场就是名利场，而18、19岁正是一个容易被财富和名声迷住眼睛的年纪。就像学校里的那些学生吧，手里有点钱都不知道该怎么霍霍了，隔三差五的就想请客吃饭或者买个新手机炫耀一下。更别说像江琴这样能把生意做到全市的了，那走起路来恨不得脚都不想沾地儿。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江琴竟然这么沉得住气，别说一点都不受诱惑了，他甚至已经察觉到人红后的危机四伏。这并不仅仅需要一个沉稳的性格，因为就算再沉稳的人，在遇到名利场的时候也会飘。想把这种分寸拿捏得极好，其实更需要足够有远见的格局。对此，严教授只有5个字的评语：他真的很狗。你能这么想啊，是对的。资本市场最喜欢狙击的就是出头鸟，能藏得住就一定要藏下去。那教授，您觉得我还能藏得住吗？江琴给他倒了杯茶。严教授摇摇头。我觉得你就算是再低调，可能也藏不了多久了。那我也要想办法藏下去，就算我自己暴露了，拼团也一定要藏住，最起码现在不能暴露太早。那你打算怎么办啊？我打算用知乎做拼团的挡箭牌。江琴说出了暗自做出的决定。严教授沉默了一下，虽然不知道他具体要怎么操作，但知道对方有所准备，也就放心了。我还是挺好奇的，你是怎么忍住不装啊？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唐林立马举手。装叉。对，你已经取得了很亮眼的成绩呀，哪怕在全市范围内，你只要露个脸儿，那肯定也能被追捧的不行。可是你这个年纪是怎么能忍住的呢？教授，不瞒您说，我有时候也忍不住，谁不喜欢装叉啊？所以当我忍不住的时候，我会小范围的装，比如同学、舍友、学生会主席，滋他们的时候阅读差不多的，还不会造成不好的影响，简直双赢。严教授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哟，还得是你呀！过奖过奖。江琴谦虚的不行。转眼之间，天色渐黑。江琴从208返回宿舍，脑袋里还在思考着藏剑计划。没错，既然拼团是他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剑，和万众商城的捆绑营销又被称之为亮剑行动，那么这次的低调当然可以被叫做藏剑计划。妈的，出名真的好烦啊！江琴越想到细节的时候就越头痛，于是干脆不想了，快步回到宿舍，打算看个喜羊羊与灰太狼解解愁。结果刚推开门，他就看到曹广宇在大呼小叫。嘿嘿，老姜，你来的正好，我他妈要出名了！见到江琴疑惑的眼神，曹广宇立马打开电脑后台的一封站内信。这封站内信是董文豪写的，内容就是为了跨省推广所决定的网红培养计划。信的内容也很简单，就是说曹广宇平平无奇曹少爷已经入选了知乎10大优质内容，要出一笔经费给他，希望他再接再厉，再创辉煌。除此之外，还会给他大力引流，让他成为论坛明星。老姜，虽然这个知乎是你的，但我才是整个论坛里最耀眼的明星。曹广宇傲气的不行。牛掰！江琴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老曹嘴都歪了。其实互联网就是这样啊，就像拍电影一样，没人关心导演是谁，所有人都只会追捧主角。啊，对，嘿，你是不是羡慕了？江琴揉揉太阳穴。不羡慕，我只是有点头疼。曹广宇立马见笑一声。哟，羡慕到头疼？没有，是临川电视台想给我做个专访，临川财经报也想来学校采访我，还有临川青年报、临川民生都求着想见我。可我不想去，但又不知道该怎么拒绝。曹广宇僵硬了3秒，忽然恶狠狠地盯住他。老姜，咱俩是兄弟，我警告你，我以后装叉的时候你不许滋我。江琴啐他一口，心说：哼，你要不想滋我，能被我滋？然后就转身打开喜羊羊与灰太狼了。结果就在此时，他的邮箱忽然收到一封来电提醒，打开一看，里面赫然写着他某某视频网站的账号会员续费成功，会员日期将在10年6月17号结束。江琴愣了一下，仔细想了想自己的会员借给过谁，好像没有别人，只有苏娜呀。好家伙，这女程序员的好人就他妈当了半天是吧？这是闲者时间过去了？妈的，瑟瑟果然无敌，想要把论坛跨省推出去，果然离不开瑟瑟。随后的几天里，江琴一直在完善自己的藏剑计划。这个计划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核心操作就是前段时间开会说过的，把拼团限制在临川，在第三方支付软件拿到实时收付款的牌照之前，不做多余动作，然后利用时间差把知乎推向全国。对外，他表现出拼团很垃圾，没啥用，只是自己随手瞎搞的玩具，是一个变现的零件。而知乎才是他冀州吴彦祖琴最优秀的产品。垃圾拼团狗都不干，牛掰的知乎世界第一。当然了，肯定有人不信，但在第三方支付软件无法绕过银行系统的现阶段，拼团确实没办法，无法实现全国推广。毕竟现在才2009年，连最大的对手美团都还没有成立，就是因为卡在这个环节上无法解决，
连淘宝在转型求投资的时候都屡屡碰壁，被人当作瞎胡闹。谁又能提前预知拼团最后会有多牛呢？尤其是拼团现在这种商户收费的核销模式，相当于把命脉交到了别人手里，连狗看了都摇头，更别说是投资者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让知乎牛起来，拼团就可以一直活在他的阴影当中，继续猥琐发育。妈的，我他妈真是个小天才！江琴沾沾自喜的不行，而他一高兴，冯南书就受到了满满的溺爱，被抱了2个多小时，一整个白富美直接软在了他的怀里，眼睛里像是有星星一样。江琴，江琴，江琴，江琴。小富婆坐在他怀里，2只脚不断地在空中踢踏着。结果第2天，当江琴看到临川民生的早间新闻的时候，她直接就有点绷不住了。江琴，她是临川大学的学习之星，是一个品学兼优而且格局很大的人。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就差点被她聪明到了。她的目光真的是很长远，就像是能预知未来一样，总能料到一些尚未发生的事情，提前做足准备。事实上，这万众商城的改革其实也是江琴带给我的灵感。如果没有她呀，万众的这次改革不可能会这么顺利的。毫不客气地说，江琴是个商业奇才，和她合作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电视屏幕上，何义军的老脸一本正经地出现在了镜头面前，在受采访的过程中，为江琴搞了一堆的彩虹屁。他其实是一片好心，因为他知道拼团目前正在全市推广，当然要借新闻帮他宣传一波。可江琴看完之后，头皮都麻了。我他妈还巴巴藏剑呢，底裤都要被人扒光了好吗？还有，学习之星是你妈野鸡奖，咱平时私底下吹吹牛就算了，这他妈还能拿到电视上说去？万一，咱就是说万一这事要是被人扒出来，那咱的脸还要不要了？最可怕的是，老何把帽子扣得太大了，说我能预知未来的走向，这他妈谁顶得住啊？就在此时，新闻画面一转，屏幕前出现了一个40多岁的女人。这个人对江琴来说也不陌生，就是维也纳酒店的老总王培香。江琴这个人啊，他是富有传奇性的，是一个勇敢无畏的开拓者。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通晓人心。今年年初，拼团找我谈合作，但因为这个是大学项目，所以我拒绝了。可是他竟然趁着我去美容院做皮肤护理的机会，直接派了个主管过来陪我聊天，趁我不能动的2个小时把我说服了。这样的人，他的未来绝对是不可限量的。江琴看完新闻后，无比严肃地转过头。教授，这些媒体怎么好像盯上我了？严教授琢磨了半晌，这个按道理来说不应该。虽然拼团现在声势很大，但也不至于连续报道啊，这里面一定是有事儿啊。有人在助推？大概率和临川今年不断推进的招商引资有关。临川位于整个国家的北偏西，是一个很典型的工业城市，经济发展不快，产业基重较多，而且观念较为传统。但是因为资源丰富，所以这个地方的 GDP 一直很高。说白了，这个城市很有钱，但市场经济和消费能力一直都属于中等水平。为此，临川政府一直在想尽办法刺激消费，从而吸引外地企业入驻，企图靠外力促使产业升级，将发展方向转向新兴产业，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循环。可就算各区域都在不遗余力地打着组合拳，这里的市场经济还是半死不活，居民的消费能力也低得一批。结果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
市区里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个拼团，几套组合拳下去，全市的消费水平都被刺激了。尤其是在 CBD 之外的几个区域，好多新门店都在筹备当中，大有一展拳脚狠狠赚钱的势头。而另外一边，招商引资的情况也变得顺利了不少，甚至有外地的大老板专程赶到临川，想要参观学习万众商城的新式经营模式。见微可以知著，临川市领导仿佛看到了一些非常良好的苗头，于是决定在这方面大做文章。他们想把拼团当成一个工具，不断促进消费升级，营造良好的市场生态，然后吸引更多的商企来到临川。看来赌不如输，与其让别人瞎说，我还不如现身说法，把影响降到最低呢。江琴忍不住说了一句。严教授一愣，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我这个赌确实不如输啊，因为赌得太厉害呀，河水往往会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决堤。行了，教授，您慢慢吹空调吧，我出去一趟。你要去接受采访啊？江琴脸都黑了。我要去学习。老何在电视上说我是学习之星，等我上了福布斯，肯定会有人把这事扒出来，丢死个人了。严教授也有点蒙圈。这个学习之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是我坑来的一个头衔。当初和万众商城合作的时候，为了让林大给我做信用背书，我用了好几次，结果他现在开始反噬我了。都大学了，还被逼着学习，真他妈痛苦。江琴骂骂咧咧地走出了208，返回宿舍，拿上崭新的课本，然后去了教学楼。但学习这个东西是要讲缘分的，不是你坐下来拿起笔就可以学的。所以江琴也是无聊透顶，在桌上不断玩着冯南书的小手。到了第2节课的时候，上课铃还没响，校学生会副主席谭世鹏就来了。鹏哥带着一副主席的派头，在门口走廊里溜达了一圈，然后冲着江琴摆了摆手。怎么了，鹏哥？江琴从教室走了出来。谭世鹏咳嗽了一声。那个张校长叫你有点事儿。可是我在上课呀。我已经帮你把假条批好了。谭世鹏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条子。那你把这个条子交给你们班长就行了。江琴接过条看了一眼，上面写着请假条3个字，落款的不是张校长，而是院学生会的红色公章。平时逃课逃了那么多，有请假条，估计老师也会觉得这是假的。把这个条子交给老师，我就不算逃课了？谭世鹏点点头。对。那你给我来点空白的吧，卡上你们校学生会的公章，我以后自己填。江琴却狮子大开口。谭世鹏纹身一愣。这学期都要结束了，你还要请假条干什么？下学期逃课用。可是这样不合规矩啊。江琴用小富婆般清冷的目光看着他。鹏哥，规矩是限制教室里那些普通学生的，限制不了我这样的人中龙凤。听到这句话，谭世鹏不由自主地挺了一下胸膛，咂摸出令头皮一阵发麻的爽感。半晌之后，江琴来到了张伯清的办公室，发现张校长的脸色并不好看，反而异常的严肃。校长，早上好。张伯清一脸冷峻地看着。我听说临川电视台要对你做个专访啊，那你为什么一拖再拖呀？啊？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我得认真复习啊，校长，哪有心思搞这些东西？江琴义正言辞。哎呦，你行了吧你啊？这骗骗别人也就得了，
别把自己也给骗了。你这个学期的缺课率早就到红线了，还认真复习。你现在就算是翻开书，那也是预习。江琴还真的是无法反驳。校长是想让我接受采访？学校大力的培养你，给你资源又给你场地，就是希望你能作为咱们临川大学的创业明星崭露头角。这样不但能提升学校的形象，而且对于马上就要开始的暑期招生也有极大的好处啊。张伯清的言下之意是让他尽快去接受采访。其实这件事很好理解啊，临川大学一路扶持江琴，其实就是等他声名鹊起，给临川大学换来各个方面的好处。但是江琴一直狗狗碎碎不愿意露面，这些好处无疑是大打折扣。现在暑期招生马上就要开始了，外地的先不说，临川本地及周边的生源还是要抢的呀。江琴如果上了电视，对于林大的招生无疑是最好的宣传。学校是以学生为本的，经营学校就像是在经营一个品牌，有好东西露不出来，这谁受得了啊？更何况教育部一直在下发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文件，有了江琴这个活招牌，来年所有的对外工作都要好做很多。校长，如果是别人来劝我，我肯定不去，但如果是您，那我马上就去接受采访。真的？校长对我的栽培，我始终铭记在心。您的任何要求，我都要听。江琴伸手捂住了心口。张校长听完，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哎，那个江琴啊，其实我也不是在逼你，是吧？但是大学生创业这一块呢，学校确实要拿点成绩出来，对吧？那个你们办公室还缺什么不缺呀？尽管提。听到这么慷慨的问题，江琴感动得热泪盈眶，立刻要了个纸笔，刷刷地写了10分钟，然后表示做人要学会见好就收，这次就不多要了。等把他送出门后，张伯清拿了桌子上的清单看了半晌，表情逐渐凝固。我靠，这他妈小王八蛋是真敢要啊！他还想要辆汽车给员工跑业务用，他怎么不上天呢？他。张伯清拿来笔来画了2条杠，稍微折算了一下金额，打算给他加入到下学期的扶持基金中。教育部每年会拨一笔扶持大学生创业的专项基金，张校长不介意再锦上添花一笔。至于基金怎么花，他觉得无伤大雅，因为就江琴目前做出的成绩来看，他就算拿着这笔钱天天去洗脚，也没人会抓他把柄。因为上上下下无论是谁，要的都是结果，而不是过程。随后张校长又打开了电脑，重新浏览了一遍今天的早间新闻。江琴的名声鹊起，对于林大确实有着莫大的影响。大学招生是不可能在电视上打广告的，那就太不像话了。可江琴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个空缺。在最近的1周时间内，临川大学因为江琴而被各县媒体数次提起。今年的本地招生工作肯定会进展得无比顺利。只是这个学习之星，这到底是个什么鸟玩意儿啊？外面那些受采访的老板张口闭口就是林大学习之星，偏偏我这个做副校长的就啥也不知道。哎呀，真他妈邪了门了！张校长打电话到教务处，详细询问了什么是学习之星，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张伯清人都麻了，心说：这个学习之星，该不会是江琴为了装叉自己编出来的吧？哎，你别说啊，就江琴那个狗样，他还真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但目前的问题是，媒体现在只要提到临川大学和江琴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要提一句学习之星。
这可就麻烦了。这要是让人家知道临川大学根本就没有这个奖，那不直接成了笑话了？哎呀，这他妈臭小子，真会给我找麻烦。张伯清正琢磨着怎么把学习之星这个东西圆过去，忽然就接到了来自教务处的电话。张校长，主管校园论坛的李老师好像知道学习之星是怎么回事了。啊？还真有个学习之星啊！哎，那你赶紧把这个李老师给我叫过来。好的，张校。李老师本名李华彪，02年进入学校工作，主管学校论坛，但因为论坛没人用，他在学校也几乎变成了透明人。这次忽然被副校长打电话各种找，他的心情不由得忐忑而惘然。就是因为干了个闲差，平时没事干的时候，他都会看看新闻，看看报纸，也了解到江琴在这1年当中做出的成绩。说实话，李华彪一点都不觉得意外。为什么？因为当初和蒋老板一起搞学习之星的时候，他就见识过了。这个人拥有着成功者所有的潜质，不要脸，无底线，懂人心，还你妈挺幽默的。所以江琴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李华彪很是服气。不过当他在新闻里听到的林大首届学习之星这几个字的时候，他还是被震撼了一下，脚趾头抠出了一座欧洲古堡。他自己亲手搞出来的野鸡甲，能不知道那是什么成分吗？人家江琴竟然能把这个名头当成是混号，在做生意的时候到处跟人家说，而且一点都不心虚，这是普通人类能做得到的吗？不，李华彪代入了一下自己，就算觉得自己戴上面具，周围没有一个熟人，他也没脸皮说出我林大首届学习之星这句话。资本家就是资本家，什么东西都能玩出花来。盐里多放了点铁含量，变成了粉红色，就敢叫玫瑰盐，卖的比你妈黄金贵啊！就是这种人搞出来的吧？就在胡思乱想以及不断的被震撼当中，李华彪来到了张伯清的办公室。哎呀，李老师，嘿，来，快请坐，快请坐，我帮你倒杯茶啊！不敢，张校您坐着就是了，我自己来就可以啊。李华彪接过了茶壶，要了2杯茶，然后规规矩矩坐到了沙发上。张伯清微微一笑，是这样啊，江琴的那个林大首届学习之星，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张校，当初江琴的论坛呢刚刚创办，搞了个校花比赛，很成功啊。我们当时是想模仿江琴的这个校花比赛，搞一个和学习有关的竞赛，来激发大家对于学习的积极性。是这样。那所以这个比赛其实是咱们学校的论坛发起的，是吧？李华彪点点头。对呀，是我们率先发起的。江同学的名气比较高，票数呢一直是遥遥领先的，最后拿下了这个比赛的冠军，获得了学习之星的称号。张伯清喝了一口茶。哎呀，不用问呐，他呀肯定是刷票了。张校长高见。不过李老师啊，你搞的这个比赛啊非常好，我非常的欣赏。其实在李华彪赶来的这段时间里，张伯清也仔细地想了想，忽然觉得如果没有林大首届学习之星这个称号，那些媒体在做报道的时候未必会那么频繁地提起临川大学。怎么说呢？这个名头就相当于一个纽带，把林大和江琴捆在了一起。当初生意刚起步，
江琴借着这个名头，把临川大学绑在了自己身上，当作信用背书。而现在江琴出名了，这个纽带又把他绑在了林大的身上，无形之中变成了宣传亮点。这怎么能不算是一件好事呢？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学习之星啥也不是，属于一戳就破的泡沫。而泡沫一旦被戳破，纽带反而就不存在了。所以站在学校的角度出发，张伯清决定把这个比赛正规化，将含金量凶猛拔高，把江琴绑死在临川大学的光荣柱上。李老师啊，这个有没有兴趣再办一期学习之星的大赛呢？啊？我给你授权，你可以随意使用学校的资源，但是呢，我要你马上把这个奖做出来。你做论坛也有一段时间了，应该能做得到，是吧？李华彪咽了一下口水。我可以试试。张伯清抿了一下嘴角。那这样吧，你呢先去丰富一下这个奖项的背景文化，最好啊有点故事性，然后呢再去完善一下比赛规则。过2天呀，我召集教务处，咱们一起开个会讨论讨论。好的，校长。李老师啊，好好干啊！你的毕业院校啊很不错，这工作能力呢也很强，随便去哪个学院当个主任啊，那都是够够的。李华彪恍恍惚惚地离开了张伯清的办公室，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3天之后，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学校论坛和校内网站发布了一则公告，增设学习之星为学校固定的常规学习竞赛项目，不但要纳入学生的期末考核系统，而且专门设立了高达5000的奖学金。每个专业都将以成绩作为优先评定标准，以学分为辅助评定标准，最后角逐出最终的冠军。在公告的主页面上，江琴作为学习之星首届的获得者被隆重介绍，夸到没边，说他创业学业两不误，成绩业绩一起抓，简直是人中龙凤。与此同时，各系院老师也接到了通知，要求他们多做宣传，鼓励学生积极响应。不过99%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都是一脸懵的状态，心说：这他妈都第2届了吗？哎，那第1届是什么时候错过的呢？金融学院 A 教701。曹广宇听完蒋甜念的公告，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江琴。老姜，你竟然是临川大学的首届学习之星，凭什么？这个世界还有没有你妈王法呀？难道我没告诉过大家我是学习之星这件事情吗？江琴的嘴巴都歪到耳朵旁边了。没有啊，说好了一起挂科的，你不挂就算了，还他妈偷偷得奖，你还是人吗？任自强都要听哭了。创业学业两不误，真牛掰啊！我他妈就挂了1门课，结果这个学期挨了好几顿刺，我还不如死了算了。江琴自己也觉得挺奇妙的。妈的，这个野鸡奖莫名其妙就变得名正言顺了，这他妈找谁说理去啊？连个奖杯都没见到，什么狗屁学习之星，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罢了。庄臣嫉妒到不行，但脸上还是充满了不屑。结果就在此时，校学生会的主席庄思玉来到了教室门口，捧了一座无比精致的水晶奖杯走了进来。这座奖杯通体晶莹，上面刻了临川大学的校徽，5根支柱向上延伸后呈向外微张，中间有一颗闪亮的金色星星。学弟，张校长说你以前的那个奖杯不好看，这次给你补发一个好的。江琴接过奖杯。哎呀，
眼看着马上就要放暑假了，这妈见乐给的真是及时啊。等庄思玉带着学生会的人走了之后，江琴把奖杯竖在桌上，等着上下一堂课。曹广宇眉毛都立了起来了。老姜，你不是说下节课逃课让我帮你答到吗？我他妈得奖了还没装够呢，怎么可能轻易撤？教高数那个陈老师一直看我不顺眼，每次点名都点2次，今天让他好好见识见识我的奖杯。学习之星这个奖项的评选主旨是什么？是希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呢，带动学校里良好的学习氛围，也是对品学兼优者的一个鼓励与扶持。这第一届学习之星是如何评定的？为什么大部分学生都不知道呢？第一届评选我们并没有向学生公开，而是联合了无数位专家暗中进行。经过了3天3夜的严格筛选之后我们列出了全校范围内的10大候选人。但你也知道这个临川大学的好学生呢实在是太多了，选不过来呀，根本选不过来。所以到了评选环节呢，我们每个人都很难抉择呀。那这个冠军最后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无法抉择，我们最后采取了最传统的专家投票方式，通过票选决定出了首届学习之星江琴。这个奖项有什么特殊的背景故事吗？实不相瞒这个奖项呢是一位做零售行业的女性企业家发起的。她没有上过大学，却被临川大学那浓郁的学术氛围深深的震撼，所以她才与学校合作设立了这个奖项。因为她没上过大学，她淋过雨，所以她想为别人撑伞黄昏时分，天上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外面一片阴沉，将酷暑之下的燥热驱散一空。彼时，最新一期的校园报刊登出了关于校园记者对李华彪的采访。通过这次的采访内容，大家终于了解到了学习之星的来历与背景，先前说不通的地方一下自己就通了。不少学生都忍不住心生感叹。哇，怪不得第一届没人听说过呢，原来是暗中进行的。众所周知，暗中的东西一般都相当牛。另外只有暗中进行的奖项才能保证结果的公平公正，不是吗？还有那位自己淋过雨却想为别人撑伞的女企业家，实在是太令人感动了。最牛的还是第一届的学习之星的得主江琴，创业搞得风生水起，没想到学习也名列前茅。优秀的人果然是不管做什么都优秀。妈的，没想到李华彪也是个人才呀，死的都可以说成活的。江琴把报纸放下，认为这个采访确实一点也没有扒瞎，自己这个首届第一确实是票选出来的，没毛病。而这个奖项的发起者也确实是个做零售的女企业家，学院超市蒋老板，也没毛病。看来成功者不一定从一开始就辉煌，还可以后期补上，还真是有史以来最骚的操作。假的变真的，他都不知道自己以后再提起学习之星这个东西，嘴会歪成什么样子。这就是学习之星的奖杯，蛮漂亮的嘛。你每个科目都是勉强及格的样子，竟然能拿到个学习奖，真是邪了门了。喜甜奶茶店里，高文慧忍不住摸了摸奖杯上那颗金色的星星。小高同学，请您不要乱碰，碰脏了您赔得起吗？江琴嘴歪的不行，高文慧被他的阴阳怪气儿给气得不行了。我又不喜欢摸脚，手不知道比你干净多少，你手上可能还有脚气呢，也好意思嫌弃我？坐在柜台前面的冯南书忽然虎住小脸。文慧，我的脚很干净的，一点都不脏，也没有脚气。我知道啊，你每天去见江琴都要先把脚洗得香香的，可谁知道他有没有摸过别人的，
毕竟208有那么多女员工。江琴眉心一皱，你是觉得这个月能拿全额工资了，你有点不舒服是吧？高文慧忽然恶狠狠地看了江琴一眼。工资扣了就扣了，但有本事你发誓，除了冯南叔，你没摸过别人的脚。当然没有，我又不是那种喜欢脚的变态。所以你是看冯南叔那么圣洁，才想尽办法蹂躏他、糟蹋他。也对，毕竟金融学院的人都觉得冯南叔是清冷白月光、冰山白富美，谁会想到他在你江琴面前是个可以随意玩脚脚的小可爱呢？很有成就感，对吧？江琴把奶茶杯子都捏瘪了。妈的，这个说法更像人了。要不你还是把我当成个喜欢脚的变态吧。冯南叔脑子里闪过蹂躏和糟蹋2个词，忽然扬起小脸开口道：江琴，我想去枫树林。下雨了，今天去不了了，等雨过天晴再说啊。哦。高文慧有点惊愕。你们去过枫树林了？那可是小情侣谈恋爱的地方，你们不是好朋友吗？江琴往椅背上一靠。我们去枫树林复习，毕竟马上就要考试了，我这个学习之星也不能徒有其名啊。那里面黑漆漆的，连书上的字儿都看不清吧？能复习什么啊？哼，我课本是夜光的这件事情，难道也要告诉你啊？江琴转头看向门外，雨水已经慢慢的在铺满大理石的前广场聚成了涓涓水流。屋檐上的红色雨棚也开始哗啦啦的流水，仿佛玉珠穿起的门帘。就在此时，他的手机忽然响了一下，打电话过来的是张伯清，通知他明天到广教中心接受采访。他说他已经帮江琴约好了所有想来采访的媒体，准备让他直接在学校接受一次联合采访。这样一来，不会耽误复习时间；二来，同样的问题也不用回答多遍，主打的就是一个考虑周到。江琴叹了口气，心说：唉，张校长真是急不可耐，学习之星的谎言才刚刚边缘，这就已经等不及要让我露面了。好的，校长，我明白了。有没有西装啊？最好啊，穿得正式一点，然后再把你那个发型也整理一下啊。张伯清嘱咐了一句。之前的那次采访是报纸采访，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要上电视的，所以个人形象还是要注意一下。挂断电话之后，江琴拍了拍肚子。最近都快要把腹肌练出来了，身材也好了，不知道以前的西装还合不合身。冯南叔松开嘴里的吸管，一脸高冷地看着他。江琴，我想看看。西装被我放在宿舍里了，还没干洗过呢。而且这雨下得这么大，我也回不去啊，下次吧。我不看西装，我想看腹肌。江琴愣了一下。快了和没有是一个意思，快要把腹肌练出来了，意思就是还没练出来。不过以江琴的脾气来说，他肯定不能承认自己没有，于是高冷开口：给你看没关系，咱们是最好的朋友，不用见外的。但万一被高文慧这个外人蹭了一眼，这可怎么办？那下次去枫树林复习的时候，我偷偷看。冯南叔机灵的不行。枫树林黑漆漆的，能看什么？冯南叔看了一眼他的小腹，我看不见也能摸呀。江琴伸手捂住肚子，摸是不行的，好朋友只能看，不能摸。哥哥，就给妹妹摸一下吧。高文慧此时正冲洗着果汁机的滤网，听到两个人的窃窃私语，一脸不屑。江琴要是练出了腹肌，我他妈直接把这个滤网都吃下去，还不带嚼的。运动会距离现在才多久？不到2个月吧？
就算他天天泡在健身房，那腹肌也不可能说练就练出来的。冯南叔就是这样，一见到江琴就会变得傻乎乎的，根本不考虑事情的合理性。只要是江琴说的，哪怕是天方夜谭，他也信得不行。正在此时，江琴的电话又响了起来，是宣传部的顾春磊，要和他聊一下关于明天的联合采访，顺便给他列出一份明天的提纲，让他去广教拿一下。江琴从柜台抽了把伞，拿起车钥匙，就走向了对面马路的那辆奥迪。眼见车子开远，高文慧忍不住凑到冯南叔面前：“你真的相信江琴有腹肌？我看他就是想骗你，给他看马甲线。”江琴不会骗我的。冯南叔嘬了一口奶茶，高文慧忍不住啧了2声：“你可真是个恋爱脑。”文慧，我这是好朋友脑。高文慧虽然表情严肃，但实际上磕得不行，瞬间脑补出了10几万字的小说内容。听说江琴的知乎现在正在搞网红博主培养计划，不管是长得好、文笔好、会搞怪、爱装逼到欠揍，只要能生产出好内容，都会得到真金白银的扶持，还会有引流。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搞个小说出来？毕竟高文慧没办法天天追着他们2个人磕，很多细节的东西还是要靠脑补的。比如摸脚这件事儿，他虽然没见过，但是脑补出来的画面非常的剧烈而精彩。甚至他还脑补过江琴啃猪蹄的画面，只不过太离谱了，他不好意思说出来。哎呀，怎么可能嘛？哪会有那样的变态？不过高文慧觉得把脑补的东西写成小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点子。半个小时之后，江琴拿着采访大纲回到了喜田，然后带小富婆去吃了个饭，转身回到207，开始研究采访大纲。他曾接受过临川青年报的采访，但那一次采访的主题是时代青年，也就是他本人。可这一次的采访却是拼命针对拼团的，有种不把拼团宣传成世界第一都誓不罢休的感觉。江琴不知道这次曝光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内心其实并不像表面那样轻松。冯大叔，江琴放下提纲，冲小富婆张开了手：“过来，让我抱抱。”冯南叔眨眨眼睛，立刻嗖的一下就钻进了江琴的怀里，香香软软，又香风缭绕，差点把他压倒在了沙发上。江琴伸手揽住他纤细的腰，拖到了自己的腿上，抬手看着他清亮的眼眸和挺翘的鼻梁，心说：“207真是道德洼地，要不然我为什么那么想抱抱他？”抱着软在怀里的香嫩少女，半躺在柔软的沙发靠背上，江琴默默地盯着天花板，不断在脑子里思索着什么时候回宿舍的问题。再等1分钟吧，或者再等半小时。哎呀妈呀，到8点再说吧。哎，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9点半了？江琴还是一点回宿舍的想法都没有，就那么静静地看着窗外的夜色逐渐降临。冯南叔的身材很好，玲珑有致，压在身上软软的弹弹的，还有那股清新淡雅的香气，都让人迷醉不已。江琴顶不住，只能装死。结果下一秒，他忽然觉得脖梗一疼，然后立马睁开了眼睛，就见冯南叔把缩在他怀里的小脸扬了起来，唇角还带着一点口水，在灯光下闪亮发光。冯南叔啊，你是吸血鬼吗？我是农民伯伯。江琴摸了一下脖子，指尖微微湿滑。靠，你在哪儿学的种草莓啊？冯南叔眼眸灵动地看着他，
是丁雪姐姐教我的。就是去农家乐那天晚上？不对啊，你不是说你什么好东西都没学会吗？冯南叔有些心虚，但还是理直气壮地开口：“我就是没学会，所以才不成功。”江琴眯起眼睛，一脸严肃地看着他。好朋友是不能吸这个东西的。可是丁雪说了，好朋友可以吸，还说不敢吸这个的都不算好朋友。江琴，我想和你做一辈子的好朋友。江琴哑然了半晌，心说：丁雪，真你妈不是个省油的灯啊！没想到他给我埋了这么大一颗雷。那虎娘们嘴里没一句实话，你信他的还是信我的？小富婆有些高冷的开口：我信你的，但是我又觉得丁雪说的对。如果他说的对，那你为什么没成功呢？江琴，我为什么没成功啊？江琴沉默了半晌后开口：我记得我以前百度过，这个东西不是咬出来的，而是要咬住一点儿，然后嘬。冯南叔傻了一下，然后缓缓地低下头，牙齿轻轻咬住了他的一点肉。随后的几分钟，江琴感觉到了一阵又一阵的疼痛，又在小富婆漂亮的眼眸中看到了可爱的欣喜和跃跃欲试。完犊子了，他好像学会了，可我明天还得上电视啊！我。江琴生无可恋地看着天花板，活像个被糟蹋了的美少男，反抗不了，只能享受。直到10点钟，夜色已经无比深邃，江琴这才终于活了过来，捏住了好朋友的粉嫩脸蛋，把他从怀里抱下来，赶紧送回了宿舍。夜色之下，小富婆站在楼上的窗户，冲江琴挥手再见，然后带着高冷而又可爱的表情回了宿舍。南叔，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高文慧一脸好奇。我今天学会好东西了。冯南叔坐到床边上，表情清清冷冷的，还微微有些傲娇的样子。与此同时，江琴捂着脖子回到了宿舍，正好遇到了曹广宇看向门外的目光。老江，你脖子怎么了？啊，装过头了，让人家掐的。江琴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我就说了，没事别总是起脸装，很危险的。也就是我能忍你，那别人谁能忍你？曹广宇正在和丁雪聊天，没太看清楚形状，所以满嘴嘲讽，牛哄哄，一副前辈的样子。江琴没有吱声，直接拿了一块小镜子钻进了被窝，然后借着幽暗的宿舍灯看了半天，心说：小富婆对我的友情真你妈狠毒啊！翌日清晨，阳光高照，起床后的冀州吴彦祖悄无声息地爬起来，没有惊动舍友，然后轻手轻脚地进了卫生间，发现冯南叔把他盖的戳还没有消下去，甚至更加明显了。他拿出手机百度了一下，结果网上说草莓消减需要3到5天，看来今天下午要带着草莓去采访了。但是他又不能怪小富婆，207是道德洼地的事，谁都知道，连严教授这种老顽固都扛不住，你怎么指望一个傻乎乎的小富婆呢？你呀你，长这么帅做什么？连冯南叔都把持不住，你真是帅的可恶！江琴恶狠狠地指着镜子里的那个人，表情里写满了恨铁不成钢。与此同时，在广教中心的101采访室，顾春磊带着广播站的学生忙里忙外，把最大的一间活动教室收拾了出来。这间教室是用来录制合唱、比赛等团体项目的，因为面积很大，而且打扫起来比较麻烦，所以不经常使用，反而是2楼那个小一点的比较常用。但因为这次是临川的几家主流媒体要对江琴进行联合采访，人数可能很多，
现场也要布置各家的设备，场地太小，显然不行。所以顾春磊才叫学生过来收拾这间教室。半晌之后，101被收拾干净，总是有了一个窗明几净的样子。广播站的10多个男生顿时松了一口气，蹲坐在墙角开始休息。哎呀，咱们今天搞这么大的阵仗，到底是要采访谁呀？哎呀，金融学院的江琴，也就是知乎和拼团的老板。不是，一个大学生创业项目，竟然有这么多家媒体过来，这太夸张了吧？哎，听说拼团的生意在市里做大了，连临川市的各界领导都惊动了。哎，妈呀，不就是一个团购网站吗？既不是实体制造业，也不是什么高精尖产业，至于吗？对于一个城市来讲，经济循环比什么都重要。拼团的出现恰好激活了临川市的市场经济，临川市领导如获至宝。我靠，你这么懂行啊？我懂个毛啊！我不是，那你说的跟真的似的。哎呀，我也是听顾主任刚才打电话的时候说的。广播站的几个学生一边喝水一边闲聊，忽然就看到了一个穿着白色长裙的女孩走了进来。她的身材很高挑，大概有1.67米的样子，柔顺的长发被染成了亚麻色，披肩垂落，肌肤雪白，鼻梁挺翘，看上去文艺十足。见到女孩走进来，原本靠在墙角坐没坐相的男生全都站了起来，有的整理领子，有的拽了拽衣褶皱，收起了嬉皮笑脸，开始做起了严格的表情管理。有俯身窗台遥望窗外型的，有背靠墙壁单手插兜型的，还有斜身拽领口型的，形态迥异，各自潇洒。站花来了，还是像明珠一样的璀璨夺目啊！要不是因为站花一来，我今天就请假了。这下值回票价了。今天的站花又穿了白裙，简直要我狗命啊！真的又女神又文艺，不愧是第一校花。正当教室内的学生议论纷纷的时候，门后面又跟进来一个人，大概1.8米左右，穿了白 T 配马甲，脑袋后面别了只墨镜，手里还提了一堆的奶茶。一进门，打扮精致的男生就开始给分发奶茶。坐在椅子上的顾主任一杯，记者站的站长学姐一杯，站花的2个朋友一杯，最后一杯则由他双手递给了记者站站花。看到这一幕，周围的男生不禁把嘴都歪到了后耳根。妈的，这个姚俊杰简直是个死舔狗啊！自从上次来录过一次朗读节目，就天天来给站花送奶茶，简直可恶啊！谁让姚公子家里有钱呢？咱们羡慕不来呀！有钱也给我们买了呀，不全买算你妈什么富二代？有道理，我王大治实名鄙视他。不过就在这时，众人却看到广播站的白月光站花摆摆手，竟然拒绝了精致男的奶茶。顿时让站在墙角的广播站的男孩们大呼解气。妈的，死舔狗，竟然想追我们的站花，哼，做梦！不过让广播站男孩们觉得奇怪的是，站花今天好像不是很高兴的样子，总是忽然走神，笑容看起来也够勉强的。但还没等他们深究其中的原因，东校的大门口陆续有采访车开进来了。这些车有的贴着临川电视台的台标，有的贴着临川民生的台标，还有临川日报、临川青年报、临川财经以及金融之眼，都是临川主流的几家媒体。见到这一幕，顾主任从沙发上起身，招呼着大家出门迎接，并帮着记者和摄影师们搬运设备。摄像机一个抱进来巨沉，柔光灯一个抱进来巨沉，女记者一个抱起来也巨沉，但是学生想抱，人家也不给抱啊。一直到了中午，整个联合采访室总算布置完毕。广教中心的顾主任伸了个腰，不禁觉得有些酸疼，心说几十个人忙了一上午的时间，完全就是为了江琴。临川大学自建校以来，也没有在校生受过这种待遇啊。主任，江琴什么时候过来？顾春磊
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时间，大概要半个小时之后吧。楚思琪哦了一声，看着眼前那些忙来忙去的记者和摄像师，呼吸稍稍变得沉重了许多。高考之后的江琴一步步走在了男神的道路上，收获了无数的赞美和掌声，让他有一种错过了良人的不甘心。但那些光环终究还是处于学校之内的，并没有过于出圈。他总以为差不多了，不会再耀眼了，却没想到那是自己认知的极限，而不是江琴的极限。刺激了整个临川市的消费，让市区内最大的商城破茧重生。楚思琪知道，这次的采访过后，江琴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大学生了，他已经能把甩开的人全部都甩到了身后很远很远的位置。他无法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只觉得他已经像星星一样，根本无法计算距离，却璀璨到没办法无视。可是对手是冯南书，这谁又能赢得了呢？楚思琪一直在逼迫自己接受现实，不要再去奢望，但却挡不住那光芒一直在眼前闪耀。如果真的没机会得到也就算了，可最可怕的是楚思琪曾有机会得到，这就是最为折磨人的。然后他才明白，原来所有人都是一样，大家都是喜光的小飞虫，明知道光芒很滚烫，却还是忍不住想要凑过去。可楚思琪这种喜光又带着很大一部分的恐惧，因为他在江琴面前已经没有任何优越感可言了，反而是一个惹人厌的存在。他不知道如何自处，所以心情也总是在不断的反复。思琪，还有半小时呢，要不要跟我出去转转？姚俊杰忽然开口。楚思琪回过神后，轻轻的摇了摇头。算了，半个小时也不算长，我还是在这里等吧。想出去转转就去吧，主任我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你在我面前啊，不用太拘谨，毕竟恋爱也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啊，今天现场的人很多，也用不到我们帮忙。顾春磊是比较年轻的，也就30岁，所以思想观念比较开放，人也比较八卦，知道姚俊杰对楚思琪有意思，所以不介意助推一把。楚思琪赶紧摆手澄清：我没有恋爱啊，主任，您不要拿我开玩笑了。还单身啊？看来姚同学需要努力才行啊，我们站的站花可没那么好追啊。顾主任忍不住调笑一嘴，姚俊杰含笑点头。那我再加把劲试试。顾春磊又一次看向楚思琪，忍不住有些好奇。思琪啊，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要不让主任帮你物色一个？咱们做广播站的，别的好处没有，但找个帅哥还是没问题的。主任，你也不能这样啊，我正追着呢。您要是给楚学妹介绍了，那我怎么办？姚俊杰立马就不答应了。谁让思琪对你不来电呢？我给思琪找完，再给你找一个。那可不行啊，我认准了谁，那就是谁，轻易不能换。楚思琪忍不住开口，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主任，不要开我玩笑了，我大学不准备谈恋爱了。顾春磊抿了一下嘴角。大学不去享受一次恋爱，会是很遗憾的事情。尤其是走向社会，你很难再找到像学生时代那样纯粹的爱情了。也许以后会有想法吧。顾春磊仔细打量了他一眼。你今天好像很烦躁的样子，连眉心都皱出川子了。楚思琪不动声色地露出了一个微笑。最近有点感冒了，总觉得有些晕晕的。姚俊杰忽然拿起自己买的奶茶。是不是低血糖了？喝口奶茶吧，可能会好一些。
对不起啊，姚学长，我从来都不喝喜甜。这是新推出的口味，挺难买的，每天不到下午就卖光了。楚思琪看了一眼奶茶杯上的图案，我不是挑口味，是不喜欢这个牌子。学长下次不要买了。啊，那我下次帮你买别的好了。姚俊杰一点也不在乎，目光四下张望，忽然发现广播站的那些 boys 正用仇视的目光看着自己，于是微微一笑，双手插兜，风轻云淡到根本不知道何为对手。楚学妹不想谈恋爱，没关系，因为只要身边没有配得上我的对手，那学妹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不过是早晚的问题。不然她还能选谁呢？难道选广播站这些只敢偷偷看着的男生吗？正在此时，门口又跑过来2个女孩，一个是王慧茹，一个是司慧颖。她们2个不是广播站的成员，来这里也是第一次。王慧茹当然是为了来看老同学的，而司慧颖则完全是被他拉过来的。进了101之后，2人本来想叫楚思琪出来的，结果却被眼前的大阵仗给惊到了。又是这电视那日报，这金融那财经的，还有专业的摄影师在调动设备，又有几位青春靓丽、脚踩小高跟的女记者正在补妆，简直像是明星见面会一样。司慧颖张大了嘴，这是校长出轨了，还是学校闹鬼了？是江琴要来了。王慧茹轻声解释了一句。就在此时，空旷的走廊里响起一阵脚步声，然后一个高挑的身影就闯入了大家的视线。这个人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眼眸深邃，发型一看就是被精心打造过的，颇有一种干净利索的清爽感，看得出少年的张扬，但并不让人觉得张狂。光从姿势上看，有点像是偶像剧里走出来的年轻总裁，步伐不夸张，但怎么看都让人觉得虎虎生风，孔武有力。江琴真的太适合这种场景了，不管是表情还是动作几乎都满分。就在这短短的一条走廊，硬是被走得潇洒利索，帅气逼人。这不是因为他气质出众，属实是模仿吴彦祖久了，着实有点神韵在身上。所以做人最重要的是自信。当你认为自己是吴彦祖，那就算你不是吴彦祖，多少也能提升几分帅气。更何况江琴对自己帅过吴彦祖深信不疑。这真的是你，江琴？司慧颖认出了来人，微微张大了嘴巴。江琴停下脚步，看了半晌，才认出司慧颖。什么江琴？请叫我阿祖。司慧颖抿了一下嘴角，脑子懵懵的。江琴在他的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很鲜明的标签，那就是被楚思琪和红颜争抢的男人。说实话，他并不理解江琴到底神在哪里，竟然有资格让2个天仙舍友反目成仇。你说他长得帅吧，但也只是中上水平，没有男神的地步。你说他有钱吧，楚思琪又说他是普通家庭。直到后来的知乎拼团在学校里一步步的成名，他才逐渐明白，原来江琴的优秀不在于脸或背景，而在于他本身是个宝藏。他这个男神的含金量比那些长得好的高太多了，光有脸的那种男神在他面前根本提都不用提，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而自己一开始看不出来，只是因为目光太过短浅。尤其是此刻直面成名之后的江琴，司慧颖瞬间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觉得她的光环真的很盛，让人难以呼吸。当初被我当街骂渣男的人，现在已经是这样的存在了呀！
一念及此，司慧颖忍不住看向了楚思琪，发现自己那位骄傲如白天鹅一样的校花舍友，忍不住低下了头。嗨，江同学，好久不见。室内，临川青年报的董敏挥手和他打了个招呼。董小姐，好久不见。江琴迈步走到采访现场的正中心，一边回应，一边被顾主任引导着，坐在了为他准备的那张沙发上。联合采访虽然是大家一起上，但是除了几家报社之外，临川电视台和临川日报都需要更换主持人，也就是说，这次的采访持续时间可能会很长。几个靓丽妖娆的女记者凑了过去，蹲在江琴的身前，和她聊了一下待会儿采访的重点和细节。哎呀，其实这些记者呀，平时都很高傲的，像这种别人站着他们蹲着的场面，也就是市领导能见到。江琴的面子的确够大，估计呀是上级给通知了。顾春磊抱着肩膀，忍不住感叹一声。听到这句话，站在教室右侧的众人各有各的想法。王慧茹是在为老同学感到高兴，同时在为楚思琪的心理状态感到担忧。司慧颖则越发的带入开学时的双姝争琴。楚思琪抿着嘴，没什么太大的反应，而姚俊杰则一脸的无聊，在想办法把楚思琪约出去。半晌之后，现场的设备开机，江琴直起了腰，面带微笑的面对镜头，而现场的闲杂人等则同一时间击声，让现场复归了安静。江同学，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采访了。江琴坐直了身体。开始吧。第一个对江琴进行采访的临川电视台的记者叫闵柔，他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打量了江琴一眼，忽然开口：江同学，你可以把衬衫的扣子解开一个，稍微敞开一点领口，这样不至于太过严肃。不了，闵小姐，我还是扣着吧，扣着舒服。江琴不动声色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脖子上全是冯南书盖的戳，这要是露出来，全校都知道了。好吧，那我们就这么开始。江同学，请先跟我们聊一聊拼团这个平台吧。实不相瞒，我做过最错误的决定，就是创造了拼团。柔光灯下，摄像机前，江琴一脸的忧伤。话音落下，现场一片鸦雀无声，只有一股浓郁的味儿在整个大教室里不断的飘散。坐在江琴面前的闵柔都傻了。09年没有凡尔赛这个词儿，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心里的感觉，但就是莫名有一种想啐一口的冲动。为什么创造拼团是个错误的决定呢？因为拼团是一个纯 O2O 的平台，经营方式呢过于依赖线上，但支付方式无法摆脱线下，也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先天有缺的产品。我大刀阔斧地把它做起来，却没有办法让它摆脱支付方式的瓶颈。闵柔举着麦克风愣了一下。那江同学，你觉得成功的产品是什么样子的？当然是我创办的知乎了。这是我最伟大的作品，它没有瓶颈，不会被限制，所以我们下半年的计划就是对知乎进行全国推广，让每一个大学生都能够体会到自由交流的快乐。你的意思是说，未来的互联网属于社交的天下？对，以我的推测来说呢，社交才是整个互联网经济的未来。团购这个东西啊，谁碰谁死。比起电商，拼团没有物流渠道，无法实现货到付款。比起社交，它无法实现内容付费，唯一的作用其实就是刺激消费的同时为用户带来高品质的服务罢了。至于赚钱，不赚钱，真的不赚钱。闵柔张了张嘴。那既然是这样，江同学当初为什么要创造拼团呢？江琴抿了一下嘴角。因为做论坛也是有成本的，
所以我才创造了拼团这个变现工具，想为论坛筹募推广资金。可谁知道他挣不到钱，只能给消费者带来最好的消费体验，真是可恶。这……敏柔有点不知道该怎么问了。江琴忽然调整了一下坐姿。您刚才是在问我有没有后悔创办拼团吗？啊？是的。其实我呀是有点后悔的，毕竟做生意的嘛，都希望自己可以赚钱。但是临川大学培养了我先为人再为己的奉献精神，校长和教授也一直都在教导我，作为一个企业家，要承担起我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江琴抿了一下嘴角，虽然拼团不赚钱，没有未来，是真的不赚钱，而且真的没有未来。但我觉得，它既然可以激活临川的经济，促进消费升级，刺激市场变革，那它的存在就是有意义的。我还是会好好把它做下去，为临川商户服务，为临川的消费者服务。这对我的企业，也是一种诚信背书。金融之眼的记者忽然开口：“江同学，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拼团的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是的，这个赛道太过狭窄了，不适合投放过多的精力。等到全市推广结束，我们就会暂停推广，把后面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知乎的推广上。今年下半年呢，我会带着知乎去参加互联网峰会，欢迎各界大佬投资。这个决定是否会对拼团的合作商户以及习惯拼团消费的消费者带来影响？江琴立刻摆手：“不会的，拼团属于区域性平台，我们能做的是为优质商家提供曝光，为消费者缩短挑选时间。全国推广的计划搁置，并不会影响临川本地的业务，相反，我们还会不断优化业务结构，让临川用户用得舒心，团得放心。”姚俊杰抱着肩膀看了半晌，忽然发现楚思琪正看得目不转睛，于是忍不住开口：“这个人有点装过头了，学妹，你觉得呢？”楚思琪抿了一下嘴角：“不知道。”其实做生意啊，根本就不是他说的那样。这人啊，也就是一知半解吧，很多东西都说不到点子上，让人觉得他有点临时抱佛脚的感觉。我甚至怀疑啊，拼团背后的老板其实不是他。学长，别说话了，他们的收音器很灵敏的。姚俊杰瘪瘪嘴，环抱双臂，开始闭口不言。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江琴不断吹嘘知乎有多牛，不断感叹拼团不赚钱，换另一个美女记者来问，不管什么问题，最后一定会绕到拼团垃圾、知乎第1上面。而且江琴还对金融之眼的记者做了未来行业的预测，互联网的风口来临了，所有行业都面临着升级与改革，最稳当的行业就是做社交，大家都来做社交吧，肯定嘎嘎发财。江琴面带龙王微笑，甚至已经帮他们把新闻标题想好了。毁创拼团，江琴直言团购不赚钱。江琴虽然拼团无法盈利，但仍旧会为临川消费者提供高品质服务。拼团愿与临川市政府携手，刺激市场经济，加速产业升级。拼团推广接近尾声，江琴将把全部精力放在大学生社交论坛的搭建上。10几岁大学生预言互联网经济，所有行业面临洗牌，社交领域是最大风口。这些假话带着真话，真话掺着假话的新闻一发表，产生的无非就是那几个结果。不懂行的人看到觉得自己真是个良心企业家，以后一定要多支持拼团，他都不挣钱还要为我们服务，我简直哭死。第二种结果是被懂行的人看到，觉得这个19岁的傻缺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不懂装懂，看来也就是个运气比普通人好一点的庸才罢了。再就是被似懂非懂的人看到，开始关注知乎的动向。反正不管哪个结果，都能给拼团争取到一个时间差。
也会为知乎的后续推广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人低调了，学校也夸了，消费者哄了，知乎被推出去了，向政府表忠心了，就这效果还要什么自行车呀？江总，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吧，给我们做一个结束语。此时采访接近尾声，民生节目的主持人把话筒递到了江琴的嘴边。一个词？对，可以是一件物品，也可以是一个词汇，都可以。江琴皱着眉想了半晌，最后眉毛一展。我觉得用钢丝球来形容我应该比较合适吧。民生节目的记者微微一愣。江总是说自己非常坚硬，不畏艰难，但同时又充满了弹性，能屈能伸，对吗？对，您说的对。江琴微笑点头。你们大概还不清楚，钢丝球的花语是隐忍与富贵。与此同时，在采访现场的外围，顾春磊、楚思琪、王慧茹和司慧颖全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位于正中心的江琴，内心微微酥麻。他们听不懂江琴在说什么，只是觉得很专业、很深奥，仿佛听懂了就能发财一样。这样的反差感实在是太大了。就不说大一、大二了吧，就算是大三、大四的那些男生，拿到江琴面前也仿佛是个孩子。他身上好像具备了一种真正的成熟。面对这么多记者，这么多摄像机，一般人早就慌得不行了。可江琴仍旧可以风轻云淡的谈笑风生，正是因为这份超脱了认知的成熟与稳重，江琴的微笑在这众星捧月的场景里面显得十分迷人。顾主任最近正在追韩剧，被各种霸道总裁洗脑的不行。此时再看着身着西装端坐在沙发上的江琴，竟然有种想夹起声音来喊欧巴的感觉。这太邪门了。顾春磊赶紧喝了口水压压惊，结果发现楚思琪也看江琴看得出神，表情不由得一愣。思琪啊，这应该是你第二次见江琴了吧？上次青年报来采访他，你不是也跟着？是的，主任。楚思琪点点头。怎么样，喜欢这一款吗？喜欢的话，我帮你撮合撮合。楚思琪闻声一怔，脸上露出了一丝落寞的笑意。主任，你开什么玩笑？他看不上我的。顾主任愣了一下，半晌后才反应过来，他说的不是不喜欢，而是觉得江琴看不上他，这就让他觉得很神奇了。自己培养出来的当家花旦，性格如何，他当然再清楚不过。平时那么多帅哥副歌跟在他屁股后面猛追，他却一个也看不上。说话做事也是傲气的不行，甚至有些自大的感觉。结果一提到江琴，他竟然自卑了。你是林大的第一校花，他是林大的创业明星，明明很般配啊。姚俊杰立马咳嗽了一声。顾主任，楚学妹是看不上他，所以才用委婉的方式拒绝了。您老人家就不要再问了。顾春磊看了他一眼。你可别乱翻译了，江琴现在的身家应该有个几百万了，肯定配得上思琪的颜值。几百万也算钱吗？我家里还有矿呢，有我珠玉在前，学妹怎么可能退而求其次？听到两人的对话，楚思琪的眼眸忽然变得通红。主任，其实江琴和我是高中同学，我从以前就对她有好感，但是她不喜欢我。啊！话音落下，顾春磊睁大了眼睛，着实没想到这里面竟然还有这么一段关系。他还是觉得是自己想错了，
楚思琪怎么可能自卑，却万万没想到事情远比自己想的更离谱。江琴的魅力已经大到这种地步了吗？那么多人追楚思琪，追得上气不接下气，结果楚思琪喜欢他，他还给拒绝了。采访结束，记者们陆续收拾好装备，被江琴和顾主任送出了门外。此时的天色已经接近了黄昏，天空的晚霞像是染了一抹火红的长卷，瑰丽动人。江琴站在广教中心的停车场，双手插兜，微微松了一口气。目前拼团在临川市的推广已经完成了80%，算是初步达成了目标。接下来只要临川市政府出手，拼团在这个区域内就完全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藏剑计划的第一步，而等到知乎的网站升级之后，关于第2步的知乎推广就可以继续推进了。不过依照现在的进度来看，网站的升级最起码还要2个月的时间。虽然时间很长，但幸好暑假的时间够用。这个节点就卡得非常好，因为大学生不在学校，知乎就算升级成功，也没办法第一时间展开推广。江琴觉得自己完全就是一个帅气的卡点大师。主任，怎么了，思琪？学校不是还要给江琴做个专访吗？能不能请他再留一会儿，我和他聊聊后续的采访。楚思琪追到门口，小声地问了顾春磊一声。顾主任的目光充满怜惜地看着他。小丫头，你怎么这么痴情啊？楚思琪咬着嘴唇。顾主任，别拿我说笑了。你放心吧，这件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主任，你别这样啊，我喜欢他是我的事情，你可不要再跟他推销我了，他本来就够烦我的了。顾主任听完之后都觉得新鲜。你长得那么漂亮，他怎么可能烦你呀？我觉得呀，这里面一定有误会，待会儿啊，我好好帮你拷问一下他啊。楚思琪看着顾春磊朝江琴走去，不由得轻轻松开了咬住的嘴唇。其实这么久以来，她也成长了很多，不再是那个一发脾气就敢和红颜当街对骂的无脑女孩。她已经开始学会思考了，也变得有些城府。她知道顾主任是个喜欢八卦的，所以刚刚才会绝口不提江琴追她的事情，只说自己喜欢江琴，目的就是为了让顾主任好奇。而且顾主任还是个热心肠，喜欢帮人配对。是的，他想利用顾主任来试探江琴对自己的态度。人都说初恋才是记忆中最美好最圣洁的存在。楚思琪知道自己面对冯南书这种存在没有任何胜算，但自己怎么说也有初恋光环的。可他知道自己一开口就会被讨厌，所以始终没有办法开口。直到刚刚顾主任问他喜不喜欢江琴这一款，他才忽然有了这个想法。他说不出口的，可以借顾主任的唇舌说出来。他现在真的太煎熬了。虽然王慧茹一直劝他放手，可是扛不住江琴越来越耀眼。他越耀眼，楚思琪就越是难忘，也越不甘心。所以他想知道江琴对自己还有没有一点点的眷恋或者遗憾。如果有，哪怕对手是冯南书，他也敢去试上一试。江琴，晚上一起吃个饭吧。根据张校长的安排啊，学校还要给你策划一期访问，咱们一边吃一边聊。江琴把最后一波记者送走后回过身。当然可以啊，嘿，我其实一直都想请顾主任吃饭呢，来之前桌都订好，但我这人啊比较腼腆，又不好意思开口。就你还腼腆，
你就差满嘴跑火车了。是真的啊，主任，我面对好看的人真的会腼腆。江琴认真的不行。顾春磊沉默了一下。学校那么多学生，就你发财，这是有道理的。主任过奖了，那您等我去上个厕所行吗？然后咱们就走。去吧。江琴微笑着去了广教的厕所，然后摸出手机打电话给魏兰兰，让她赶紧到南山饭庄订个桌，假装先前就订好的。主任说要吃饭，你总不能让主任掏钱吧？那既然是自己要掏钱，说成提前订桌远比临时订桌更讨喜，这都是细节。出了厕所之后，江琴大手一挥，叫上了广播站所有人一起过去。大家在这里忙活了一整天了，全都是为了他一个人的采访，何况一顿饭也不贵，如果光请领导就太不会做人了。看看，说请客直接把广播站的所有人都请了，这他妈才叫富二代啊！是啊，跟那些天天说自己是富二代，结果奶茶就只买几杯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哎，你们傻了吧？人家江琴是富一代，好吧？对，白手起家的都是富一代，比富二代还要高一代呢。听到这句话，姚俊杰的脸色一黑，差点就要开口骂人了。他不是广播站的成员，所以不在邀请之列。但因为楚思琪说他对江琴一直有好感，于是心中的危机感大盛，所以说什么也要跟着。就是因为这样，姚俊杰被这群广播站 boys 阴阳怪气了一路。最关键的是，自己追了许久的女孩竟然暗恋江琴，这都是什么狗叼草的烂事儿啊！另外，王慧茹和司慧颖也是来看热闹的，一听说人家打算去聚餐，立马就准备回宿舍，结果没走几步就被江琴叫住了，让他们跟着一起去。他俩不去也是开2桌，去了也是开2桌，所以没什么差别。再说了，之前在科技大学碰面的时候，江琴就打算约王慧茹吃饭的，这次也算是补上了。至于楚思琪，那都是算是前尘往事了。当你站在一个足够高的高度，再回望先前的一切，就会发现当初的执念并不值得铭记太久，因为那玩意儿根本就没价值。人的脑容量很小，心容量也很小，总去记一些有的没的，你就会错过一些更加美好的东西。夜晚，华灯初上，菜品陆续上桌，琳琅满目，香气四溢。大家都累了一天了，中午吃的还是外送的盒饭，所以一上菜就立马开始大快朵颐。江琴，你和思琪是高中同学吗？顾春磊吃着菜，忽然就忍不住开口了。江琴点点头。啊，对，还有王慧茹，我们高中的时候是一个班的。你们一个创业之星，一个呀是临川校花，而且还是一个高中的同学，这么强烈的缘分，结果你们2个却没有发生什么故事。江琴啊，你眼光够高的呀。江琴心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顾主任，少喝一点，这酒劲儿大。顾春磊指了指自己旁边的楚思琪，我可没喝多，你知不知道我们家思琪一直惦记你呢？楚思琪放下手里的酒杯，咬着嘴唇，目光盈盈地看向了江琴，想要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嗨，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没什么好记得的。我当初很欣赏楚同学的颜值，但是欣赏楚同学的人很多的，他没必要非得选择我，所以不算错。楚思琪有点急了，因为他最怕的就是江琴彻底放下了，因为彻底放下就意味着自我松绑，不再怀念过去，那初恋光环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了。湘琴，我其实真的没有拒绝你，我真的打算到大一就和你在一起的。楚思琪咬紧了嘴唇，江琴咂咂嘴，
那我可能就没有时间创业了，也就没有今天的成绩喽。我喜欢的是你的人，你的性格，就算你没有那么耀眼，我也不在意啊。我信了，为了这句话，干杯！江琴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这房间的空调坏了是怎么着？怎么这么热呀？他一边说着话，一边伸手解开了领口的2颗扣子。楚思琪还想再开口表白的，结果当目光落在他脖子上的时候，嘴里的话瞬间被噎了回去，心底一片冰凉。不用想也知道，那是冯南书给他种的。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晕月缠绵呢？带不带呢？顾主任他们也看得很清楚，心说这是他女朋友给他种的草莓印，不是草莓，这他妈就是个草莓项链啊！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和楚思琪之间的对话很有问题啊！不是说江琴不喜欢楚思琪吗？可江琴怎么说是楚思琪拒绝了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到底谁追的谁啊？吃过晚饭之后，江琴先走一步去结了账，而顾主任一边往外走，一边问出了自己最好奇的问题。江琴高中的时候追过思琪，但是思琪没答应，后来上了大学，思琪就开始后悔了。王慧茹忍不住补充了一句。姚俊杰愣了一下，眼神骤然明亮。我靠，感情这哥们儿是个舔狗啊！我还以为是个什么男神呢，靠，笑死个人。顾春磊瞪了他一眼，转头看向楚思琪。你到底喜不喜欢江琴啊？如果你只是看他成功而后悔，这根本不叫喜欢。我喜欢他，但是我明白的太晚了。所以江琴退而求其次了，选择了别的女孩。顾春磊感觉自己差不多捋清楚了。江琴高中的时候追过楚思琪，但因为楚思琪一直在犹豫，所以江琴选择了放手，选择了别人，被种了一脖子的草莓。结果现在的楚思琪后悔了，这很难评啊。姚俊杰瘪瘪嘴，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江琴。很正常啊，追不上就放手，也是一种选择。得不到最漂亮的，那就找个次点的，也算是他聪明。王慧茹和司慧颖都无语了。就在此时，马路上忽然有一辆粉色的小电驴呼呼地骑了过来，一个长相绝美的女孩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她穿着一件印着麋鹿的短袖，高扎马尾，眼眸冷冷清清的，就像是穿破夜幕的月光，让这闹腾的街道仿佛在一瞬间就成为了背景。然后粉色的小电驴缓缓地停下，少女傻乎乎地看向江琴，修长的睫毛仿佛被灯光染成了金色，流光溢彩，漂亮的过分。骑这么快做什么？不怕摔着啊？我错了，但我下次还敢。步行街的夜色逐渐浓郁，但因为两边的商户都开着灯，所以视觉效果与白天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现场除了王慧茹和楚思琪之外，所有的人几乎都在车子停下的那一刻呆住了，因为冯南书给他们的感觉就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7双赛雪的皮肤，粉嫩饱满的红唇，纤细卷翘的睫毛。那个画师一定把世界上最漂亮的五官都画给了他，才能让他没有任何一丝的瑕疵。最漂亮的是那双眼睛，灵动又异彩，清澈而无垢。1眼，2眼，3眼。因为对方过于清冷的表情，
叫人不敢直视。但无论是哪一眼的匆忙瞥过，都足够让人觉得惊艳。江琴，他们好呆呀！冯南书一脸高冷的小声地说了一句。江琴被他严肃认真的表情逗得不行。你这么呆的人，还好意思去说别人呆啊？小富婆立马虎着脸。你赶紧上来吧，我要带你回去了。你看看，天都黑了。你会带人吗？不会，要不你骑车带着我好不好？冯南书睫毛微颤。江琴想让小富婆锻炼一下，于是摇了摇头。这条步行街上的人这么多，而且我还喝酒了，骑车都不行，更何况骑车带人啊？你忘了简纯撞到老太太的事儿啊？那你下次不要喝酒了。哼，还学会管好朋友喝酒了？怎么好的不学，净学这些坏的呢？你个小恶魔！江琴提了一下裤腿，坐到了电动车的后座，接着用手环住了冯南书纤细的腰肢，将快要练出腹肌的小腹轻轻贴在了冯南书的小屁股上，然后挥手跟后面的几个人摆手再见。这辆电动车虽然是给小富婆买的，但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基本都是江琴带着的，所以现在这样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姿势。忽然被贴贴的小富婆傻了一会儿，有些愉悦的开口：江琴，你以后出门还是多喝点酒吧。随着粉色小电动晃晃悠悠的启动，天仙下凡一样忽然出现的少女带着她的清冷与灵动消失于长街上，当然也带走了那个穿着西装的大狗熊，只留下了仿佛泡沫幻影一样的匆匆。不过没到1分钟，那辆粉色的小电动又一次晃晃悠悠地走了回来，接着众人就听到江琴在嘴里念叨了一声：走反方向了。江琴，你不要乱指路了，我们又回到原地了。是你傻乎乎的把方向给走反了，我不让你掉头，咱们都不知道会骑到什么鬼地方去。但是地球是圆的。冯南书高冷的仿佛一个无情杀手，微微抬起眼眸看了一眼站在人群中的楚思琪，然后拧住小电驴的车把，又呼呼地朝着反方向走去。而经过这一来一回的折返，站在南山饭庄前的众人终于回过了神儿，眼眸充满了惊叹。其中最惊叹的莫过于顾主任了，他在广教已经工作了4年了，看遍了各式各样的大学美女，甚至还经常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女明星，自以为对颜值巅峰了如指掌，却直到这一刻才知道什么叫做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不要以为女孩就不喜欢看美女，只要能长到审美上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同性相斥。不知名的天仙少女如同璀璨的明珠般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接走了属于她的男人。出于职业习惯，顾春磊默默地在心里给刚才那个名场面起了一个名字。那个是谁啊？司慧影率先开口，打破了饭店门口的沉默。王慧茹回过神儿，冯南书和我们一个高中的。司慧影微微地张大了嘴巴。这个名字好熟悉啊！哦，我想起来了，哎，这不就是你之前说过的人间理想？就是他。这样太高冷了吧？我没走近都感觉很有压力。他高中的时候比现在还冷，除了上课回答问题，跟谁都不说话。可谁也想不到他会那么喜欢江琴，竟然还会骑车来接他，简直不可思议。顾春磊此时也回过头。也就是说，冯南书就是他女朋友，在他
脖子上嘬草莓的那个？王慧茹思考了片刻后，点点头。应该是吧。江琴已经把他带回家过年了，估计是已经得到了家里人的认可了吧。那时候我们高中的男生都同时在空间骂江琴，就好像集体失恋了一样。他也是临川大学的学生吗？和江琴一样，都是金融学院的。不对吧？她长得那么漂亮，还那么有气质，如果是临川大学的学生，校花比赛怎么可能会没有她？姚俊杰追问了一句，表情显得十分的不可思议。而他的这一句话也直接就问出了所有人的迷惑不解。临川大学的校花比赛是4大高校中最火热、为期时间最长，也是比拼最激烈的。以刚才那一眼惊艳的颜值，她怎么可能在校花比赛里藏得住啊？有这样的女孩，他们金融学院还不得恨天无霸，恨地无还，嗷嗷叫嚣着谁与争锋吗？当时办比赛的时候，姚俊杰每天都要反复观看的，最清楚的记得金融学院的8个候选人都没入选决赛，还被各个戏院嘲讽了一顿，所以这才不合理啊。换句话说，就算没有校花比赛这个东西，像这样颜值天花板也不可能籍籍无名才对。这有什么好疑问的？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这个比赛是谁办的，他没参加很奇怪吗？王慧茹一句漫不经心的话语，就像划破夜幕的闪电，将众人心中的疑惑全部解开。是啊，选校花的比赛本来就是江琴一手操办起来的，知乎论坛也是他的，让谁入选不让谁入选，那还不就他一句话的事儿吗？哦，也就是说，江琴刻意把这个临川大学里最好看的女孩给藏起来了，谁都不给看。我靠，这人是真狗啊！怪不得江琴办个4个大学的校花比赛，却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校花传出过绯闻。哎，是啊，这事儿本来挺奇怪的，但是今天一想，立马就合理了。姚俊杰忽然想起了自己刚才用的那个成语，退而求其次，不禁觉得有点脸疼，沉默许久都没有说话了。而听到众人的议论声，楚思琪抿住了嘴角，原本鼓起的勇气一瞬间碎裂了满地。太久没直面过冯南书了，他又觉得自己行了，甚至觉得只要有初恋光环就敢一战。结果这次再见，楚思琪发现自己不管带着什么光环，依旧没有任何的胜算。这个道理很简单，只要把自己想象成江琴，问问自己想选的是谁，答案很简单的就会水落石出了。那么清冷而绝美的女孩，天天都软在江琴的怀里，给她种草莓呢，这谁能顶得住啊？众人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谁也没接着这个话题继续往下聊，只是得到了心头好奇的答案，然后就稀稀拉拉地走进了夜色之中。而在同一片夜色下，粉色的电动车呼呼地往前跑着，越骑越稳，然后驶入了临川大学。江琴发现冯南书的学习天赋确实惊人，骑得又快又稳，于是也就放下了心，开始查看手机上的工作群，处理因为采访而耽搁的业务，比如地推事项，再比如广告事项。等再回过神，他发现自己眼前黑得不行，只能借着手机的光亮才能看清周围的轮廓。哎，啊，好家伙，冯南书骑车带我钻进了枫树林。小富婆，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江琴一脸懵。冯南书抿了一下小嘴儿，眼眸亮亮的开口：江琴，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啊？是吗？你最好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啊。我又呆又傻的，可能是迷路了。江琴从电动车上下来，
绕到前面看着他。我现在确定了，你平时肯定是装傻骗我的，而且我能找到证据。冯南书面冷心怂的眯起眼睛。江琴，我从来都不会骗你，所以你没有证据。那你坐下来，我把证据找出来给你看看。我站着听就行。江琴伸手拍拍他的头。不听话，以后休想让我抱你。小富婆哼哼唧唧的把电动车停好，乖乖的坐到长椅上，就看到江琴蹲下身子，嗖啦一下拉开了她左脚小皮鞋的鞋带，然后握住鞋跟，轻轻的脱了下来，露出了穿着白色蕾丝薄袜的粉嫩小脚。看，这就是证据。冯南书傻了一会儿。江琴，这是我的脚。你就是洗香了脚才去接我的，一看就是有备而来，所以你根本就从一开始就想要把我拐到枫树林里。江琴一脸高冷地看着他。小富婆抿了一下嘴角。江琴，我不来见你也是要洗脚的啊。所以你是真傻？你别害怕了，我真的什么都不懂。江琴伸手把他抱到腿上，心说：我再信你一次，你这个香香软软的好朋友。冯南书眯着眼睛靠在他肩头上，然后从口袋里悄悄摸出手机，打开了 WAP 浏览器，偷偷搜索了一下好朋友还能做些什么。炎炎夏日，参加完了班级团建，接受了临川媒体的采访，江琴的生活终于又复归了专心搞钱的平淡日常。一大早208全员到齐，进行这个月的工作汇报。首先是拼团那边，在4大高校和拼团营销部的紧密配合下，到店服务的大网终于铺设完成，开始慢慢收紧。无论是新增商户还是新注册用户，上涨速度都十分可观。当然了，这一波猛烈的促销也让江琴净亏了100多万。但无论怎么样，这个市场总算是先一步抢占了下来。而在这长达半年的铺垫和亮剑之中，万众商城其实是最大的受益方。这家改革后的商城现在已然成为了都市白领、居家宝妈、潮流青年每周必去的固定打卡地。而令人意外想不到的是，西郊农家乐在进行降价促销之后，也成功吸引到了一批不差钱的退休老人，套餐销售额一度遥遥领先。这说明拼团的生态环境已经养成，对临川居民日常生活的渗透日益加深。然后是知乎那边，苏奈负责的网站结构优化暂时还处于一个准备阶段，并没有太明显的成果。不过学籍系统的接入工作已经差不多了，网站的注册系统再次升级，为后续的推广搭好了精准的框架。而董文豪那边的网红博主培养计划也进行得十分顺利，也许是真金白银的吸引，又或许是年少成名的野望，论坛里的擦边美色越来越多，导致整个论坛都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我董大富实名观看，临川理工大学的张子轩就是人间正义，科技大前号，一生行善积德，看点这种照片是应得的。你以为这样就完了？不，董文豪还策划了一个腹肌专区，搞得论坛女用户的粘性越来越高，越来越黏。除此之外，才艺区也多了很多搞花活的人。最受欢迎的是一位人美歌声甜的师范学院博主，名叫崔小小。她长相清纯，眼睛水润的像是能说话一般，一出现就收获了大批量的粉丝。与他并驾齐驱的是一位来自林大的舞蹈博主，美腿修长，爱穿紧身舞蹈服，气质逼人。内容方面，在经过流量扶持之后，
各种校内八卦博主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但最受欢迎的仍旧是石淼淼和曹广宇。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粉丝基础比较雄厚。行，干得不错，辛苦大家了啊！暑假之前呢，先发一波奖金，然后大家规划一下假期时间，我带你们去旅游啊！当然啊，旅游的时候记得带上笔记本，这不是工作。我再次重复一遍啊，这个绝对不是换个地方工作。江琴露出了一个资本家的微笑。随后的几天里，临川的官方媒体逐渐把这次专访的内容报道了出来。208组织了一次全员观看，对此江琴只有5个字的评价：太吴彦祖了。老板，你整天吴彦祖的，能不能换句话呀？我现在对吴彦祖简直都无法直视了。苏奈气得不行，江琴抿了一下嘴角，看着电视机里的自己。我的这张脸啊，绝对是女娲的炫技之作。临川是一个工业城市，地方媒体的影响力不大，所以报道虽然陆续播出，但短时间内造不成太大的影响。不过根据魏兰兰和谭青的汇报来看，因为新闻的播出，拼团万众分部的员工一直在人心惶惶，总有人觉得老板19岁不靠谱，这工作怕是干不长。江琴知道，这是到了自己出场稳定军心的时候了。做生意其实就像是谈恋爱，出场顺序一直都是很重要的。在营销部和商务部刚组建的时候，拼团到店的宣传已经属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恨不得员工招齐就要立马开工。所以江琴直接选择了砸钱激励，自己则选择隐藏起来。试想，如果江琴站在明面上带队，那后面的推广计划会不会执行的那么彻底？不会，因为当老板过于年轻，很多人在接到命令的时候，第一时间都会选择怀疑。妈耶，19岁的学生能有什么手段和高见啊？所以江琴在前期维持神秘感，也是为了稳定军心。现在推广差不多告一段落，其实身份暴露对工作倒是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可是凝聚力散了之后会越来越散，作为老板，你肯定不能放任自流，所以他必须出来镇场子，而且要狠狠地镇场子，才能平息大家心中的疑虑和猜忌。周五的清晨，酷暑之下，蝉鸣不绝。万众商城1楼服务大厅，拼团分部接到了月逐的通知，26名员工全部聚集于此，准备迎接那个神秘的大学生老板。拼团营销部有2个很年轻但却很认真很负责的女孩，一个叫邓媛，一个叫张瑜。他们俩有2个一心要进入大公司的同学兼合租舍友，名叫梁潇和钱乐乐。在临川新闻播出之后，这俩人比吃了成长快乐还快乐。又听说邓媛他们今天要见到老板，于是不请自来，看热闹的欲望爆棚。我从一开始就说过了，这公司看着就不靠谱，结果没想到这么不靠谱，老板竟然才19岁。我说邓媛，你们真的要小心一点啊，别真的被骗了。19岁就开公司上新闻，在市区搞风搞雨，这怎么可能？我怀疑你们这个老板是被人推出来顶包的，要不然你们公司为什么只有2个部门，还天天发奖金？天上怎么可能会有掉馅饼的事儿？梁潇环抱双臂，微笑在脸上飞。邓媛和张瑜入职拼团才1个多月的时间，光奖金就拿了5000多块，再加上高温补贴和住房补贴，总金额加起来比工资还高。天天买新衣服吃好吃的，给他嫉妒的不行。他每天都在想，
如果自己去参加了2轮面试，是不是自己也可以享受到这不逊于大公司的福利？但是一个女生这辈子，除了承认自己嫁错人之外，在别的事情上根本不会承认自己有错。所以她更希望这家公司真的是一家皮包公司，或者是为了规避风险而搞出来的影子公司。这样一来，邓源和张瑜也就干不了太久，免得俩人总是在自己的面前秀优越感。结果这次的新闻爆出的料比他自己想的还劲爆。这个项目竟是一个大学生校内创业项目，老板还不到20，他也是刚毕业的应届大学生，对于当代大学生是什么成分再清楚不过了。所以他觉得自己的想法或许要成为现实了。不过梁霄有些搞不明白，只是个大学生老板来办公室视察工作，为什么连万众商城的1楼东门大厅开始清场了？他不就是租了人家万众的半层楼吗？租户让房东清场迎接，这逻辑不对吧？哎，大家整理一下服装，列好队，老板马上就要来了。营销部主管孙志忍不住看向月竹，不需要出门迎接吗？不用出去，老板说天太热了，出门接也不会掉金子，不搞那套形式主义。听到这句话，众人不禁松了一口气。35度的天气，出门接人还不得晒到中暑啊！不管这个19岁的老板本身靠不靠谱，可这个细节着实赢了一波好感。就在此时，月竹忽然向外望去，说了一声来了。大家立马看向门外，就见到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男人骑着一辆骚粉色电动车开进了万众大厅。见到这一幕，梁霄都笑麻了。邓源，这就是你们老板？这也太奇葩了。最后将其捏住车闸，2条大长腿一叉，稳稳当当的停在了大厅当中，停到了拼团万众分部的众人面前。见到这一幕，员工们也是议论纷纷，眼眸里全都带着一些失望。不为别的，这入场方式也太拉了，骑个电动车还是骚粉色，连老板都这样，这他妈能是什么正经企业啊？他们宁愿自家老板是某个家族的大少爷，有雄厚的实力背景，就算能力不行，那也是有靠山的呀。江总，您来了。月竹上前一步，江琴擦擦汗，晒得脸都疼了。好久不见啊，岳经理，我给大家带了点礼物，待会儿你组织他们领取一下。礼物？听到这句话，众人忍不住看了看他的车筐，又看了看他的车座，一阵面面相觑。哪有东西啊？该不会是过减速带的时候颠掉了吧？梁霄简直是乐疯了。西装倒是穿得笔挺，可这个电动车也太拉了吧，这都不能说丢人，简直是搞笑。哎，邓源，这就是你们的老板？这个笑话能让我笑一整年。结果梁霄的话刚说完，门外忽然开进来一辆黑色宾利，也是丝毫没有停留，直接开进了东门大厅，停在了江琴的身后。见到这一幕，梁霄的笑声戛然而止，全场也是一片鸦雀无声，所有人的脸上都只剩下了茫然与震惊。江琴用脚一踢，啪的一声，撑子打开，下了电动车。礼物啊有点多，把我车都塞满了，我坐不进去，就只能骑电动车了。哎，你还别说，这随手买的小东西还挺好用的，比我家直升机还灵敏呢。月竹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心里直呼牛掰。怪不得江总特地打电话过来，让我们把东门大厅清空。这出场方式太他妈绝了！
有些叉是装给仇人的，需要让人有寝食难安的效果；有些叉是装给自己人的，需要有拉拢人心的功效。这就是装的好与坏的区别。就像此刻，拼团分部的大部分员工都连呼我靠，只觉得这老板真绝呀！拿自己的宾利当货车也就算了，这么高温的天气，自己骑个小骚粉电动车过来，家里还他妈有直升机，这他妈还治一个毛啊！一个老板，他只要对员工好，背景雄厚，给钱还爽快。19岁怎么了？8岁也他妈是爸爸。有些大老板倒是人五人六的，油头粉面，带个劳力士，出行必有豪车相随，身边还得跟着翘臀小秘书，白天忙完夜里忙的。可是有毛用啊？老板的衣食住行再牛，跟你们这些员工有关系吗？所以江琴这镇场子的第一步玩得很溜，以近乎浮夸的尊重将散掉的凝聚力直接拉起来了。与此同时，站在人群前方位于月竹右后侧的营销部主管孙志松了一口气，心说：公司能有这种老板估计稳了。妈的，我卖了那么多年保健品都没他会忽悠。拿宾利装货，自己顶着大太阳骑电动车过来，连孙志见了都恨不得唱一句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但是回头想想，宾利就算拉着货也得比电驴子跑得快啊，怎么可能老板先进来，宾利姗姗来迟呢？那还用说吗？套路，全尼玛是套路啊！但就是因为这件小事儿，几个职场老油子都能很深刻地体会到一点，那就是老板肚子里绝对有点东西，不可能是那种喜欢瞎胡闹的人。少爷，咱的车停在这里就行了吗？宾利驾驶室的车窗降下，一声询问轻轻地飘出。江琴见状回头：公叔，您把车停这儿就行了，待会儿跟我上去喝个茶。好嘞。头发花白的公叔下了车，手里拿着一本《狂傲赘婿在都市》最终卷，恭敬而和蔼地站到了江琴的对面。大户人家的司机，连身上的西装都是非常得体的，而且衬衣雪白，绝对不会有褶。每一次出车的白手套都是崭新的，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污渍。就光是这一点，很多事情就已经很明了了。随后，月竹开始带人依次领取老板给的见面礼，礼物都是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的，有购物卡，也有电子产品，还有些靠枕之类的办公用品。这些东西毕竟是临时准备的，不可能弄得太精美，但白嫖的东西谁不喜欢啊？邓源和张瑜开心的就像个小女孩似的，去拿礼物的时候还忍不住偷偷看了江琴几眼，脸颊微红。而梁霄和钱乐乐则在旁边看得眼红不已，连后槽牙都咬出了声音。秀秀，你看，这个大学生肯定是哪个大家族的少爷吧？邓源他们这次真是走够时运了。梁霄冷冷地看了一眼钱乐乐。那又怎么样？我以后进的公司肯定比这个大。钱乐乐抿了一下嘴角。他们好像要走了，咱们呢？要不在商场里逛一圈再回家？走，咱们也跟着去看看。我就不明白了，邓源和张瑜到底给那个公司贡献了什么？凭什么1个月就能拿1次奖金？啊！梁霄拉着钱乐乐的手，跟在人群后面走上了电梯。当众人簇拥着江琴来到顶楼办公室的时候，何义军已经等在了门口，手里拿着个纸袋子递了过去。你要的现金一共5万块，都是新的。谢谢何总。江琴把纸袋子扯开，摸着一沓红彤彤的人民币进了办公室，找人在前面摆了张桌子，将钱重重地放在桌面上摊开。我这个人啊，
嘴呢比较笨，不太会说场面话。但我知道，从地推开始到现在，各位全部都很辛苦，很辛苦。良言一句不如钞票一张。今天给大家散散财，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江琴说完话，面无表情的把一把钞票甩了出去，看得门外的何义军目瞪狗呆。这其实是很多老板都惯用的手段，说白了就是物理砸钱，用最直接暴力的方式直接获取威望。而这个手段能一直延续到后世，说明这确实是最有效的办法。这还有什么能比老板拿钱砸脸更让人兴奋的呢？哎，老板，这里啊，老板，往这里撒，求求了！梁霄眼红的不行，站起身来，手舞足蹈的摆手，还冲着江琴飞来了一个又一个媚眼。江琴也没多想，哗啦一下就冲着他所在的西南方撒了出去，漫天的钞票纷飞，在空中散作一片，呼啦啦的转着圈落下，引得众人顿时抢作一团。见状，月竹的脸色一变，赶紧凑到他的耳边：老板，您别撒了，那2个女的不是咱们公司的。是吗？对，这里的每个人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您先停一下，我这就叫保安把他们俩请出去。不用了，节奏不能打断，让他们继续抢吧，没关系的。江琴一脸高冷地说着，又是一把钞票冲到了梁霄那边撒了过去，然后是第2把、第3把、第4把，反正不管撒了几次，梁霄那边好几次都是被重点照顾的区域，钞票不断，豪的让人头皮发麻。就是在这样的恩宠之下，梁霄抢到了厚厚的一沓钞票，而钱乐乐也不遑多让，都快被钱砸蒙圈了。刚毕业的小姑娘，谁见过这种场面？可是他们高兴啊，旁边的邓媛媛和张瑜却脸色一变，心说：这2个人在做什么？梁霄，你又不是我们公司的，你怎么也在这里抢钱啊？梁霄和钱乐乐忍不住翻了个白眼。那又怎么样？天上飘钱哎，你总不能让我干看着不抢吧？可这是我们老板发的福利啊！邓媛慌的不行。他们又不知道我不是，你别说不就行了。还有，这老板肯定看上我了，每次撒钱都是朝我这个方向的。梁霄愉悦到眉开眼笑。张瑜的眉毛忍不住皱成了川字儿。喂，你偷偷藏1张也就算了，可你抢了这么多，后期要是暴露了，我和邓源会有麻烦的。拜托，你们老板拿宾利当货车用，你觉得少几千块钱他会在乎吗？3分钟后，最后一波钱撒完，江琴手里还剩下2万多，这些钱他没有继续再撒，而是按照部门和组别对上个季度的优秀员工进行现金奖励。发钱的同时，江琴对着月竹招招手，同时压低声音开口：岳经理，我发现那2个女孩不是咱们公司的员工，你去把他们手里的钱要回来，快点，要不待会儿跑了。月竹愣了一下，然后立马就从后场绕了过去，把2个女孩请到了单人办公室，以非公司成员的名义索要回了他们抢到的现金。你还别说，经过江琴的重点照顾，他们足足抢到了6300块，哇，着实不少啊！而当钱被拿回来的时候，江琴乐了。妈的，1.9万的钱撒出了2.5万的效果。这个世界果然到处都是贵人。江琴收起300，把6000分成2份，递给了月竹。岳经理，你和鲍经理这个月没少忙活，这算是我的一点小心意，不要嫌少啊。月竹愣了半天，已经不知道该说牛掰还是说什么了。他蓦然想起2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自己被10万和5万绕得头晕，差点掉进陷阱，
还以为自己占了5万块钱便宜的事儿。福布斯，这个人连撒出去的钱都能收回来，他将来绝对会上福布斯。下午时分，阳光正暖，打消了员工的疑虑，镇住了场子之后，江琴又召集各部门主管开了个会。我知道大家其实一直都挺好奇的，这个公司为什么只有营销部和商务部这2个部门？现在可以稍微给你们一个解答。不管是拼团还是知乎，他们的核心部门被我藏在大学里了，这样既可以有效趋避风险，另外还能继续享受大学生创业扶持。所以咱们公司的规模呢，远比你们想象中的更大，但这件事暂时要保密。后期拼团的业务会暂时搁置，你们要全面负责知乎的跨省推广。我这次带来了26个账号，希望大家带领组员在最近这段时间好好的熟悉一下。营销组的任务是摸清网站特点，整理推广思路，形成书面的推广策划。商务部则负责摸清推广渠道，寻找可以利用的组织和载体，顺便兼顾一下拼团这边的商户入驻啊。话音落下，会议室里沉寂了几秒，立马响起“好的老板”4个字。江琴站起身，把办公室的房门拉开了一条缝。刚才那4个字请再大一点声，给我点震耳欲聋的效果。好的，老板。刚抢完钱就没力气了是吧？还敢不敢更大点声？好的，老板。洪亮的声音通过门缝传了出去，顿时间吸引了坐在办公室里的那些员工。当所有人齐声喊这句“好的，老板”，这些旁听者自然也会有一种被凝聚的兴奋感。江琴露出一个满意的微笑。如果你们有信心，听到你们声音的人会更有信心。散会。军心稳定之后，拼团万众分部的工作效率明显提升了不少。各部门主管从江琴的办公室出来之后，立马开始给自己手下的人分发账号，让员工们尽快熟悉论坛的特点，制定大范围的推广计划。他们本来都已经非常熟悉拼团了，可现在却要重新熟悉一个新的网站，这其实是非常耗费功夫的事情。可谁让他们老板给的多呢？员工们没有一点怨言，手脚麻利地登录了知乎，结果看了眼之后，连呼吸都屏住了。人间正义张子萱更新了日常照系列。我靠，坐在办公室里带薪看这个真的合适吗？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公司我来对了，能看这么优质的内容还给发钱，我真的哭死。要是以后的工作内容都是这样的，那咱们不如把工资还给老板一半吧。全拿我都觉得有点太过分了。要得，我下班就给老板做个人民企业家的锦旗送过去。江琴此时已经从办公室出来了，他站在门口，面无表情地观察了一圈，心说：稳了，知乎的推广肯定稳了。因为当一个网站能够用最短的时间吸引住你的眼球，那这个网站就已经成功了。而剩下的问题只不过是如何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网站的存在罢了。江琴没有再做久留，转了一圈就回到了临川大学，然后给公叔一路指着方向，最后来到了创业基地。他的奥迪此时就停在路边，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都很少开，所以落了一层灰。江琴从宾利上下来，从奥迪的后备箱里拿出了一根水管，偷偷拔掉草坪的灌溉口，接了上去，动作熟练的让人心疼。公叔，你也把钥匙拔了吧，我给你一块冲冲。好的，少爷。小富婆家的宾利也是许久没出车了，多少都有些蒙尘。江琴在管子末端装上增压水枪，对着车身一阵猛滋，而挂腰在他腰间的钥匙则随着他的脚步哗啦作响，看上去局里局气的。
前一秒还在办公室里面面无表情的撒钱，豪得像是有几座金矿，结果下一秒就回到学校偷水洗车。龚叔在冯家做了几十年的司机，见过的青年才俊没有100也有90，却从没有见过像江少爷这样好玩的人。姑爷真是个妙人呐。龚叔忍不住感叹了一声。江琴耳边都是滋滋的水声，有点没听清，愣了半晌，才忍不住咧嘴一笑。公叔，戏都演完了，你别再叫我少爷了，这俩字听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龚叔微微一笑。好的，江少爷。这老爷子真是有眼不进。江琴拿着水管，忽然愣了一下，接着右手保持不动，单手掏出手机，咔咔打字。1分钟，2分钟，10分钟，15分钟。龚叔的表情逐渐开始困惑。江少爷怎么跟被定了身一样，一动不动的？他刚要开口，结果就发现自家大小姐哒哒哒的从对面的林荫小道跑了过来。公叔，大小姐，您怎么来了？冯南叔伸出手指指着江琴。来找江青玩了。江琴右手换左手甩了2下。哎呀，怎么才来呀？我手都要酸死了。哎，快看，彩虹！被水枪增压后的水如同丝雾般喷出，飘飘洒落的同时折射了光线，营造出一个小型的彩虹，七色齐全，仿佛被挂在了车顶上面，画面极其偶像剧。江琴十分得意。我就说过我会魔法吧。江琴，我也想玩。冯南叔的眼睛亮晶晶的，跃跃欲试的要去接过水枪。哎，你别乱晃，可能角度不对就消失了。江琴把水枪交给他，然后退到一边的石墩上蹲下，看着在阳光下呼呼滋水的小富婆，眼睛一眯，连心情都格外明媚。哎呀，原来姑爷一动不动地举着水枪，就是为了把偶然出现的彩虹留给大小姐看呐。龚叔看了一眼手里的《狂傲赘婿在都市》最终卷，忽然觉得这里面的故事顿时不香了。江少爷，怎么了，龚叔？江琴抬起头，龚叔凑了过来。这台宾利从大小姐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服役了，根据家里的意思，也是时候该换换了。毕竟再好的车，时间一长，这安全性能也会下降嘛。江琴听完之后，人都麻了。才7年，你们这大户人家也太夸张了吧？哈哈，对于家里来说，大小姐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而且这辆车也不会被浪费，而是挪作他用。所以我就是想问问您的意见。江琴愣了一下。什么意见？江少爷喜欢什么样的车呢？龚叔笑眯眯地问道。江琴心里一慌，完了，龚叔这是真把我当姑爷了，要不然给冯南叔换车，谁会询问他好朋友的意见啊？他忍不住看了一眼龚叔手里的那本《狂傲赘婿在都市》，勾结网文，真他妈害人！我的人品虽然狗了一点，但做人做事还是极其有边界感的呀。龚叔，咱家是不是不差钱啊？那买个劳吧，我以后用得上。工作上面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而更为严峻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那就是第2学期的期末考试。作为临川首届学习之星，而且还是被公认的那种，如果每次期末考试都只能勉强蹭过及格线，也太丢人了。而且这些分数里面，还指不定有多少老师是看着张校长的面子上虚标的。
真是成也学习之心，败也学习之心。江琴一边感叹，一边疯狂复习，但是很可惜，学不进去，是真的学不进去啊。因为当你强行从一个事件里脱身，想要把这个自己的精力100%投入到另一件事当中，没有契机是很难做到的。于是他第二天就把冯南书拐进了207，把房门反锁好，然后把他的鞋子脱掉，将他那香香软软的小脚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当做好好学习之后的奖励。效率果然是快了不少。今天又是热爱学习的一天。江琴满足的不行，觉得肚子里全是墨水。冯南书揉着脚丫子，一脸高冷地看着他。江琴，你是个坏狗熊。不，你错了，其实我是个变态。江琴拍拍课本，已经打算好明天怎么学了。学习真你妈快乐！要是高中的时候有这种辅助学习工具，我估计清华北大什么的根本不算什么呀。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交一个好朋友对于学习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翌日清晨，小雨，高文慧起床后洗漱完毕，打算去喜田看店，却发现这几天一直忙着复习，换下来的袜子全都忘了洗了。南叔，我没有干净的袜子了，你能不能借我一双？文慧，我没有袜子能借你。冯南书抬起头，呆呆地回应了一句。高文慧微微一愣，哎，你不是有好多袜子？都破了。冯南书虎着小脸回答了一句，然后翻动着从图书馆里借到的社交礼仪，仔细研究着好朋友还能做什么事情。高文慧愣了一下，心说：林大没有老鼠啊。哎，算了，反正外面还下着雨，直接穿拖鞋去吧。喜田的柜台挺高的，就算穿拖鞋也没人看得到。高文慧撑伞出门，来到喜田，替换了已经忙活了一中午的兼职大学生，然后开始趴在柜台上发着呆。毕竟是下雨天嘛，来喝奶茶的人很少，就算是冒雨来上课的大学生，也是想着赶紧进教室，选择先来买杯奶茶的几乎没有。他越做越觉得无聊，于是开始构思自己打算写的小说，内部要以江琴和冯南书为主角，再辅以自己的脑洞所铸造的旷世大作，以朋友的名义爱你。高文慧拿着笔，用收银台的小票纸写下了8个字。所谓万事开头难，对于一个没写过小说的人来说，想要构思一片精妙的开头，没个3-5天的功夫根本出不来。这和疯狂乱磕还不一样，你得有一个巧妙的切入点才行。小高同学就这样一边构思，一边做奶茶，嘴里还哼着歌，一心三用到无比快活。就这样，一直到了中午的时间，江琴忽然带着徐玉来到了前广场，对喜田奶茶店的账目进行了核对和查验。毕竟学期末了，喜田虽然是个顺手做出来的产业，但盈利了多少还是要做到心中有数。小高，你回宿舍的时候帮我把这个带给冯南书。这是什么？零食？江琴愣了一下，小高有点本事，瞎猜也能猜得这么靠谱。与此同时，高文慧已经把黑包偷偷打开了，结果看了一眼后立马就愣住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袜子，薄款蕾丝短袜，白色中筒丝袜，黑色连裤袜，带可爱图案的棉袜，黑色渔网袜，大大小小一共30多双，给高文慧看的满脑子乱磕。你连袜子都帮冯南书买，这还能叫朋友？你老实说，他那些小老虎是不是也是你给买的？
你懂个屁！江琴啐了他一口，心说：哼，法律规定了，损坏了别人的东西是要赔的，哪怕是好朋友的东西也不能耍赖，这他妈才能叫做正人君子。兼职结束之后，高文慧回到了宿舍，因为阴天下雨的缘故，整个寝室都黑漆漆的。留在宿舍的小姐妹们全都躺在床上玩手机，脸庞被背光映得发亮。小高同学一手提着炒饭，一手提着袋子，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冯南叔的床边。南叔，快看，你老公给我买新袜子了。不是给我买的吗？冯南叔可怜兮兮地看着他。高文慧把袋子往上一扬，露出一个得意的微笑。当然是给我买的啦，他今天去奶茶店查账了，看到我没袜子穿，于是就给我买了几10双袜子。他说这叫关心员工。冯南叔面无表情地把小脸埋进枕头里，用闷闷的声音开口：文慧，我一点都不觉得羡慕。哎呀，好了好了，逗你的，这就是他买给你的。你是个坏人。高文慧把手里的黑色袋子放到他怀里。你看，你现在有那么多双袜子了，能借我1双了吧？冯南叔思考了一下后摇摇头。不借，因为江琴不喜欢换口味，但我可以给你1双。说话的功夫，其他小姐妹也从床上爬了起来，一个个的都凑到冯南叔的跟前，翻看了一下江琴给他买的袜子。女大学生的宿舍基本都是这样的，一听说有男朋友送舍友礼物了，大家都喜欢跟着凑热闹。真是色气满满啊，男人果然都喜欢这种东西。王海妮拿出一条超薄黑丝，嘴里啧得不行。冯南叔看了眼自己的脚，睫毛微颤。大狗熊现在都学会挑食了。对了，南叔，我打算以你的视角写一本你和江琴为主角的恋爱故事，你能给我授权吗？求求了。高文慧忽然想起了小说的事情，手痒得不行。小富婆扬起小脸，卷翘的睫毛轻颤。可不可以写成我和江琴交朋友的故事啊？高文慧立马坐直了腰。江琴那个狗，整天劲儿劲儿的，袜子都给你买，还朋友是吧？不过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会用好朋友的名义写的。那你多写点，我爱看。可是我到现在也不太清楚你们到底怎么开始的，细节方面也不太清楚，导致我开不了头。你能不能给我仔细讲一下？话音落下，宿舍的姐妹们全都忍不住凑了过来，眼睛简直比冯南叔的还要明亮。江琴和冯南叔在他们眼里是最有意思的一对校园情侣，不管是相处模式还是对话内容都奇葩的不行，仿佛两个人的字典都被人暗中修改过了，用朋友这2个字替换掉了恋爱。但正是因为这样，反而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甜，磕起来还挺上头的。可是关于2个人相识的细节，他们也只是听过一个潦草的版本，就知道江琴在图书馆里踢了冯南叔一脚，细节方面并不清楚。现在要是能听到完整版，那该是多大的一块糖啊！冯南叔鼓起粉腮。一开始只是想要交一个好朋友。高文慧立马掏出小本本。然后呢？交一个好朋友，让他带我去大家平时喜欢去的地方玩。18岁的冯南叔清清冷冷，就像皎洁的月光，每天机械式的上学放学，身边没有朋友。他不擅长社交，不知道该怎么说话，遇到人会假装看不见的躲开，表情高冷的与世疏离。
其实内心怂得要命。直到那年暑假，在图书馆，隔壁班的同学一脚踢在了他的小腿上，也踢开了他一整个夏天。高文慧吭哧吭哧的记录，一瞬间灵感爆棚。你当时为什么会觉得他会和你做朋友呢？他是好人啊，他给我买水喝了，还给我买零食吃，而且每次都会把最后一块留给我。我觉得他有点宠我。冯南叔呆呆地说道：我靠，这个狗竟然只用了1瓶水和几袋零食就把你骗走了，你就不怕他是坏人？高中也认识的，但没说过话。与此同时，江琴正打着伞从208返回宿舍，一路上狂打喷嚏。他不知道自己成为了女生宿舍的话题重点，还以为自己感冒了。等进入宿舍楼，推开了宿舍门，他立马就感受到了一股剑拔弩张的氛围。你们在做什么？期末复习。曹广宇端着书，任自强端着书，周超也端着书，或躺或坐或侧卧，异口同声地回答了一句，听声音就知道他们的火气很大。考试周马上就到了，最近这几天他们一直在计划着复习。只要有过上次互坑的经历之后，现在的 F3 们是谁也不信谁了，尤其是任自强，每天睡前睡后，课前课后，各种复习资料不离手。他倒也不是真学，主要是为了给宿舍里的其他3人造成压迫感。你怎么知道我学没学啊？有本事你就赌我没学，然后你去自由玩乐。嘿，主打的就是个心理战。在这种尔虞我诈的氛围当中，曹广宇和周超一点也不敢松懈，但因为心太乱了，压根儿学什么都进不去，焦虑感十分的严重。当然了，他们俩也试图和任自强进行和平谈判。要不咱今天谁都不碰复习资料，也不碰课本，行不行？任自强笑了，不碰，这门儿也没有。哦，对了，你们上学期都劝我别学了，还说什么太早复习记不住，又拍着胸脯发誓啊，大家都不学，结果就我一个人挂了。这次就算是为了复仇，我他妈也得手不释卷。哎，老姜，一起复习吧。江琴嘴角一歪，哼，我不复习，我他妈纯靠天赋。妈的，郑天装！你要是没复习，我这就派周超吃屎！曹广宇恶狠狠地骂了一声。他现在学聪明了，知道江琴太狗，连发誓都不敢拿自己的名义去发。不信算了，我现在就睡个懒觉给你们看，证明我无所畏惧。江琴脱了衣服，换上了睡衣，美美的躺进了被窝。曹广宇看了，羡慕的不行，转头看向任自强。哎，老任，咱都别学了，这下雨天最适合睡觉了，咱睡个觉行吗？不要，我要学习。3个人大眼瞪小眼，学不进去，但又不敢放下手里的书，生怕别人比自己多学了一点。就这样，3个人咬牙坚持到了深夜，结果到了第2天，曹广宇终于绷不住了。我觉得再这样下去绝对不行了，咱能不能先停一停啊？这样，今儿谁也不学了，去网吧嗨一整天。任自强还是那句话，不嗨，我要学习。老任，你他妈怎么有眼不见呢？曹广宇气得咬牙切齿。任自强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我爱学习也不行啊，这还有没有王法了？曹广宇深吸了一口气。这样吧，晚饭我请，网费我包，咱们4个人一起网吧连坐，谁也不走，怎么样？那行。任自强直接丢掉手里的书。哎，老姜，你也跟我们一起去。江琴刚起床换上鞋，
踩了2脚后摆了摆手：“我就不去了，207还有点业务等着处理呢。再说了，挂科就挂科呗，有什么了不起的？”曹广宇听完之后，立马变了脸色：“胡扯！你肯定是去偷学，你个鸡贼！你们魔怔了吧？啊！滚！别打扰老子挣钱！我他妈连游戏地图都跑不明白，我上网吧干什么？看喜羊羊啊？看喜羊羊也行，反正咱们4个今天谁都不许学习。”江琴忍不住扶额：“都是一个宿舍的，多点信任不行吗？这样吧，我今天什么复习资料都不带，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我就去看喜羊羊。”任子强立马凑到了曹广宇的耳边：“他还用带复习资料吗？这冯南说就是活教科书啊！”对，老人说的对啊，要是你找冯南叔复习，1天能学我们2天半的，我们在网吧打1天游戏能亏死。你求求我，求求你了，老姜，别离开我们的视线偷学吧。经历了前一次的期末考试之后，曹广宇他们都清楚，江琴是偷偷学习的高手，你根本见不到他什么时候学的，他就及格了。所以如果江琴不去，他们仨怎么也放不下心来打游戏。老曹啊，老曹，你可真是个魔怔人啊！江琴无语了，于是叹了口气，拿上雨伞，跟着他们仨出了门。下过雨的临川没有那么燥热，但气温属实也没有降下去多少。几个人抄小路到了步行街，通过网吧后门的消防通道钻了进去。林大附近的网吧和市区内的网咖当然是没法比的，环境幽暗，走道狭长，泡面味和烟味不断地充斥在其中。4个人开好了机子，转头找了个角落坐下。不用学习的曹少爷很开心，还一人送了1瓶肥宅快乐水。你看，咱这就叫劳逸结合。曹广宇刚打开机子，就忍不住说了一句。江琴打了一个哈欠。打游戏啊，容易让精神变得疲惫，狂欢之后剩下的只是空虚和愧疚。所以我认为，在宿舍睡个懒觉才算是劳逸结合。睡懒觉不行，谁知道你们是真的在睡懒觉，还是在被窝里偷学呀？老曹啊，你就是习惯性把人想得太坏了。那不还是因为老姜你珠玉在前，给我们302起了个好头吗？上次期末考试，你他妈明明有把握及格，还要坑我一顿散伙饭。曹广宇咬牙切齿。江琴摸了摸鼻子，迅速转移话题。所以你的意思是，大家都不学，到时候一起挂科？周超忍不住转过头。啊，江哥，你这句话说的不对啊！咱们今天能出来一起上网，明天就能一起比着学习。曹广宇听完之后，啪的拍了一下桌子。周超的这句话给了我灵感，我建议接下来这几天咱们干什么都一起，互相监督，谁也不许偷学，也不许偷玩。那你们什么时候跟我一起去做生意啊？要不我一走，你们还不得吓死？江琴看向他们。哎呀，先把今天消遣了嘛，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哎，快呀，老周，绕后，门后边还躲着一个。哎呦，干得漂亮啊！哎呀，这顺风局打起来是真带劲儿。老陈，哎，你他妈怎么一直站着不动啊？你是不是带课本过来偷偷学习了？还剩1分钟，这局稳赢了，看我去对门浪一圈。哎，今天太顺了。哎，我管，人呢？我今天打爽了，请给全网吧的人。话说到一半，坐在网吧里的人纷纷摘下了耳机，带着满满的期许看向了平平无奇曹少爷。09年的网吧可以说是整个时间段中最为氛围感的。你或许不知道我的名字，也不清楚我多大，但只要游戏能够玩到一起，那么大家就是好朋友。这
这就导致经常有土豪老哥打游戏打爽了，或者抽东西抽嗨了，挥挥手就给全网吧加1个小时网费，或者一人送1瓶冰红茶，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以这些网瘾少年的经验来看，这次怕不是又遇到打算请客的土豪了。请给全网吧的人炫耀一下我的战绩。另外再给我来4瓶快乐水啊，要百事的，那个甜。网瘾少年顿时骂骂咧咧地喊了一声：“我靠！”真他妈狗啊！还以为有土豪请客上网呢，没想到是个傻缺。曹光宇不在乎，接过快乐水喝了一口。兄弟们，我上头了，咱们今天通宵吧。我他妈通宵在这看喜羊羊，滚他妈犊子吧！都已经9点半了，回宿舍睡觉。江琴把键盘一推，站起了身。喂，老江，像你这种不打游戏的人，生活真的会少很多快乐。江琴站起身，拍拍他的肩膀。可是爸爸在现实中的快乐，你永远也体会不到。曹广宇脸都黑了。要不是快期末考试了，我今晚说什么也得包夜。今晚就算了吧，熬不住了。哎，咱们明天还来吗？周超忍不住问了一句。曹广宇咂咂嘴，想了想。明天再说吧，今天放松的足够了，我估计明天可以沉浸式学习了。任自强站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忽然开口：“那个，我去买包烟啊。”老陈，你少抽点烟吧，啊，对身体不好。曹广宇露出一副大哥的派头，对吧，老姜？你这句话跟香烟包装上的那句吸烟有害健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江琴说着话，忍不住看向了任自强离开的方向，心说：网吧明明有卖烟的呀，转头进去就能买，这货为什么舍近求远，要去隔壁超市？奇怪。回到宿舍之后，窗外的夜色已经深了。江琴做了10几组腹肌训练，然后擦擦汗，冲了个凉，转身上床睡觉。F3们也翻身进了被窝，决定明天好好学习一波，期末狠狠考个专业第2出来。不过到了半夜的时候，江琴起来上厕所，却忽然发现任自强的被子里似乎有点亮光。老人的朝向是正对着阳台的，可以看作用脚对着全宿舍所有人。江琴走过来的时候还没有注意到那抹亮光，但是回来的时候一眼就瞥到了。于是他悄悄伸手，轻轻掀开了任自强的被子，往里面稍微的瞄了一眼。这个稍微主要是为了避免一些尴尬的场面。不过下一秒，两人都对视了。任自强正趴在被窝里，下面是一份打印好的复习资料，手指上缠着2个手指灯，神色略显尴尬。这种灯是近几年刚流行起来的，很小的一个，灯体上带着有弹性的绷带，可以直接绑在手指头上，各种颜色都有。江琴挑了一下眉毛，在超市买了2个手指灯。江哥，我绝对不是在针对你。任自强五指弯曲，对灯发誓。江琴乐得不行。你他妈白天上网吧打游戏，夜里挑灯夜读背刺舍友，你就不怕嘎了？苦熬3、4天，嘚瑟1学期。任自强像个无情的杀手。妈的，我简直无法评价。我记得你刚入学的时候挺老实个人，这到底是被谁传染的？竟然这么狗！近朱者赤，近江者擒。你小子说的最好是勤勉的勤。江琴骂骂咧咧地走开了，翻身上床，然后一夜好梦。到了第2天早上，曹广宇兴致勃勃地从床上起来，神清气爽地摸起复习资料来，准备狠狠学习。确实，距离考试还有3天了，这么紧迫的时间，能全看一遍就不错了。
再不复习，真就没有时间了。结果也不知道老人这个屌毛怎么回事，一起床就总是聊起昨晚去网吧的事情，舌灿莲花一般的把曹广宇的几次神级操作翻来覆去的描述，搞得曹广宇的胸膛越来越挺，都能放到桌子上了。曹哥那闪蹲，哎呦我，哟，曹哥那鬼跳，哎呦，你看曹哥那甩狙。老曹被责得心里又痒又难受，最后猛拍桌子：“走，去飞龙！我今天再给你秀一遍操作。”江琴闻声抬起头：“老曹，还是别去了吧，马上就要考试了，你想挂科啊？”“没事儿，老江，3天和2天的复习效果差不太多，我晚上熬夜就行了。”说实话，任自强这一大早的操作的的确确是拿捏了曹广宇的3寸，因为老曹是个不折不扣的装叉爱好者，你夸他什么他都爱听，恨不得再给你重演一遍。像他这么一个视装叉为性命的人，你怎么可能阻止得了他？老周，走，一起。啊，曹哥，你等我一下，我先把裤衩子晾上。江琴咳嗽了一声。超子，你昨晚又没玩出什么名场面，去不去无所谓吧，留在宿舍复习吧。啊！周超抿了一下嘴。哎呀，江哥，我一想到他们去网吧玩游戏，我就静不下心来学习了。我就……江琴咂咂嘴，有些哀伤。老话说得对，良言难劝这该死的鬼啊！但我又不能直说呀，不然任自强肯定会挨一顿胖揍的。这个偷学的矛盾明明是我先挑起来的，可他们仨反而互相掐得厉害，真是想不通啊！难道大家都分不清矛盾阶级到底是谁吗？江琴转身出门去了207，美美的跟着冯南书学了一上午。你还别说，这新买的就是不一样，学起来津津有味儿。6月底，阳光毒辣的晒死人。幸亏江琴把时间卡得很精准，以至于地推行动早早结束，不然就现在这个气温，真的能晒秃噜皮了。而趁着这短时间内，拼团万众分部也拟好了一个推广大纲，通过魏兰兰转呈给了江琴。不过江琴没看，因为要期末考试了，学不完，根本学不完。周五考完最后一科的曹广宇黑着脸出来，觉得大脑空空，满脑子都是爆头。老江，我觉得我这次要挂科了，说不定要被劝退了，你能不能请我吃个散伙饭呀？不请。江琴冷酷的不行，曹广宇难受的不行。我上次可都准备请你了，你怎么好意思不请我？江琴斜眼看他了一眼。因为我脸皮厚啊。再说了，我他妈叫你别去上网吧了吧？你把胸挺得呼之欲出，都他妈能放在桌子上了，非得给人家重秀一遍操作。你说你挂科怨谁啊？啊！曹广宇抿嘴不言，转头看向周超。下学期一起补考。不了，曹哥，我觉得呀，我应该有把握蹭过及格线。凭什么？周超深吸了一口气。这都要得益于平时的辛勤吧。你有事没事呢就出去谈恋爱啊，但我呢可是一直都好好上课的，高分得不了，可是及格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曹广宇嫉妒的要死，后槽牙都咬在一起了。那就只有老人陪我了。任自强此时也从教室走了出来，眼圈黑的就像是大熊猫一样，就像个行尸走肉般与他们擦肩而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抓紧回宿舍补个觉。哎，他为什么像是要死了一样？我感觉医学院的那些大体老师都没他白。江琴愣了一下，你还见过大体老师？曹广宇嘴角一歪，你也不想想丁雪是哪个学院的？这么刺激的事情怎么少得了我？我靠，老曹啊，你玩的够变态啊！谈恋爱都谈到停尸间里去了。
不对啊！就在此时，周超忽然摆出了一个严肃的脸，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老人这3、4天一直都是这个状态，而且身体每况愈下，我觉得这件事不对头啊！他肯定是在夜里偷偷学习来着。江琴惊讶地睁大眼睛：“啊，你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发现了，他桌上的2个手指灯，我觉得挺好玩的，拿起来摆弄了2下，结果全都没电了。我靠，不行，我得去找这个狗东西问清楚。曹广宇嗖的一下追了出去，而周超则跟在后面，身体前倾，双臂后摆，跑得如同一个火影忍者似的。江琴站在教学楼前的台阶上，看得乐呵，乐着乐着，眼角却忍不住有些湿润了。唉，这就是正常的大学生活。每天一日3餐不愁，整天就想着玩乐，嬉笑怒骂全有。哪他妈像我呀？只知道搞事业，除了口袋里满满的钱之外，什么都没有。生活枯燥的一批。回到宿舍之后，任自强的胖揍已经挨完了，目前正在安然入睡。从面部表情来看，走的时候并没有太过遭罪。而周超已经开始收拾行李，换上了花衬衫，打算荣归故里了。本集播讲完毕，期待您的订阅好评哟。